你答应了不杀他的。楚清皇只感觉到身体发冷，闭上了双眼。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明晃晃的刀，跟一身横肉的刽子手，无数的记忆涌入脑海中。姐姐，你好冤枉啊！楚清皇仔细回想，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他从法医楚清皇变成了昭明王朝楚家嫡女小姐楚清皇，而且还因为给镇国将军的小妾接生，惹上祸事，被污蔑害死了镇国将军未出世的儿子。而眼前这个梨花带雨的妹妹就是帮凶。他这个妹妹来送行，不过是想亲眼看到他人头落地罢了。50道，行刑。冤枉啊，王爷，蒋将军的小妾没有怀孕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楚清皇，圣旨已下，皇命难违。你说你有冤屈，谁能证明？可是我有证据，王爷，我有证据。王爷，楚清皇愿意以全族性命担保，蒋将军的小妾欺上瞒下，假怀孕，害怕被我揭穿，才嫁祸于我。请王爷给清皇一个机会，面见蒋将军，洗刷冤屈。若是清皇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甘愿9族连诛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九王爷，圣旨已下。君莫尘举手阻止对方再言。皇上那儿我自有说辞，我倒是要看看，那楚清皇若拿不出证据，是否真的会让全家来陪葬。谢王爷。你若不能证明清白，还是一个死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做赌注呢？妹妹，你难道不相信姐姐是无辜的吗？妹妹自然相信姐姐不是有意害死将军的孩子，可是株连9族此等罪，姐姐真是狠得下心啊！有什么狠不下心的？我既说我有证据，我便能拿得出。倒是妹妹，你要小心了，万一我证明了清白，那不是要换你上这断头台了吗？姐姐，你就别虚张声势了。王爷，请随医女移驾将军府。将军，九王爷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九王爷带着楚清皇来的。啊，楚清皇！将军，那贱人谋害了我们的孩儿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，你一定要杀了他，祭奠我们孩儿的在天之灵。玉儿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本将军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你放心，我立刻去处置了他。九王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楚清皇不是应该被处斩了吗？蒋将军息怒，楚清皇说自己是冤枉的，本王心生怜悯，所以给他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想必将军也不愿意被人蒙在鼓里吧？楚清皇见过镇国将军，将军驰骋沙场，为昭明王朝立下赫赫战功，是名将，也是智将。你少来拍马屁！你害死了本将军的孩儿，不会以为说2句好话，本将军就能放过你吧？清皇不敢。清皇一直以来都颇为崇拜将军，因为有将军跟众位将士在疆场上抛头颅洒热血，才有我们安定的生活。所以听闻玉夫人难产，臣女身为太医院唯一的女太医，二话不说就来了将军府。却因为玉夫人的情况，臣女颇为震惊，尚未来得及禀报将军实情，就被人打昏过去了。你明明是畏罪自杀，将军，你可一定要为臣妾跟咱们可怜的孩儿做主啊！那可是将军第1个孩子啊！哎呀，你别哭，别哭！楚清皇，你还敢狡辩？你还……将军，您的玉夫人根本不曾怀孕，清皇如何害死您的孩子？楚清皇，你好恶毒啊！你害死我的孩儿，竟然还污蔑我不曾怀孕，难不成我10月怀胎都是假的？楚清皇，你再在这里信口雌黄！我有证据，将军，您是一个明理、宽容又大智大勇的人，定然不愿意被人糊弄而杀害一条无辜的性命吧？将军，你不要相信他，妾身10月怀胎，难道您还不清楚吗？将军，清皇6岁开始跟着我二叔习医，如今已经10年了。后因为淑妃娘娘的推荐，经过重重考验，成为太医院唯一的女太医。我的本事，将军应该也知道，否则也不会去请我来将军府。
在我给玉夫人诊断后，发现玉夫人是服用了一种会让人呈现出假怀孕的症状的秘药，但是只要服下解药就能恢复正常。而我尚未来得及跟将军禀报，就被人打晕，冠上谋害将军子嗣的罪名，押赴刑场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将军，你一定要相信臣妾，臣妾没有。将军，自古寻常百姓家为了验明正身，都用滴血认亲的法子，想必那个婴儿的尸体还没有处理掉吧？上尉，可是如今婴儿已经死了，血已经凝固，无法做滴血验亲，但是却鲜少有人知道还可以滴骨认亲。月黑风高，夜色暗沉，鼓起的坟包上坐着个小姑娘，正挥舞着铁铲使劲挖坟。你说好的，我若是受欺负了，要寻你去说理的。可是你3天前就被埋了，我只能将你挖出来了。吱呀一声，用铁铲撬开棺材，露出里面神色安详的老村长。秦欢攥着他的脚掌，便把他从棺材里拖了出来，攥着老村长的脚踝，便往村里走。你怎么能先走了呢？我娘还没死呢。说好的，受了委屈你得给我做主。趁着你现在身子还没腐烂，我先将你挖出来，等以后拖着堆白骨，那也没人认得出来是村长了呀。凤安村村头，秦家的，你快出来呀！你家傻妮儿又刨坟了。我爹这才下葬3天呢，他就掘我家的坟，你管管他呀，你倒是管管他呀！听到这些哭闹声，秦欢也不在意，还是一副木呆呆的样子，拖着老村长走在村里。傻妮儿回来了，他又拖着尸骨回来告状了。哎呦，我可不能这几年死啊，怕死了都不安生，还要被掘出来评评理，生怕哪天自己也被掘出来，吓得死都不敢死。正说着呢，那小姑娘便一路抹着眼泪回来了。陈老村长被挖出来了呀！村长，你可要为欢欢评评理。你说受了委屈要找德高望重的长辈，欢欢想了想，一时不烦二主，只能找你了。秦家的，管管欢欢吧。上个月你打了他一顿，他便将萧家的祖宗都刨出来了。这个月初你又饿了他1天，结果他将人家准备下葬的贡品都给吃了。娘，我带着村长爷爷回来了，你看你可以跟他说了吗？你要是觉得不能为欢欢做主的话，明儿我翻过这座山去将娘的爷爷请来吧。欢欢打听过了，埋在山那边。你敢？真是对不住啊，这孩子脑子不好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劳烦你们将老村长重新埋回去，以后我定好好管教这孩子。秦欢也不理门外的扯皮，一转头便朝厨房奔去。那黑乎乎的小手先将每个馒头捏了一把。娘，你瞧瞧他，这馒头都没法吃了，他就是个丧门星，当年就不该收养他。爹也真是的，还给这么个傻子说了门好亲事，真是便宜他了。王氏垂着眸，娘，今天这鸡汤的味道怎么这么寡淡？这味道也有些怪，你是不是放什么东西了？好臭啊！你是不是又偷喝你弟弟的鸡汤了？王氏心头一凉，快步走到厨房，拿了勺子往下一捞，全是一堆堆鸡骨头，连半丝肉都没有。再尝了口汤，寡淡无味，甚至还带了几分诡异的味道。娘，咱屋里的尿桶去哪儿了？你倒了怎么不给我拿回来？我都快尿裤子了。我没给你倒尿啊，不是那死丫头每天给你倒尿桶吗？王氏眼睛一瞪，手上微微颤抖着看向锅里。
锅里还有几丝油花，底下的汤带着几分黄，鼻翼间似乎还有股臭味儿。秦欢，你个死丫头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个死逆子，杀千刀的东西！秦欢这会儿抱着那碗汤，喝得呲溜呲溜的，任凭门外连敲带踢，大门咣当咣当响，他都不带怕的。秦欢喝得小肚子鼓鼓的，将鸡汤放起来，原身被活活饿死。他穿过来时，差点将隔壁那胖小子生吃了，这也导致他过来半年了，至今不能饿肚子。你个杀千刀的东西，怎么不跟你那短命的爹一块儿死了？就知道折腾我！你知妻，你一个人连汤带肉都吃了，你弟弟吃什么？这段时日他都饿瘦了。王氏气得咬牙，这也就罢了，他只要受了委屈，便要去掘坟讨公道，就要拖着尸骨出来讲理，便是赔钱。可拉倒吧。他一家拿着秦欢的卖身钱吃得圆滚滚，秦欢活活饿死了。这笔账迟早得算。外面骂骂咧咧，直到王氏骂累了，秦欢才打了个哈欠。他还记得自己穿过来时在水里，那时原身都快浮起来了。正当他费劲巴拉的快要游到岸边时，河岸上出现了一个憨憨。哎，你是落水了吗？这是个人吗？秦欢颤颤巍巍，刚冒出个脑袋，便见岸上少年捡了块石头，嗖的一下朝他脑袋扔来，给他脑袋开了瓢。哎呦，还真是个人啊！岸上那人似乎也发现砸错了，连忙伸手来拉他。哎，我本意是想救你，只是看你冒出个脑袋，我还以为是团草呢。那我救了你，这就一笔勾销了啊！话音未落，刚爬上岸的秦欢一把将他拉下水，还在那脑门上踹了一脚。秦欢绷着脸，满身湿漉漉的走了，身后还传来一声怒吼：“恩将仇报！”秦欢睁开眼睛时，欢欢，今儿宋家成亲，请了娘去吃酒。你若是身子不适，便在家中养着，我这儿受累走一趟。话音未落，咣当一声，大门打开了。王氏脸色暗了暗，明明是个野孩子，偏生比他生的两个都好看。未婚夫，爹爹说那是我的未婚夫。嘿，你这孩子，你还信不过娘了？你瞧瞧，昨儿那么大一只鸡，都让你一个人吃了。你说娘是不是最疼你？娘，你别骗我，那鸡明明是我抢来的。你前些日子才受了风寒，便在家中待着。你瞧瞧，厨房给你留了2个鸡蛋，等我们吃席回来，给你带个大鸡腿。而且那未婚夫啊，以后还会迎娶你的，你可放心着吧。咱们秦家可是讲理的人家，当初你爹救了宋老爹，但咱也不能耽误宋家。你呀，以后只等着进宋家的门便是。也不管他答没答应，转头拽着2个儿女便出门走了，还从外将门落了锁。他一出门，秦欢脸上便没了笑意，想了想，进鸡圈看了一眼，仅剩的几只老母鸡吓得瑟瑟发抖。秦欢也就算了，好歹还能蹭2个蛋吃，熟练的翻墙出门。我要嫁人了，我要嫁人了。吃喜酒，吃喜酒。外人见了不由感叹：这孩子没爹没娘，秦老大死了，这看着也越发傻了。你这傻妮儿啊，你娘啊都将你给害了。那宋家儿子考了秀才，今儿都娶妻了。陈家媳妇看了叹气，昨儿一家人才将爹的尸骨埋回去。娶我，娶我！娘说宋哥哥还要娶我呢。还娶什么呀？那叫妾。咱们村里便是穷的揭不开锅，也没做妾的。你娘真不是个东西。你胡说，我娘是个东西，她就是个东西。吃喜酒，我也要吃喜酒。秦欢傻笑着便跑了。燕儿啊，来，爷爷给你糖啊！你以后可不许掘我的坟啊！我这几日浑身不舒的，大概是过不了几天了，撑不住了。娘儿，你别掘我的坟啊！秦欢傻傻的抓着糖，里面还有1块碎银子。我先给你说说，我要埋在南边用的那黑色棺木，你可别掘我的。老爷子撑
撑不住了，咱们村子里这都让你吓得不敢断气儿呢。老爷子颤巍巍地转了身，背影极其绝望。秦欢一路疯疯癫癫地出了村，遇到3个老爷子都给他塞了红包。这王世进骗人，钱哪有那么难挣？秦欢也不傻，想着去吃酒总得给人备份礼吧，找了家花店，将碎银子往桌上一拍，给我将你们店里最大的花给我，写2句好听的词儿。嘿，这哪还有什么好听的词儿？反正啊，到时候都得哭。哦，对了，写给2个人的。哦，对了，小姑娘，你可别说是我卖给你的啊。同生共死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寓意2个人同生同死，很好呀。秦欢扛着花圈从镇上穿过，宋家住在镇中央一条长街上。远远的，秦欢便瞧见了道路旁边挂上了红灯笼，还有小孩子说着讨巧的话，要着喜糖。秦欢在宋家门口揍了个娃，抢了2颗糖，便大摇大摆地扛着花圈进去了。他的未婚夫娶妻，他还不能吃喜糖了？没毛病啊！秦欢扛着花圈进门时，院内众人正看着大厅中一拜天地，跪下吧嗒吧嗒磕了2个头。秦欢便扛着花圈站在了他们面前。你们这也太客气了。连忙将那硕大的花圈送到了一脸懵逼的新郎手里。未婚夫，我没什么好送你的，便将这大花送你了。对了，还有这个。又从兜里掏出个巴掌大的小棺材，这可是我对你们的美好祝福，生同床，死同穴，希望你们能用得上。说完，满脸真诚地看着他，宋人头呆滞地看着他，甚至忘了反应。你这死丫头做什么呢？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啊，他脑子有问题，他脑子不正常。宋公子，对不住啊。宋人头紧抿着薄唇，一双眼审视着秦欢。他大概猜到这傻里傻气的姑娘是谁了，便是他爹打小给他定的未婚妻。夫君怎么了？不是，不过是个脑子不太正常的丫头罢了。添麻烦了，对不住啊。王氏黑着脸，死死拽着秦欢去席位坐着了。你还讲不讲规矩了？这新人还没拜堂呢，你就动筷子了，在家像我没给你吃的一样。娘本来就没给呀。欢欢嘟囔着夹了个大蹄膀，一口咬下去。天下间怎会有这般好吃的东西？下辈子我想做个蹄膀。娘，我也想吃，为什么二姐能吃？你给我安分点，要是毁了今儿大喜的日子，你以为有你的好？秦欢直咧着白生生的小牙看了他一眼，见众人开始动筷子，他这才慢吞吞地放下筷子。他吃饱了，宋人头正一桌桌敬酒呢，端起茶杯，见众人已经开动了，嘴角咧起恶劣的笑容。你去哪儿？吃完跟我一起走。秦欢惊慌地捂住喉咙，娘，我喝了茶，肚子好痛，猛地摔倒在地。肚子好痛，娘，我是不是中毒了？不好，有毒，有人下毒了，有人中毒倒在地上了，有人中毒了呀！饭菜有毒，别吃了，快都别吃了，有毒！一声声尖叫此起彼伏，场面瞬间混乱起来。永父啊，快给我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王氏急得脸都变色了，甚至未曾回头看一眼地上装死的秦欢。谁干的？谁激动我宋家？给我宋家添乱呀！快去请大夫呀！正当大夫赶来之际，那始作俑者秦欢却是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坐直了身子。娘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欢欢真笨，欢欢喝了凉水，又吃了热汤，难怪肚子疼。欢欢真笨呀！说完，咧起嘴便露出一口大白牙，然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未婚夫，等你下次成亲，欢欢还来。然后所有人看着他蹦蹦跳跳的不见了人影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宋母瞧见这一幕，眼前一黑，便倒在地上。造孽啊，造孽啊！这死丫头，这是怕我活得太长了呀！转瞬间，宋家人人称赞、人人羡慕的亲事变成了笑话。
你们可是不知道啊，那顾家又出大事了。顾家怎么就生了个这么命硬的公子啊？还是个独子，这将来呀，可怎么娶妻生子呀？前前后后的顶了7门亲事，这都出了事儿啊！要我说呀，那顾公子就是个乌鸦嘴。顾家从京城来青山镇见着，听说也是为了公子祈福。咱们镇上的娘娘庙不是远近闻名吗？秦欢顺着众人的眼神望去，原来便是镇子边上的那处大宅院啊。要我说呀，娘娘庙估计都救不了他，那顾公子嘴巴太毒了。顾家公子今年都19了，据说17那年便定了亲。他见了人姑娘，说人姑娘长相俊美，能撑起整个青楼的长相。问题是没2个月，那未婚妻家便因犯错被革职，那姑娘真沦落到了青楼做头牌。那顾公子是不是脑子少根弦呀？这怕不是个憨憨。这也就罢了，他第2任未婚妻是京城中数1数2的人家，听说是什么定国公家的嫡女，身份高贵着呢。咱那顾公子见了人的面便夸上了，说人气质出尘，犹如那9天仙女一般。这话我听着倒是没错的，估摸着是顾家人背地里教过了，话倒是好的。可才半个月的功夫，那定国公嫡女便绞了头发做姑子去了，直接出了尘世啊！这怕不是什么巧合吧？总不能冤枉了人家公子吧？那你可想差了，咱们的顾公子是什么人呢？这不前年年底又定了一门亲，这回定的是皇商嫡女。那姑娘虽说是商户之女，但那才情是数1数2的。顾公子见了面便夸人才情出众，知书达理，懂规矩。这不过完年，那姑娘跟人私奔了。去年有人见着她，肚子都挺起来了。去，别听了啊！我这儿还忙着送货呢。人家再倒霉，至少这辈子不缺吃少穿的。顾家是什么人？人顾公子一气之下报效国家，现在都是大将军了。那男人擦了擦手，便急忙往前面跑去。这故事还没讲完呢，7个未婚妻，这得多尖的嘴呀！哥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爹娘保证不给你相亲，也不给你定亲了。再说了，这京城哪还有姑娘给你定啊？哥，你别气了，那爹娘打听了无数回，也没想到那姑娘居然是好女色的，这其实也不能怪爹娘。虽说看着他哥很憋屈，但是忍不住好想笑怎么办？再说了哥，其实你也有责任，爹娘都嘱咐多少次了，见着人姑娘别开口，说什么都别开口，你就是当个木头桩子，那都比开口好啊。顾子金也快绝望了，他哥开口跪呀，长了张嘴还能不用？你觉得我这是摆设？你倒是说得开心了，咱们多受罪啊。当年他那一句话，可害得皇后娘娘3年没见人，导致现在他入朝为官，陛下都不敢私下召他觐见。哥，咱们回京城吧，当年国师不是给你批了命了吗？你命中人带水，让爹娘再找找，肯定能找到的。顾子金叹了口气，如今7个未婚妻都是命中带水的，只是都没扛过他哥的一句话。呆子，真是个呆子，娘这次可找了个苗苗，全是水，你不回去瞧一瞧，错过了你媳妇儿，我该你后悔。哼！小姐，你说你跟公子生什么气啊？公子啊，那说不定是为了他的真命天女守身如玉呢。这要是为了嫂子守身如玉，那我未来嫂子得多强悍，才能让我哥还未认识他，便一次次乌鸦嘴了所有未婚妻。小姐，要不奴婢回去找个侍卫吧，这会儿天都黑了，这么个小地方还能走丢了不成？小姑娘走在街上，不一会儿便被人盯上了。秦欢眼神直勾勾地看着那小姑娘，身后还有一群地痞流氓看着那小姑娘。眼看着那小姑娘去娘娘庙前祈了福，其拥有此福之人心想事成，仅限于第一个请求。秦欢穿过来后便发现了这具身体有赐福之能，这不就来了个冤大头。秦欢捧着黄符一路跌跌撞撞往前跑，一不小心便撞在了那精致小姑娘身上。喂，你做什么呢？冲撞着我家姑娘了，毛毛躁躁的，怎么不看路啊？
对不住，我是来还皇服的。我娘前些年求了个福回去，说是求子，我娘现在生了，便来还福。谁知道主持升天了，这便准备将皇服烧了。对不住，主持死了？死了，死得透透的了。那你这幅卖不卖？我可以出钱。那这个可值100两银子，是京城名家打造。若是还不够，我回家给你拿，人货两清。我要用这幅看我未来嫂子一眼，看看我哥还能不能娶上媳妇儿了。哎呀，不行，给我哥一起许愿。扭头便拿着黄符，急急忙忙下山了。日行一善，将那小姑娘送回家吧，好歹也骗了她，呸，也跟她做了笔买卖。秦欢怕路上出意外，干脆地上捡了块板砖，一路护送顾姑娘回府。姑娘，有人跟踪我们，是不是咱们引起有心人的注意了？丫鬟想回头看，但见地上影子，那人手上还拎着块大石头，却又不敢回头。竟是方才咱们大手笔买黄符，让那人瞧见了。咱们走得快，那人也走得快；咱们走得慢，那人也走得慢。这明显就是在跟踪咱们。他是不是想杀了我们？等回去定要让哥哥彻查。一路跌跌撞撞回了顾家。大小姐跑得还真快，我一手举着石头，一手握着拳头，竟然看懂了我会保护你们的意思。不过这小姐警惕性还不错，竟然发现身后那群人不安好心了。你确定有人跟踪你？我还能骗你了？那人长得5大3粗，虎背熊腰，手上拎着块大石头，一双眼睛狠狠地盯着我。我走小道，他走小道；我走大道，他走大道。回头看他还举起手中的石头威胁自己，简直嚣张至极。以后别那么晚出门，此事我会彻查。我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你。我从娘娘庙里给你求了个很灵验的符，有求必应，我还是高价从人家那里买回来的，人家还不愿意卖呢，说是他娘求子，结果给了对双胞胎儿子，据说连家中的鸡都生双黄蛋。你瞧瞧这多灵验啊！顾韶光看傻子一样。我还记得去年有人拉着我的裤脚要卖身葬父，你呢买了口大棺材，把人装死的爹扔进去埋了，那姑娘哭天抢地的，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。她这妹妹就是养得太单纯了，好心没好报。那卖黄符的一看就是个好人。捏在手中有几分潮湿，黄符上还残留着几分腐烂叶子的味道。大概是随手捡起来折叠骗你的。人家说了很灵验的，你不信你许个愿，你快许，我要见见我未来嫂子，看看我还有没有嫂子了。万一那嫂子是苗苗姐姐呢？国师可说了，你的命中人带水，一定是跟水有关。哼，这要是带水，前段时日我还让个小叫花子一脚踢水里了呢。哼，恩将仇报的东西，这黄符要是有用，别让我白日被雷劈。他也没注意，那黄符在他说完那句誓言后，便轻轻闪了一下。呸，净胡说！菩萨无怪，我哥他口不择言，原谅他吧。罢了，明儿我便让人送你回京城。说完毫不回头的走了。昨儿我祸害了宋家大婚，皇室铁定要找我麻烦呢。大清早的，他便感觉到天地间的一丝异样。不会吧，居然有憨憨许愿要雷劈，那顾姑娘不会脑子有问题吧？完了，劈死人了，不会找我吧？正在这时，顾韶光一脚踏出顾家大门。顾家别院上空乌云密布。哎呀，公子，您瞧瞧这天上，那乌云怎么看着好像要劈你的形状？顾韶光还一句话未说，便见青天白日，咔嚓！公子！便见他那不信邪的公子满身漆黑，一双眼白滴溜滴溜地转着。公子，你还好吧？小的这就给您请大夫去。怎么这就劈中了呢？这小的怎么交代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谁招来了雷，专劈公子呢。京城那帮子蠢货，又要说本公子天生不祥了。哎，天大的委屈啊！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呢？顾韶光被抬回了家，顾子金抹着眼泪，非说他是瞎许愿，想要再回娘娘庙，却被顾韶光拦住了。虽说主持已经死了，但肯定还有遗留的皇符在世间，妹妹再去找找。顾子金眼泪哗哗的掉，让你不信吧，
昨儿才跟主持谈经论道，这么快就暴毙了？青山镇百姓都瞧见了这白日惊雷突地劈进了顾家别院，有人来打探了一遭，为保顾韶光名声，只放出话去，顾家一条狗被劈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顾韶光听得此话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当场晕死过去。秦欢回家了，为保平安，将他娘的爷爷尸骨挖了出来。娘，欢欢回来了，欢欢将你的长辈请回家了。娘，你别打欢欢，你别不要欢欢呀。王氏一打开门，秦欢便傻傻地捧着骨头递给他娘。娘，你别气了，我知道你想爷爷。娘，你别气，以后总会去见他的。我先将爷爷带回来给你看看，你想他你就看看。秦家嫂子呀，咱说句公道话，秦欢这孩子虽然脑子不正常了一些，但以前他爹在的时候可没疯得这么彻底。这说起来也有你的责任，你可不能不管他呀。就是，昨日宋家成亲，咱们可都听说了，那原本是欢欢的未婚夫，这中间谁有没有拿了钱给人退了婚，咱就不说了。但你可不能将欢欢送去做妾，那死了的秦老大怕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就是，当初秦老大娶你，不也是因着欢欢需要个娘？没欢欢，那还没你呢。你家那儿子在书院束修都不少吧？上个月我还瞧见他在镇上的酒楼请同窗吃饭呢。你一个寡妇哪来的钱？还不是秦老大留的？这死丫头没淹死，如今还真成了麻烦了。这话说的，这也不怪我呀。宋家家大业大，人家还有2个秀才老爷，又是在官家做事，如今不也是欺了咱们秦家无人？我哪里会送欢欢去做妾？如今只有将屎盆子往宋家扣了。当初宋家给他的钱早被那救命恩人拿走了，横竖都死无对证。你瞧瞧，人家风风光光娶了县令家的小姐，跟娶咱们欢欢是一回事吗？欢欢脑子痴傻，咱们又成不了助力，欢欢便是嫁过去，只怕也是受苦的命，还不如我做个坏人，替他退了亲，再给他寻摸一门好亲事，好歹能吃饱穿暖，生个儿子也能安身立命了。王氏暗恨了欢欢一眼，颤抖着双手将他爷爷的尸骨接过来。娘的好欢欢啊，你这孩子命苦，娘过来的时候你2岁，都是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娘哪里会害你？娘一定能再给你寻摸一门好亲事的。大家伙儿去看看，我家珍珍都13了，都是说亲的年纪了，穿的衣裳还是欢欢的旧衣裳。娘，姐姐为什么总是把新衣穿在里面呀？欢欢为什么要把新衣转在外面呀？欢欢啊，欢欢，你可别闹了呀！你大哥今儿放假要回来用饭，娘给你炸了糯米汤圆，你快去吃2个。秦欢这才眯着眼睛傻笑着进了门。你这死丫头，我让你闯祸，我让你闯祸，那宋家也是你能想的，宋家也是你能得罪的，没点眼力劲儿。你哥哥还要考秀才，宋家是鼎身，他们不给你哥哥担保，你哥怎么考？怎么考？杀人啦！杀人啦！我娘要杀人啦！欢欢的命好苦呀！欢欢好想爹爹呀！爹爹为啥不把欢欢带走呀？娘，欢欢错了，欢欢错了，欢欢再也不吃丸子了，欢欢再也不吃了。秦欢跑也就罢了，还专门挑养鸡养鸭的地儿跑。你这短命的，你这短命的，你往哪儿跑啊？你踩到了我的鸡了！秦永富站在门边，吃鸡喽，吃鸡喽，多踩死2只，多踩死2只。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大哥的束修还在里面呢。追了一通下来，他自己累得喘不上气儿，鸡却被误杀了2只。秦欢更是咧着嘴一脸傻笑，听着隔壁有人唱起了这没爹没娘的孩子真可怜哟，哎，
这早晚3顿打，没了心肝没了肺哦。大门咣当一声被人踢开。娘，咱家还要不要脸了？你这让儿子在外面怎么做人？你这又打他做什么呀？跑得鸡飞狗跳的，惹得邻里四方都不满了。娘这不是气得忍不住了吗？再说了，谁家不打孩子？还不是那死孩子给宋家闯了祸，娘生怕影响了你的担保。你要打便关起门来在家里打，这闹得人尽皆知的，像什么话呀？饿了吧？娘给你炸了丸子，还买了条鱼。本来炖了鸡汤，不过被秦欢那妮子喝完了，还倒了永富的尿进去。大哥又回来拿钱了，爹的3战费都快花完了。娘说大哥考取功名以后，我就能娶3个媳妇儿了，一个给我挣钱花，一个给我洗衣做饭，一个给我生娃。笨蛋，一家子全是笨蛋。大哥平日里都不敢说娘是田房，都不敢说娘是嫁给乡下人。娘每次去镇上给他送衣裳，都让娘在书院外等着，不许让旁人看见了。这样的大哥将来会拉咱们一把吗？你还要娶那么多媳妇儿？那你知不知道女人要吃人呀？你娶那么多，一个吃你的心，一个吃你的身，还有一个将你吊起来打。他们要是为你争风吃醋，还得折腾你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然要娶3个老婆，这臭小子都是惯出来的毛病。我不娶媳妇儿了，我不娶媳妇儿了，我娶男人，我娶男人。女人太可怕了，娘骗我，娘骗我。天了，老爷，要对不起秦家的列祖列宗，要给秦家绝后了呀。他如今傻得越发厉害了，真的能说奸？正常人的媳妇儿做不了，总有些另类的，不过是个傻子罢了，他懂什么？欢欢啊，等会儿吃了饭啊，就跟着我去趟隔壁村子。娘，去挖你爷爷吗？你这孩子，你都11岁了，这14、15岁的姑娘都要说亲出嫁了，你以后可不能动不动便挖你家祖坟啥的，将来可嫁不出去。等会儿我带你去隔壁村，我不让你说话，你可不能说话。娘是去外婆家吗？我也想去，外婆家的大鸡腿可好吃了。大哥又回来拿钱了，家中一穷二白，我还怎么嫁个读书人？跟宋家定亲的怎么就不是我呢？珍珍，待会儿你跟娘一起去趟外婆家，这么大年纪的姑娘了，要多帮着娘多干些活，别让娘一天在家劳累。若是我在家，我便帮你们了，只是可惜学的学业重。娘知道你这孝心变沉了，这家里属你这孩子最孝顺，你是读书人，你这是要写字的手，哪用得着你做事？家里2个丫头呢，秦欢这丫头横竖是个傻的，给她找个好人家，又能帮帮自家儿子，这倒是一门好事儿啊。欢欢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将来你大哥有了好前程，你可是也有了好日子过，不是？大哥哥将来是要吃公家饭的，他是要坐牢的，而我紫青之气照顶，功德金光亮的都快刺瞎人眼了，一瞧就不是一家人呀。呸！看你说话一串一串的，还以为聪明点了，合着越来越傻了，还功德金光，我看你是王八之气护体。秦欢一蹦一跳的，欢欢过来，灵武村你是来过的，等会儿我不让你说话，你就不许说话，可知道不？这傻子若是傻的没那么厉害，更容易成事儿些。对对，就这般笑，他问什么你就说是对，要么就笑。好。哎呀，这一正常起来多好看啊。这会儿路过王氏娘家，你先去外婆家待着，我带你姐姐去方家走一趟，等会儿娘回来给你带麻糖吃。秦家嫂子来了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这不，正好赶上来吃杀猪饭了，真是巧啊。等会儿杀了这猪，可得带2块肉回去啊。这才是二姑娘吧？
我记得今年才11。哪里呢？年后便12了。自小就是他爹教养着，如今他爹去了，咱们家哪里还能让他享福？生怕亏待了他，只求能给他找个好人家。亲家的，你小时候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前些日子我说的可是你家大姑娘，你将个傻子说给我儿，这是看不起我方家？老太太，你瞧瞧，不说别的，光是这长相，我家大妮儿便落了下乘。再说了，秦欢这孩子是相公留给我的，曾经秦老大还在的时候，你们也知道，这孩子是千娇百宠的，没吃过苦头。那孩子哪里看得出吃傻了？不过是当初秦老大不会照顾人，2岁的孩子抱回来路上受了些刺激，看着便是精明的。这要是生个后代出来，不得是出类拔萃呀。我看着这欢欢倒是个好的，我娘家也有妹妹，这横竖都是照顾惯了的，多一个也没什么。欢欢啊，你二哥哥在院里看杀猪，不如你也去看看，娘同嫂子说点事儿啊。秦欢牢记他的教诲，便出去了。方二哥，快来看你的小媳妇儿了，你爹娘要给你说媳妇儿了。媳妇是不是也能像嫂子似的骑马？快趴下，我要骑马。俺娘说了，媳妇娶回来，我想怎么骑就怎么骑马。秦振振吓得浑身哆嗦。你这么丑，我才不要你做我媳妇儿。你就是我媳妇儿啊！我让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。我娘说了，女人就是伺候我的。你跟我去草垛子玩不？很有意思，我就玩过一回。妹妹，你去陪方家哥哥玩，姐姐便不给你们添乱了。你们先聊聊，瞧瞧这方家这大院子，便是这猪山上都有好些头呢。这福气啊，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享的。那你姑娘怎么不嫁呀？这会儿秦欢已经跟着方二哥蹲在了猪旁边，不知道凑在一起说什么呢。瞧瞧这俩人多般配呀，还是他们的世界有共同点。这事儿要是成了，红包肯定厚啊。秦嫂子，你也知道我们家方二既然这进了门，咱们便要签个生死协议。这可不是说咱们方家要谋害孩子性命，咱们这是吃了一次亏呀。方家老夫人，你也知道我是做后娘的，这话传出去，还以为我拿孩子的命换钱呢。这放心吧，这彩礼说好的80两就加到100两，再加1头母猪。他若是好生生活着也罢了，若是命不好出了意外，咱再补你100两。这话谁都不往外说，这也是为了孩子有好日子过。都是做娘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若不是他爹走得早，我何至于早早将他说了清，还不是家中日子难过。这事儿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只是就在众人谈成之际，门外闹了起来。方老二撕心裂肺的哭声几乎将方家人腿下软。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呀！不要杀他，不许你们杀他！快拉住他呀！这是做什么呀？年年都杀猪，月月都杀猪，怎么还吓住了？方老二一边哭一边嚎：“不准你们杀他，不准杀他！媳妇儿啊，我找人来救你了呀！这是我的媳妇儿啊！娘，你救救他们呀，救救他们啊！他们是儿子的亲儿啊，是你的儿媳妇儿啊，你的孙子呀！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回事儿？娘的心肝肉啊！这猪咱们山上养了不知多少，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要媳妇儿是不是？娘给你说亲，娘给你说亲呀！不要杀他们，不要杀他们，这是我的亲儿，我的亲儿啊！方老二耳边只恍惚记得那句：还不快去！你的亲儿要被杀了，要被做成腊肉，要绝后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杀我的媳妇儿孩子啊！
儿啊，我的儿啊，娘给你娶媳妇儿，娘给你娶媳妇儿啊！你别吓娘啊！当真是养的没个男人样，杀猪都没见过啊！那磨得发亮的杀猪刀顿时又举了起来，一刀下去。我娘子死了，我儿子也死了，我都绝后了呀！离远一些，说好的这轻易不犯病，怎么说来就来呀？你们怎么能杀我的妻儿啊？方老太太，你们别吓我呀！我们每个月都来你家杀猪的，他怎么就犯病了呢？我要整孤寡老人了呀！我要为他们守花，我要去陪妻儿啊！快去请大夫！快去请大夫！你哪里来的妻儿啊？你死了儿媳妇了，死了孙子呀！从今儿起，咱家吃素吧。娘，儿子想要为他们大办一场丧事啊！儿子上个月瞧见豆豆老爷子都是这么办的，儿子还要为他们烧香，还要给他们磕头，要为他们披麻戴孝，才不枉他们做我儿子、做我媳妇儿一场啊！还要抬着这几头猪挖个坑，找口棺材埋了吗？方家人还得为他披麻戴孝，上个月逼死了那家姑娘，都没这么好的待遇，真是报应啊！哎呀，莫真不是报应吧？秦欢默默地笑了。儿啊，哪有人给猪披麻戴孝的？这都是要杀了卖钱的，等会儿还要分成一块一块的卖了呢。你怎么了呀？咱们山上养了那么多猪，将来可都是要卖了给你娶媳妇儿的呀。娘，你怎么忍心分尸啊？你要是敢分了他们母子俩，儿子便一头撞死赔妻而去。快去订棺材呀，快去请人来呀！儿子不依，儿子不依呀！方老二脑子里混混沌沌，只记得那一双清明的眸子指着那头猪，一脸肯定。那是你媳妇儿。方家的，方才这事儿啊，咱就当没谈过啊。这秦欢呐还小，咱们再等等，再等等啊。王氏说完，便抓着秦真真灰溜溜地跑了。秦欢走之前瞥了眼屋内俨然疯了的方二傻，天道好轮回，上天饶过谁？男人心思真难猜。外婆，真真可想你了，前几日都梦见外婆了呢。看见人来了还不去倒茶，没眼力见儿的东西！我儿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丧门星的东西！门外憨厚妇人立马倒茶去，还是没反应。得了吧，将来可是指望咱永富和天赐摔盆了。要我说啊，咱大哥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现在都没个儿女，大嫂也是没这福气。当初我那口子死了，祁阳才几岁，我说过继给他，他还不要。现在可好了，祁阳成了读书人，大嫂一儿半女都不曾生下。大嫂端着茶进来了，王氏这个小姑子依然旁若无人地说着，那大嫂脸色苍白，转身出了门，便吧嗒吧嗒掉起了眼泪。秦欢蹲在门口看着他，这会儿抹了眼泪，又偷偷拿了个鸡爪递给秦欢，快吃吧，回家机灵些，别挨打了。这亲事可成了？再等等吧，这事且有的看呢。彩礼倒是贵重，就是人，你也要好好问问。秦老大素来疼他多过于永富，说不得背地里留了什么银钱。他年纪小，脑子不灵活，莫要被人诓骗。你这做娘的要好好管着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这秦老大也是个拎不清的，不管是兄弟托付遗孤，还是他在外胡乱生的，总是亲不过自己儿子的。永富才是我们秦家的顶梁柱。喂，傻子，过来玩呀！你只要钻过去，我就拿骨头给你吃，你看怎么样？天赐啊，欢欢可是大姑娘了，可玩不得这游戏，不如大伯母陪你骑马。我不想骑马，你走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再挡在前头，
将来等你和大伯死了，我才不给你们摔盆呢，让你们没人养老送终。我来，他会玩什么呀？玩也不尽兴。秦永富咧着嘴就要来，却被王天赐一脚踢开。滚开！就要他来，怎么了？你还舍不得这个傻子姐姐了？哼，又不是一个娘生的，你急什么？天赐，王天赐，这名字用尽了贵重之词，也不瞧瞧自己个儿能不能承受。那眉心发黑，可不就是早夭之相吗？我说你只要钻过去，我就给你吃鸡腿，怎么样？天赐啊，大伯母给你做了油饼，快去趁热吃吧，里面加了红糖呢，这会儿外酥里热，吃着正好。你给我滚开！王天赐猛地推了他一把，秦欢眼神一闪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明明还在门边站着，一个转眼便接住了王大伯母。你要保护好肚子里的弟弟呀！秦欢笑眯眯地拍了拍伯母肚子，一股灵气窜进去。笑死人了！我奶奶说了，她就是个不下蛋的鸡，她还会生儿子，笑死人了！我不会生儿子，我当年怀孕6个月在家养胎，若不是你撞了我一把，我至于掉了孩子，至今怀不上吗？你说什么鬼话？天赐才多大，你别吓到了他。那孩子跟你没缘分，你自己怀个孕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，你能怪谁？没用的东西。说完，狠狠地剜了他一眼。大嫂子捂着脸，便哭着跑了出去。喂，快点来，小傻子！院子里养的大红公鸡走来走去。他若是个有羞耻心的，钻过去就该跳河自尽去，丢人现眼。秦永富偷偷蹲下身子，手中紧紧攥着块石头。秦欢慢吞吞地走过去。快，钻过去！小姑娘钻快喽！大家过来看啊！屋内几个妇人无动于衷，秦欢却是咯咯地笑出了声。他这一开口，数十只威风凛凛的大公鸡齐刷刷地抬起了头，并且飞快地朝着他聚拢。天赐弟弟，你身上有条虫。指着他的腿间，那模样活像是在发号施令一般。一群尖嘴鸡飞快地朝着王天赐飞奔而去。娘！一声颤巍巍的尖叫，仿佛还带着颤音一般。王天赐一个躲闪不及，便被一只大红公鸡猛地啄去，又快又狠又准。啊！救命啊！王老太太瞧见王天赐裤子间隐隐的血色，吓得尖叫一声，腿脚一软，便软倒在地。我的儿呀！王天赐早已吓坏了，倒在地上，捂着腿中间。娘，救命！你快打死这些畜生玩意儿！我的儿呀！杀千刀的东西，我的儿啊！这传宗接代的东西也完了！你给老子小声些！害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？怎么突然就被鸡捉了那地方呢？这可是王家的命根子。你刚刚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好像听到你让鸡捉他去，鸡还能听你的？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？哼，不止鸡听我的，世间万物都曾以我为尊呢。屋内又哭又闹，甚至还打了起来。你这该死的东西，养那些都是什么？连宝贝命根子都捉了，你将来是想绝后是不是？你是妒忌我小儿有孩子养老送终是不是啊？你怎么就这么狠的心呢你呀？啊，将来这孩子不一样还要给你们摔盆吗？大儿媳只低着头不敢吭声。秦欢听着哭闹成一团，抿着唇笑开了花。门外似乎大夫来了，秦欢扒在门口看，瞧见那大夫进门，里面的哭声更是厉害。本来就是早夭的命，如今只少了命根，捡到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不可能！大夫，是不是银钱不够？咱们王家有钱，你可不能治不好我的宝贝疙瘩呀！这是我王家唯一的男丁啊！是不是你
是不是你故意害我儿子的？就是你！当年我儿子年幼不懂事，害你流产，你是不是记恨在心？小儿媳冲上去就扑打在大嫂身上，躲闪不及便被扑倒在地，转身便撞在桌角上，一阵白光闪过，似乎有什么护佑住了他的肚腹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肚子！你装的，你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有什么装的？你那肚子又生不出孩子，你就嫉妒我有儿子？大夫不是在这吗？要大夫给你看了，骗鬼呢！哎，这可是喜脉呀，腹中胎儿3月有余了。有我的赐福，你还不能顺利出生？要知道，曾经有无数人跪在他面前，尊称他为神明。你刚才是不是对大伯母说她怀孕了？我明明听到你说她怀孕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什么都知道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神呢，谁知道你是个神经病呢？秦欢不做解释，只是自顾自地往前走。方才他为那腹中胎儿赐福时，隐约有一丝气息外露，这不便感觉到有了朝圣者的到来，并且带来了贡品。你来这儿做什么呢？快了，我总要去拿些贡品回来的。秦永富结结巴巴指着远处，整个人都快惊呆了。一群野猪排队跳河。猪，野猪，他们在做什么？见鬼了，见鬼！这是贡品呀，等会儿回去就有肉吃了。小声点儿，万一听到咱们就得死在这儿了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野猪排队跳河的？他们是不是疯了呀？你觉得他们是疯了，但他们为做贡品而死，下一世却是能摆脱畜生道了。于他们而言，这是恩赐。发了，咱们发财了！这里至少4、5头野猪，今年咱能过个好年了。只是瞧见秦欢蹲在野猪旁，双手虚放在野猪身上。你都要吃他们肉了，还为他们超度？哎，傻子就是傻子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完了，疯得更厉害了。这可怎么拖回去？不行，这要是拖回去，王家还不够疯呢。这可怎么办？顾韶光瞧见那两姐弟时，便被吸引了目光，站在树梢正想着，便见那河岸边扎着2个辫子的姑娘猛地转头看向他。顾韶光还来不及惊讶，一个普通女子竟是会发现他的存在。咦，似乎还有些眼熟。顾韶光还来不及细想，便感觉一股威压直直地从天而降，脚下手臂粗的树枝咔嚓一声便猛地裂开。啪的一声，顾韶光连人带树一头栽倒在地。顾韶光堂堂战神，叱咤风云的大将军，除了上次拉他入水的混账，大概就是今儿最狼狈了吧。两人看着阴影处渐渐走近的男人，秦欢在他身上看到了浓郁的气韵，但姻缘线却浅薄一丝。这是个克妻的男人呐。欢姐，他是不是看上了咱家的猪，想对咱家的猪伸出罪恶的魔爪？我也不跟你们抢，便将这些野猪卖与我罢了。我也不缺你们这点东西，不过是看你们2个小不点似乎没法子罢了。这丫头当真是好足的气运。卖了，欢姐，卖给他，到时候咱们可以把银子藏起来，想吃肉随时能买。你信神吗？不信。信那玩意儿，他可能脑袋是被雷劈了。那我送你个好东西吧。认真的在小河边捡了块花白的鹅卵石，祝你心想事成。一把塞进他怀里，拿了钱便攥着小胖子下山去了。嘿，越来越不靠谱了，就这个东西还能心想事成，比紫金还不靠谱。临安村上空弥漫着阵阵死意。临安村只怕不久要有大难了呢。今年这天太旱了，田里都快干裂了。林老头，你愁什么呀？你儿子儿媳在镇上开铺子呢。我家今年那几亩良田全都旱死了。欢欢呐，来，告诉爷爷，
爷爷能死了吗？你还有3天呢，你放心，我不卷你的。你这前几日病得起不来床都不敢断气，还真怕秦欢让你尸骨都不得安宁啊！林爷爷，多买米，买1粮仓的米，买肉，你有孙孙。咱乡下人买什么米呀？村子里各家各户都等着卖粮呢。咱有地，地里还种着菜呢，勉强撑到明年，收成就好了。如今陛下仁德，百姓日子难熬，并减少了赋税。按理来说，各家是有米有粮的，这若是卖了，只怕富安村饿死无数呀。秦欢这会儿也没说什么，只低着头往秦家去了。路上却遇着好几拨人打着火把往外跑，秦欢怔怔地看着他们，个个身上都弥漫着一股子死气。快点，快去请大夫，快让人去将村东头的老大夫请来，那孩子只怕要不好了。去将村长请来，他家孙子落水了。有个男人大喊一声，扑通一声便往水里跳。哎呀，秦欢，你这丫头别站太近了，待会儿掉下河里去，你的娘可不会来捞你呀。大明啊，大明啊，快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，你要娘的命啊！秦欢站在一旁听了一耳朵，才知道陈家8岁儿子跟着几个孩子下水捉鱼，傍晚时几个孩子被各自爹妈拎回去吃晚饭了，但陈家儿子没回。陈家老太太心里着急，出来找，凤安村都走遍了，只在河边找到了衣裳鞋袜。你说啊，你们走的时候大明在哪里？你们看见他没有？鱼呢？你们的鱼呢？只有大明带了鱼篓，咱们说好吃了饭来村长家分鱼的。走的时候，大明还在那看着篓子里的鱼呢。只见鱼篓倒在地上，鱼早已不见踪影。哎呀，怕不是拿鱼篓时手滑，鱼篓翻了，鱼跳出来，这孩子下去抓了吧？这衣裳裤子可都还在岸上呢。扑通扑通，又是几个男人跳下了水。求求上天，求求神明，我陈家一生不做亏心事儿，从未做过鸡鸣狗盗、对不起苍天的事儿。我陈家做凤安村村长几代人了，从不敢徇私枉法，求上天救救我儿子啊！老太太颤巍巍地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磕头，求上天保佑，信女愿一生伺候神明，一生不再使荤腥，必将一生行好事，终生将侍奉您左右啊！秦欢耳边似乎出现了双重祈求声，亲眼所见一道，还有一道是为祈求上天时诚心所致。秦欢眼前有几分迷茫，在他的记忆里，只要不封闭五感，他的耳边便会出现无穷无尽的祈求声，数以万计的祈祷，祈求神明降下神恩。谁家猪崽儿难产了，谁家媳妇不孕了，谁家孩子病重了，谁家娶不上媳妇了，甚至还有人贪得无厌地祈求多子多福，却又一边溺毙家中的女婴，甚至还有恶人做尽恶事，却祈求逃避制裁。那时神宫中神明众多，总有神明被蒙蔽。秦欢厌倦了，也厌恶贪得无厌的苍生。后来离开神宫，寻了一处极其奢靡的地宫，他依稀记得那下葬之人面容俊美，躺在里面像睡着了一般。后来他在那棺材中躺了1000年，再次睁开眼眸时，已经到了这具身体里了。感受到了神的气息，这是神明的气息。祭天殿内，穿着华服的男子震惊不已，神明1000年都不曾降临。天不亡我，天不亡这个朝代呀！男人眼神狂热，急急地出了殿门。秦欢脚步微抬，冷漠地转身。
村子里死气迷茫，不久后都要死于饥荒，死于天灾，早死晚死，有什么区别呢？秦欢眼里有几分迷茫，他似乎感觉自己醒来缺了点什么。陈家的，你们先别慌，我那口子水性好，大明这孩子懂事又孝顺，上天一定会保佑他的。老天爷开恩呐！老天爷，你的眼睛长哪儿去了呀？多少年不为咱们黎民百姓想想了。哪还有什么神？他们哪里会保佑我们？陈家的，你再等等，大明一定能找到的。我陈家世世代代不做坏事，当年秦欢那丫头来村里时瘦骨嶙峋的，又怕生又不说话，我才刚生了大明啊，大明一口奶都没吃上，就挤出来给那孩子吃了，给他养得白白胖胖，从未做过坏事啊。秦欢脚步微顿，这是一个神明消失的国度。他这段时日大概明白了，几千年来每个国家都有祭祀者，香火鼎盛，热闹非凡，但自从1000年前神明便不再宠幸世人，这是一个无神的时代，他大概是这世间最后一个神。秦欢走到陈氏跟前，袖手往前一伸，便在陈氏头上攥下几根青丝下来。哎呦，你这傻丫头做什么呢？别添乱，快一边去，当心掉进水里。秦欢捻着那几根头发，嘴里念了几句什么，便走到河边，看他的名字和生辰八字，将这头发烧了。你这死丫头，添什么乱？还不赶快给我滚回去！死不死，这天注定，这人命里有此一劫，老天要收人，该死就死，关你个屁事！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若不会说话，就给我滚回去！秦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糟心玩意儿啊？秦欢这孩子说的也是哈，他真不知道在外面哪里听来的。以前听我那死了的娘说过，这孩子落了水啊，拿了家中这清着物，喊着孩子名字，便能给他找回来。溺水死了会浮起来，若是活着就更简单了。村长一听也不管真假，赶紧和媳妇儿双手抓着几根发丝。陈大明，生于归来兮，归来兮。哎呀，水下有东西，有东西缠上我的脚了，是头发！天哪，是大明！几个汉子立马沉入水中，将那孩子拖起来，急忙送到岸上。秦欢只瞥了一眼，便转身离开。陈大明落了水还不清醒，眼神懵懵懂懂，只依稀看见远处一个身影慢吞吞走远。我看你是长本事了啊！要你多嘴多舌，你这么喜欢陈家，怎么不去陈家住着呢？算什么东西？对我指手画脚，怎么没让他死了呢？哼，看什么看啊？小心划烂你的脸！划烂他的脸有什么用？你是生出来就不好看，划烂他你就能好看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对自己有点数行不？我看你这样子就跟村东头那2头黑猪似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会儿秦欢将兜里那冤大头给的银子拿出来，加上秦老大私下留给他的20两，如今他还有260多两，得想个法子搬出去才行。秦欢将银子藏好，这破地方还不如我当初抢来的坟呢。为什么我就不能长得好看一些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是秦老爹的亲女儿？走到秦欢门外，去看看，爹一定给他留了钱。秦真真手上攥着把剪刀，用剪刀挑开门栓，秦真真屏息进门。你算什么东西也配享福？你怎么不随着爹一起死了呢？若是没了这张脸，我看你得意什么？手中剪刀高高举起，不知道为什么秦真真这一刻有一点发怵。秦欢没有半点动静，伸出手在秦欢鼻翼间探了一探。啊！秦真真一声尖叫，吓得猛地后退2步，跌坐在地上。啊！死了！
躲起来，怕是有人潜进来了，这怕是有采花大盗啊！家里男人一死，这些人真是当老娘好欺负吗？娘，你急啥呀？大姐那个长相，采花大盗谁找她呀？死人了，死人了，娘，死人了！怎么了？好什么好？大姐，你是不是被自己瞅疯了？大晚上的鬼哭狼嚎什么呀？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叫什么啊？你生怕左右邻居听不见是吧？你个死丫头，能不能消停点啊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娘，他没有呼吸，他没有呼吸，女儿摸到了，他明明都死了，闹鬼了，一定是闹鬼了。哎呀，忘了，我现在是个人了呀，我是要呼吸的。他以前在棺材里躺久了，久而久之就懒得呼吸了。我看你是睡糊涂了啊！好好的在那儿坐着呢，你看看是不是鬼？我看你是成天找事儿。等你哥回来就给你说清，早些嫁过去我还省些事儿。王氏骂骂咧咧地出了门，对地上的剪刀也视而不见。这剪刀是哪来的？你来欢姐房间做什么？丑是天生自带的，可怨不得旁人。你到底是谁的弟弟？你到底像是谁？他就是个傻子，将来还能帮你了。也哭着跑了。那卖粥的钱还在欢姐身上呢，跟着欢姐有钱花。秦家的欢欢起了不？昨儿个可多亏你家欢欢了，这要不是你家欢欢想的那法子呀，我这大名只怕就保不住了。欢欢呀，昨儿真是多谢你了。2只鸡，2只鹅，还包了个红封包递给秦欢。欢欢，晌午饭就来咱们陈家吃了吧，我让大明他奶奶炖了鸡，大鸡腿给你留着呢。秦欢念在鸡腿的份上，认真的点了头。昨儿咱家大明全靠神明保佑，咱们陈家想了想，干脆就给那个神明啊立了个香火。昨儿啊又将大明安在香火前，认了个干儿子。这条命上天救的，以后啊咱们陈家便是这最虔诚的信徒了。天哪，我这就喜当娘了，这么大个儿子。欢姐，你昨儿捡的兔子，野兔子还没吃呢，不如劳烦陈婶婶帮咱们处理一下吧。你这孩子，你娘啊还在家呢，不给你娘吃，拿咱家去做什么？当心你娘生气。我大哥快要参加童生考试了，娘要给他祈福，在菩萨面前许了个愿的，吃素以表心意，还是去婶子家吃的好。王氏被他这话气得差点一口气喘不上来。走，欢姐快走，记得把门锁起来。这鸡鸭鹅还在屋里放着呢，可别被贼偷了。哎呀，瞧我这破嘴，娘在家肯定能看着，要是丢了，估计就是娘吃了。说完就抱着肥兔子撒丫子跑了。孽障啊，都是让秦欢这死妮子给带坏了。嘿，欢欢来了，快，里边坐。快歇歇，欢欢啊，这兔子我就只给你做一半，你尝个鲜儿，剩下一半你回去就说吃完了。以后你什么时候馋肉了，就来我家，陈奶奶做给你吃啊。欢欢，麻烦你帮我看着二丫一下啊，我去摘几个白菜，咱们炖粉条。秦欢认真的应下了。秦欢蹲在地上看二丫，二丫嘴角滴着口水，身旁有一块干了的鸡屎。小丫头眼睛一亮，便咯咯的捡起来举到了嘴边。秦欢眉头一凛，啪的一巴掌将那鸡屎打掉。还好欢姐没犯病。正在心里夸奖呢，便见他欢姐极其认真的又捡起那块干鸡屎，极其认真的吹了吹上面的灰尘。哎，地上有灰，姐给你吹吹。好了，这下干净了，喏，吃吧。大明和小妇对视一眼，惊恐的上去夺了回来。陈大明极其惊恐的将他抱在怀里，远远的隔开了他和秦欢。欢姐，不用你看啊！欢姐，来都来了，让我鸡腿吃完再得罪人行不？到底哪儿不对了？这不给他吹干净了吗？
走走走，先去走走，腾空肚子。我告诉你，这样才能吃得多。是不是我太过淡漠，太过冷血，才让我亲自来了这人世间走一遭，体会这世间的悲欢离合？但是王氏那样的家人，我想我分分钟都能毁灭世界了吧？哎，那边是什么？那是村里的学堂呢。天下负心人多是读书人。欢姐，你可不知道，读书人心眼可多了，亏得朝廷还说读书人才是国家基本，说是国家的花骨朵呢。秦七阳在镇上念书，眼睛都快长在脑门上了。是什么？花骨朵，朝廷的花骨朵，将来能长成栋梁之才的。秦欢哦了一声，然后眼神看向了树顶一个脑袋大的马蜂窝。哦，花骨朵呀！哎，蜂窝！秦欢手指一弹，那蜂窝噌的一下掉到了地上。秦永富满脸懵逼地看着他将那蜂窝捡起来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欢姐，你要吃蜜吗？我想了想，朝廷的花朵不能受委屈，这窝蜜蜂还是留给他们的好。你瞧瞧，他们在这小房子里念书多辛苦呀！我仿佛听到陈婶婶叫咱们吃鸡腿了，咱们回去吧。这花骨头跟那些花骨朵可不是一回事啊！呸！我的意思是他们不用采蜜。呸！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花骨朵。眼睁睁地看着他缓解，抱着那蜂窝，朝着打开的窗户手一扬。哪个兔崽子撒我？不过瞬间里面就响起了学子的叫声。我凉了。秦欢眼睛一亮，冲上去便将那窗户从外面扣住，又冲向门口，将那木门拉过来，关得死死的。快来拉紧，不能让蜜蜂逃出去了，一定要让朝廷的花骨朵得到充分的帮助呀！这群兔崽子，谁在外面？快开门！兔崽子，给我开门！哎呦，炸死我了！哎呦，开门！快开门！这马蜂怎么追着我跑啊？完了，我已经凉了呀！刚刚他可是听到了，里面好几个学生都是爱捧秦七阳臭脚的，以前还专门为了秦七阳辱骂过原身这个小傻子。哼，这会儿让马蜂好好给你们采蜜，省得脑子都被糊上了。欢姐，我的欢姐啊，我求你了，放他们出来吧！完了，舍不得把花骨朵给踩死啊！呸！什么花骨朵？我这辈子都不敢说花骨朵了。秦欢听见屋内鬼哭狼嚎的，甚至那夫子还说要出来找他算账，手上一松，那秦永富拖着他便往外跑了。今儿啊，花骨朵给他上了难忘的一课。欢姐，下次你要做什么可要告诉我一声，弟弟才活几年，鸡腿还没吃够呢。哦，下次一定提前告诉你。待会儿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没来过这儿，可千万记得。走，先去吃鸡汤，估计也该熟了。欢欢回来啦，快来吃，等会儿我给你留一份，你带回去吃啊。鸡腿儿炖得软烂入骨，咬一口便掉下一块嫩肉来，那土鸡的香味儿混着菌类，当真是让人恨不能将舌头都吞下去。天哪，成神耽误了我享受美食呀！那该死的墓主死了这么多年，都没人给他上个坟，也没人给他烧祭品，天年呀，竟然一个给他上坟的都没有，诅咒他下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打光棍儿！哼！此刻的顾家大宅，哥，你到底回不回京了？娘还准备给你找第8任未婚妻呢。那淼淼名字全带水，说不得真是她呢。哥，你说你是不是被哪尊大神诅咒了？顾子金满脸哀怨地看着顾家老光棍。此事不必再提，要走也要到明年再走。你让爹向陛下进言，今年务必要做好预防雪灾吧。这天象可不算好啊。哎，哥，你手上这块鹅卵石哪来的？那我若说这块石头能心想事成，你信吗？你
你是被雷劈傻了吧？虽说我给你的那道黄符是灵验，但这也不代表这能力是批发的呀，还能跟地里的大白菜似的，见钱就送。你当大能之人是什么啦？而且你这鹅卵石就像地上随手捡的，还不如我那黄符诚心呢。不过是个孩子送的小玩意儿罢了。小千，这东西就送你了吧。顾韶光眼底闪过一抹无奈，一甩手便扔给了身后小厮小千。小姐您别急，小的帮您劝劝，这天色暗了，您便留步吧。小千回了一句，这才急急忙忙跟上。将我们暗处能流动的银钱全都让人买粮食，就近囤起来，不要让人发现端倪。小千应声点头。世子爷，您这鹅卵石是哪里求来的？灵不灵啊？小的这都20好几了，还未说清呢。这要是天下掉下来个媳妇儿，小的也满足了呀。小千眼神发亮，捧着那块鹅卵石颇有几分诚心。说起来，世子爷您从小不得女人缘也就算了，还不得动物喜爱，您瞧瞧。小千指了指旁边2条狗正啊呜啊呜极其欢快地抢骨头。一瞧见顾韶光，2条狗身形微滞，扑哧，狗鼻子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。顾韶光明晃晃地从那狗眼里看出了嫌弃。顾韶光眼皮子一翻，嘿，说来也是怪了，我生下来就不得动物待见。我去山里走走，莫要寻我。顾韶光没做他想，只一个转身便往山里去了。眼见着世子走远，这玩意儿也太敷衍了，也能心想事成。你要是这么灵验的话，不如让世子不再被动物所厌弃，不如让从未被动物所宠爱的世子被动物宠爱一回。说完便嗖的一下往墙角扔下。小千回了顾府，此刻的他若是回头，便能瞧见那灰扑扑的鹅卵石正散发出一股莹莹的光芒。方才还对着顾韶光嗤之以鼻的2条狗，突地转了身，眼神散发着幽光，鼻子微动，像离弦的箭一般朝山上冲去。深山里微风拂过，顾韶光躺在树枝上，总觉得这寂静的山林里好似传来无数脚步声朝着他靠近，心里突然发毛，一种被噩梦锁定的恐惧。天色将暗，他双眼凝视着前方，随即猛地睁大了眼睛。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啊！我长这么大连鸡都没摸过，离近了就惨叫着逃走了。他飞身上树，只见四面八方野物像疯了一般朝着他所在的方向涌来，竟然将他直接包围了起来。那闪着幽幽绿光的东西不是狼还是什么？顾韶光脸上一抽，手中的剑顿时出鞘。我怕不是瞎了吧？离得越近，他几乎能感觉到整座山都在颤抖，仿佛满山的野物都朝着他冲了过来。贼老天，你怕不是玩我呢吧？难道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让我掉以轻心，然后在今日被这些畜生踩死吗？远远看去，似乎还有手臂粗的巨蟒，还有头狼引着全族，满是兴奋地朝他奔来。他甚至还瞧见了熊瞎子，比他还高的熊瞎子举家朝着他冲过来。顾韶光举起剑，不断地慰问上天的8辈祖宗，在心里将那玩他的家伙骂了个狗血淋头。真是怪了，这山怎么像在震一般？不得了了，这山上好像出了什么怪事，山摇地动的，周边的百姓都跪在山脚下，说是山神发怒了。山神不过是些渔民罢了，哪里来的山神？世子可是上山了？是，这段时日世子爷经常上山，小姐不必忧心，世子自有那不得动物宠爱的体质，便是这满山深处都得避开他。顾子金点了点头。此刻的凤安村村民却是跪了一排。山神息怒啊！等明年收成好了，便给您老人家杀猪上供。这是不是犯了什么忌讳啊？难道是什么征兆？哎，这山里有没有人呐？咱们村里今儿有上山的没有？秦家的，秦家的，你哥哥上山打猎，被野兽踩断腿了，快去瞧瞧吧。啊，是我哪个哥哥？还没等到回话，扭头就回了家。秦欢左右看了眼，四处人心惶惶，全都不安的双手合十跪在地上求山神息怒。这哪里是什么山神降罪，明明是神明的恩泽呀！
当初黎明苍生求神明庇佑，不是求什么多子多福，就是求腰缠万贯，要么天降横财。我作为万神之首，素日里都是不接活的，可如今好不容易赐个福，一个求了雷劈，一个求了万寿相迎，这被万寿追得满山跑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你怎么不跪？你们受不起，我怕自己跪了，本就艰难的你们雪上加霜。得了，跟你这个傻子我说什么呀？我娘大概是疯了，本就没钱，还想送我去村里学堂开门。对了，千万不能说咱们去过学堂周围啊。哎呀，村长啊，只怕咱们村子要加点防守了，平日里看不出来，今儿才能窥见几分，这山上野狼野猪只怕不少，若是冬日里雪灾，只怕要下山觅食啊！那些牲畜好似着了魔一般，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，就跟狗见了屎一样。这些崽子到底怎么了？山上树都踩断了不少，咱们离山近，只怕要多做打算呐。一群人在村长院里待到深夜，最后经过此事，大家商议，今年暂时不组织卖粮了。真奇怪，大姐平日最喜欢凑热闹，今天怎么连门都不出？娘这会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娘家，她在家做什么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娘和大姐一定抓你的鸡鸭鹅去了！快些快些，欢姐，咱们的肉要被偷了！秦永富拽着秦欢紧赶慢赶回去时，完了完了，肯定是那个舅舅伤了腿，娘要带你的鸡鸭拿去送礼。上次娘说天赐命根子断了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快抓你个死丫头，你躲什么呀你？抓呀你！快抓那只大鹅，把那个大鹅给你二舅补身子，一定好得快。这几只鸡鸭留着，赶明儿卖了给你大哥送点银子去。他在书院比不得别的地方，吃差了用差了都得受人嘲笑啊。饶是秦欢没进门，都能听见里面的鸡飞狗跳。娘，我不敢啊，我不敢啊！他这大儿要啄人，要啄人啊！秦永富推门进去时，屋内鸡毛乱飞。秦永富有些懵，转头看向欢姐。我说了吧，想占我便宜的，这天下就没敢生出来呢。娘，别抓了，娘，这是村长一家送给欢姐补身子的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经过欢姐同意了吗？就擅自动她的东西。秦永富迈着小胖腿就跑上去拦他娘，王氏一巴掌就给他劈在后脑勺上。什么擅自啊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个鳖孙子，你到底是不是老娘生的呀？这些畜生真是见了鬼，怎么这么精啊？老娘吃的住的丝毫没亏待他，这屋子里都是我的，我什么动不得。别说给了你养欢姐的银子，找你爹要去啊！你爹尸骨都留在战场没回来，我看你找谁评理去？给我捉！你捉呀，看捉不捉死你！快捉他，快捉他！谁捉的厉害，我就先吃谁哦。我真是个傻子。哪知话音刚落，那方才还有几分疲态的牲畜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扑腾扑腾着命都不要了，朝着他和秦真真身上扑。秦永富躲在欢姐身后。好恐怖啊！王氏尖叫一声，只见王氏手背上正挂着一只大鹅，长嘴正死死咬住手背。王氏手臂挥舞，竟是甩都甩不开。这孽障，这孽障！富贵，富贵，快去拿刀来！娘剁了他的脑袋！我爹可说了，我将来一定很贵重，这些肉吃下去铁定长2斤。大鹅，好样的，咬它，咬它！救命啊！他要啄我的眼睛，这些杀千刀的畜生！救命啊！只见一只鸡扑腾到他头顶上，吧唧一声拉了一泡屎，便飞着跑了。这鸡飞狗跳的日子啊，还挺有意思的，比躺在棺材里有意思多了。少爷啊，谁对你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啊？赶忙让开丫鬟，送了热水和干净长袍过来。少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当年第一次上战场也没有这般狼狈呀。被一群畜生追得满山跑这种事儿绝对不能说，将来必须带进棺材去。想起棺材，顾韶光脑子微微一刺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遗忘了。
秦家闹得鸡飞狗跳。完了完了，战斗力这么强，我吃他们还是他们吃我都不一定。去那边待着去。便瞧见方才还战斗力爆表的大鹅率先走在前头，领着身后几只鸡鸭排着队进了圈。哎，他们还能听懂你的话？这都死在屋里了吗？啊，还不快扶老娘起来，快去给老娘烧点水。我大姐这会儿正伤心呢，肯定不会动。欢姐兜里有钱有肉呢，我才不跟肉过不去。第二天天还未亮，王氏便出了门。欢姐下蛋了，2只鸭竟然下蛋了，公鸡不下蛋咱可以杀了吃。欢姐，我给你炖鸡蛋，平日里娘都将鸡蛋留给大哥卖钱，给我也蒸一个，拿钱买，这蛋又不是我下的，说给谁就给谁。秦真真气得扭头出去了。欢姐，我不想上学，读书人心眼多，大哥就是个例子。明儿你去考吧，我给你找了关系，后台硬着呢。难道欢姐真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高人？明儿是秋季，那等我考了回来一块去看秋季啊。秋季是什么？完了，这欢姐越发傻得厉害了。欢姐，你给我找的后台是谁啊？小福一定不会说出去，等小福出息了一定好好报答你。秦欢左右望了望，总感觉黑暗中有一双眼睛看着他。我给你找了这世间最大的后台，什么达官贵人都要求他，那人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你就放心吧，没人比你的后台比你的关系更硬了。秦永富一脚踩在石子上，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哎呀，欢姐，你害我呀！欢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真的找了观音菩萨？完了，欢姐，你害我，你坑死我了！火烧火燎的往家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哭。我的好朋友就是观音呀，这有什么不对的？慢悠悠地进了院门，那道视线便隔绝在门外，只是似乎依然在门外徘徊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一边打嗝一边背书。你大姐呢？大姐跟村东头肖家姐姐好，今儿不回来了，她住肖家那儿，别管她。你可别去肖家，肖家大哥混不吝，每次都会奇怪的眼神看着真真姐。你比她好看，你可别去她家，你这么傻，别被人诓骗了。秦欢哦了一声，看向院门外黑漆漆的地方。我不去，他就不会来吗？深夜，秦永富已经睡了，因着秦欢嫌弃屋内有鸡鸭臭，两人便换了房间。秦欢在隔壁突的耳朵微动，可惜这秦寡妇一家二家年老了一些，这要是年轻貌美，今儿个可就赚翻了。男子轻声嘀咕，听声音似乎从墙上翻了下来。男子似乎早早打听好了秦欢的睡处，直直地朝着秦欢的屋子走去，用刀挑开了门。萧大郎心潮澎湃，放轻脚步便朝着那捂着被子睡的人扑了过去。妹儿啊，哥想死你了。这是妹儿的脚，哎呦，妹儿看着瘦瘦小小，这脚倒是胖乎乎的，哥可最喜欢小胖脚了。萧大郎掀开被子，那嘴朝着脚便凑了上去。秦永富唰地睁开眼睛，他好似梦到有狗在咬他的脚，刚要抬脚，便感觉到一阵湿漉漉的东西在挠他脚心儿。我操，好臭！好臭！小美人的脚怎么这么臭？秦永富嗖的一下跳起来。小赖子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你有病是不是？摸进来啃我的脚！今儿没他娘管着，更是出了一身臭汗，都没洗脚。但饶是如此，他也被吓了一跳。萧大郎一听声音便知糟了，秦真真那小娘们糊弄了我，回去再收拾那小娘们。正要拔腿就跑，就见门前倚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哥来啦！来了就好好玩玩呀！秦永富眼皮子跳了跳，我姐这是又学了什么啊？今儿王氏不在家，就这傻着傻，小着小。姐，你做什么还不回去睡觉？明儿娘就回来了，当心娘抽你。
秦永富怒斥一声，就跑到秦欢跟前，把他往外推。今儿我可听秦真真说了，王氏3天内都回不来，这小子竟然还想糊弄我。小胖子，给这点3碎银子拿去买糖吃，今儿你就在这屋睡着，我陪你这傻姐姐说说话如何？你且放心，他不过是个傻子，还能怎么着？将来还不是砸在手里了？你若是同意，此事我也不会说说。将来你要缺吃少喝了，就来找哥哥，你萧哥哥就是你亲哥哥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娘就快回来了，我娘会杀了你的，你赶快给我滚出去！秦永富站在秦欢跟前，秦欢能感觉到他腿肚子都在打哆嗦，明明那般害怕，却依然站在比他高了不知多少的萧赖子面前。秦欢心下微暖，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。别闹了，你娘可恨不得将他打发出去。再说你不说我不说，谁能知道？就算知道，你娘也不会找我麻烦。你敢？只要我不死，我终有一天会长大。你敢动他，将来时时刻刻都要小心你的命。你敢来，你试试。傻孩子，你欢姐的便宜可没人敢占。秦欢冰凉的小手捂住他的眼睛，小腹似乎还听到了一声低叹。他正想说什么，便听见耳旁一阵痛苦凄厉的惨叫。我也是你随便能指的。原来砍人竟然是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呀！啊，你可别乱学，好姑娘是不砍人的。啊，该死的东西，你竟敢砍我！臭娘们，想死是不是？信不信老子啊！眼见着秦欢又举起了斧头，吓得那萧赖子浑身一哆嗦，一股尿骚味儿便传了出来。欢姐，把这混蛋拖出去！你可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让人瞧见有男人摸进咱家，这不是坏了你的名声吗？秦欢哦了一声，将斧头翻过来，用背面一头将萧赖子敲晕。我来拖，你别动手，我有经验。秦欢慢悠悠的拽着一只脚便上了山。我欢姐不会说的是绝坟拖尸首出来的经验吧？欢姐，这大半夜的进山太危险了，咱直接扔到外头，别让人看见便行了吧？便见他开始蹲下，扒萧赖子的衣裳。你大姑娘家的，你做什么？你可是个黄花大闺女，那你来。秦永富被他逼得没法，3两下便将萧赖子扒得白条条的。秦欢上前将那萧赖子双脚捆起来，系脚踩在树干，手一拉，便将那剥光了的萧赖子倒吊在了树上。我的亲娘啊，你在哪里学的？明儿可是秋季，全凤安村都要在这山脚下祭天呢。哎呀，这不正是秋季对着的方向吗？黄花在哪？你给我把黄花找来。什么黄花？你想吃黄花？黄花大闺女凭什么没黄花？凭什么我没黄花？气得扭头就飞奔下山。哼，瞧不起谁呀？黄花大闺女凭啥不给黄花？我好累呀，我真的好累。欢姐，真是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我被夫子收下了。我今儿一大早去，统共就背了人之初性本善那几句，没想到夫子全考了，还没考完呢，夫子回去奔丧了，他岳父死了。我可是给你找了关系的，这绝是走了后门啊！要不是拜了观音菩萨，我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啊？你可真是我亲姐，你可真是我亲姐啊！将傻子当亲姐，秦小凤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跟傻子待久了，人也不正常了吗？昨儿你去哪儿了？大姑娘家的，在外面露宿像什么样子？你是不是又跟那不三不四的人在一块儿了？怎么跟你姐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，我是那不三不四的人吗？难道萧赖子昨夜没有去他家，一定是吃了亏不敢宣扬？哼，便是你长相娇美又如何？还不是个破了身子的，将来啊，如何能高得过我呢？神明在上，
凤安村村长陈有福携全村人为民请命，求神明降下恩泽，求神明庇佑凤安村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粮食大涨，凤安村必将约束自身，上无愧天地，下无愧百姓，求神明恩赐。众人一跪下去，秦欢这突兀的站着就有些明显了。受得起我跪拜的好像没几个。秦欢，你个死丫头还不跪下？当心触怒神明！哎呀，我的欢姐呀，快跪下！这会儿别说你老人家了，连远在京城的皇帝陛下都得跪下祭天呢。几个婶子按了他一把，啪嗒，另一个膝盖还半弯着呢，不曾跪下去，便只感觉一阵地动山摇，忽然摇晃起来，仿佛一阵恐怖的威压由天际直冲冲的下来，将众人吓得浑身发麻。神明发怒了！神明发怒了！众人只来得及喊一声，便全都跪在地上，疯了一般磕头，跪得腿脚发麻，村民才颤颤悠悠地爬起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北元朝今年有大难？可陛下仁慈英明啊，也不是那等。谁也没有发现，秦欢膝盖直起后，那阵剧烈的抖动才勉强停息。刚才秦家的小妮子站那儿，怕不是触怒了神明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跪他呢。江老婆子，你得讲理啊！秦欢才多大，他担得起这么大的罪责？要我说呀，不定是谁苛待儿媳妇，被上天斥责呢。总觉得方才那事好像跟欢姐有些关联啊。哎呀，那是谁家在山上挂的白条条的肉啊？这还不曾入冬就挂腊肉，也不怕臭了去。挂山上也不怕被狼叼走了，谁家那么富裕啊？老婆子既然看到了，那老婆子也有份儿。这话还没说完呢，站在最前头的就喊了一声：“哎，小老婆子，这好像是你家大郎的声音呢。你家大郎挂在山上呢。”肖奶奶，肉还割吗？小夫给你拿刀。啊呸！你个王八蛋，咒谁呢？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自己说的要拿刀去割一块肉，吓唬孩子做什么？我的大郎啊，我的大郎哎，我苦命的儿啊，快来人，快来人！哎呦，哪个瘪三这般为难我的儿？哪个小兔崽子？姑娘们都先回去了吧，看什么看？小姑娘家家的，不害臊啊！哎呀，真真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先去瞧瞧我哥，不知道哪个傻千刀都害了我哥，要让我知道，非得撕烂他不可。急急忙忙的跑了。大姐好像跟肖赖子很熟，不如大姐去看看好了。弟弟刚刚瞧着肖赖子衣服裤子都没穿呢。你说什么混话呢？我是你亲姐，你就不盼着我好是不是？姐不姐的先不说，你先好好做个人吧。小福虽小，但父亲说的话还记得的，要堂堂正正的做个人。奶奶，来来来，奶奶看看，可瘦了。哎呦，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奶奶可给你带了辅臣的吃食回来，等会儿给我的乖孙长长肉啊。你娘呢？娘去外婆家了，说是小舅舅伤了腿。大小姐和大公子先歇息歇息吧，这地方小，都没地儿落脚。等会儿我便请了村长过来。秦永富将好吃的好玩的赶紧扒拉到秦欢屋子里。等娘和大姐回来，你就吃不上了。你先藏一些，不然娘肯定要偷偷给大哥送去。秦欢刚拿起个烧饼啃，便见一团金光闪闪的东西正眼巴巴地看着他。咦，哪来的小和尚？天生的佛子啊，浑身金光刺眼呢。出了府城，这小和尚便说与他有因果，光着一双脚便跟着马车走。我这年纪大了，心软，便将他带上了。谁不知道祖母心善仁慈，连小和尚都不肯走呢。不过是个小乞丐罢了。秦欢眼神直直地看着那小和尚，扑通一声，小和尚便直直地朝着秦欢的方向跪下了。怎么了？快起来！你这孩子怕是饿着了吧？该跪的，该跪的。他一路寻来，只瞧见这家人身上带了几丝功德之气，这才跟了来。此刻那女子头顶大
大片大片的金光都快将这房子笼罩起来了。我那妹妹心好，你要谢就谢吧。小和尚没说话，只极其郑重地落后秦欢半步的样子站定。舅奶奶，这也是咱家的妹妹吗？长得可真好，精致玲珑，比玉荣在府城里看到的姑娘还貌美。这哪里是什么秦家人，这不就是我以前给你说过的，我那儿子抱回来的闺女，非说是他在外头生的，别看长得多美，其实就是个傻子。你们平日里多去方家走走，方家大儿子马上就是秀才了。知府表叔回来了吗？那你可见不着了。你表叔贵人事儿忙，姑奶奶也是想家了，带几个孩子回来一趟，顺便给个安静的环境给你方真哥哥念书。那小和尚怎么又来了？孙儿，问问他一路上的见闻。哼，这王氏怎么还不回来？这都出去几日了，将我孙儿放在家中，也不怕饿坏了。这女人啊，当初果然不该娶她进门。我儿子可怜啊，家中4个孩子，竟然只有小夫一个人是亲生的。至于秦欢，儿子说是亲骨肉，但我是不信的。我那儿子长得5大3粗，能生出秦欢这张脸，那在外的姘头得有多漂亮？那么漂亮，能看上我儿子？老太太心里门儿清。不过儿子死前都不忘传信回来善待这个孩子，我自然也不会缺他一口饭吃，但多的却也不会帮了。这会儿秦欢坐在屋子里，却是捂着额头，有几分迷茫。方才午睡时竟然做了个梦，他竟是听到耳旁有过一丝低低的呢喃：欠你3世苦难，还你此生无忧。这当了人还学着人做梦了，竟然这般神奇。小和尚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爱吃素，我要吃肉。就是啊，小和尚，你为何不吃肉？我自生来就不喜荤腥，一沾荤腥就头疼。那你就是天生的小和尚了。其实我不是和尚，我只是家中爹娘都不允，这才逃了出来。生来带着功德，只怕前世有过大善之举，这要是进入空门，只怕便是大师级了，天生的大师了。说来也是奇怪，我爹娘都不是信佛之人，在怀上我之后，却是每日都有僧人来我爹娘府上，告诉爹娘我是佛子，若是入了空门，将来必定是圣僧。我爹娘不愿，便将人打了出去。爹娘日日逼着吃荤腥，还让我学习治家之道，还要继承家业，我便逃了。那你就逃了，就因为让你吃肉，让你继承家业，你家可有万贯家财？不止。可是一方首富？大概不止。毕竟他爹曾说过，这天下将来都要给他。哎呦，心疼死我了！你个憨憨，你不用你给我呀！爹娘赠的名字乃是凡俗之名，我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范阴，你叫我范阴吧。范阴，小和尚不去庙里待着，来咱们家干什么？咱家可不像方家，大门大户，整日里白面馒头供着你。本想再说什么，却远远的瞧见王氏回来了。妹妹的情谊又精进了。妹妹这还不算什么，真正有天分的还是明珠。当初你可瞧见了，明珠蒙尘多年，在乡下待着，没有经历过半点打磨，可人家只听我弹了一遍高山流水，就能完美的记下来，这呀才叫天分。明珠命苦，能得父亲大人救回来，已经实属极大的好运了。是，幸好遇见了咱们父亲。不过明珠也真该是秦家的人，11岁的人明明一直长于乡野之间，偏生那身气质却是改不了的。昨儿他给我写信回来，说是本来因着不曾读书习字，略有些自卑，感觉自己愧对秦家名声，让秦家蒙羞了。那哪里能怪得了他？琴棋书画堪称过目不忘，甚至都学得很轻松。秦家人如今可把他宠成了掌中宝，那这不是爹爹说的天才了？秦欢听着过目不忘，这不是大家都能掌握的基本技能吗？明珠妹妹啊，确实是难得的才女。我若是有明珠妹妹一丝天赋便好了。欢欢妹妹，你觉得玉荣姐姐弹琴好听？我不喜欢琴，我最喜欢唢呐，唢呐最好听。
几个丫鬟纷纷笑出了声。唢呐难登大雅之堂，也是了，你哪里听过什么琴音啊？初闻不知曲中意，再闻已是关中人。将来你就明白唢呐动听了。唢呐不能站着听，要躺着听。你换个姿势就明白了。这话咋听得那么不对劲儿呢？你这话我不太明白。千年琵琶万年筝，唢呐一吹全剧终。听不明白的时候，躺着就明白了。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明白，毕竟等你明白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还小，听什么唢呐？不听啊！你可是方家的大小姐，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做甚？哎，我跟你个小傻子计较什么？瞧着你这冰雪可爱的脸，我竟是将你当做了明珠妹妹，竟是还探讨起来了。大哥，你先去看书吧，下个月就要院试了，爹亲自给你做保，你可要再拿个恩手回来，不然呀，明珠妹妹身边青年才俊一多，你可就没戏了。方正脸色通红，这才气急败坏地跑了。待方筝一走，让人摆了几样实心的糕点。平日里很难见到这些东西吧，都尝尝吧。真是可怜见的，一生都走不出这地里。这般容貌是个傻子，还毫无家世背景，长在乡下也就是换些彩礼，若是在府城或京城，只怕更是要带来灾祸。不是人人都有明珠妹妹那样机遇的啊！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，走不走得出又怎样？有些人就是洗去了一身的泥土，那祖上不还得地里刨食出来的？再说了，还没到祖上呢，我爷爷和你奶奶是兄妹，2个人在年还一块抢富人家狗盆里吃的呢。关键咱们走，忘恩负义，背信弃义，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方玉荣给气哭了，连带着方家几个丫鬟都看秦欢和秦永富没啥脸色。秦永富2人从方家出来时，正好遇上陈家大爷出殡，一行人敲敲打打，撒着纸钱儿，正好碰见秦欢迎面而来。送葬队伍有瞬间的安静，陈家人面面相觑，心里发怵。花儿啊，我家老爷子走之前可是放心的断了口气呀。他说他问过你了，可以死，你不扒他的，对吧？不吧，要不我祝他往生极乐？这孩子还真是个好孩子呢。这才放心的继续敲敲打打送上了山。我也好想要，当初都没有人给我送，害得我抢别人的，一点都不合身，一点都不适合我。那口是黑色的，黑黝黝的，有几分通透，说是什么墨玉，但我想要口绿色的，一定很好看。哎，欢姐，你以后可不准离珍珍姐还有那个方家小姐近了，我怕你被他们卖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说那事儿，爷奶觉得如何？孙儿本想将这亲事说给大妹珍珍的，但那家人对相貌却是极为的挑剔，又是读书人，想来会好好教导欢欢，将来嫁过去也不至于吃亏。我这做哥哥的，总不至于让她嫁给什么傻子吧？你们若是愿意啊，明儿个我便带欢欢去相看相看。祁阳的同窗哥哥，又是书香世家，配欢欢绰绰有余了。若是给大女儿争争，也配得上啊。但想起儿子说的，那人素来喜好美貌女子，且爱在床地之间折磨人。但秦欢就不一样了，年纪小，脑子傻，不懂事儿，就算在外面胡说，人家也不一定信啊。不如这般吧，明儿我带欢欢去庙会，咱们相看相看。我虽然不是欢欢的亲生母亲，但一直拿她当亲生女儿的，这有门好亲事，也对得起老秦了。哎呀，这孩子若不是个傻的，这命得多好！瞧瞧那眉眼儿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般娇美的。我看人家都说陛下宫里的娘娘好看，这孩子比娘娘也差不了多少吧。一群没见识的东西，不过是副好看的皮囊罢了。我明珠妹妹才是天边明月，可惜你们无福巧见。这会儿秦欢几人去的便是临安寺。这丫头要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就好了，我是脑子好些也好啊，将来一定是祁阳的助力。
娘，将来我养欢姐吧，欢姐不想嫁就留在家里，大不了我少吃些，等我考取功名了，再重新把自己吃得贵重点。你瞎说什么？女人都是要嫁的，说到好人家才是归宿。说什么亲呢？你给小弟找个好亲事就行了。小弟将来可是读书人，那你总得娶个知冷知热的呀。娘给你说了几个你都不满意，你到底要怎样的？你那事儿若是捅出来，你爹娘脸还要不要？你弟弟还要不要赶考？你这是病，等娶了媳妇儿就好了。我不管，今儿找的这个，据说是10里8村最好看的，家境不好，听说脑子受了些伤，只是不大会说话。你这事儿啊，他看不懂，将来也不容易被发现。长得好看，你也能改过来不是？你也别嫌弃他脑子不好使，娘可听说了，他若是脑子聪明，嫁到官家都是使得的。老板，我爹放这里的东西可以拿了吗？我妹妹要说亲了。小姑娘，你回去吧，这话不是早告诉你了吗？你爹说了，这是你那妹妹将来要能证明身份的东西，这是属于她的，除了她谁都不好使。你爹既然花了价钱保存在这里，我就要替她守好。可我妹妹吃傻，她如何能保管？况且既然妹妹已经是亲家人，还证明什么身份？她是个傻子，还有谁肯要她？还是那句话，你爹说了，除非她嫁人生子，那家人好托付，才能将这信物拿出来，或是满了15，她自己来拿。将来她是寻亲也好，卖了换家用也好，都是她的事儿。二妈，除非她死了，这信物才能交由秦家人。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别拦着我做生意，真是晦气。此刻的小傻子秦欢却是站在古刹门口疯狂的吸气。我吸，以前对这香火之气爱答不理的，如今却是高攀不起，这都多少年没闻过香火味儿了。秦永富看着他疯狂一顿吸，也学着他吸了一口。为啥咱俩不一样？你这一吸好像喝了2斤二锅头，啃了2斤卤肉似的。这是欢欢吧？长得可真好，我家陈根儿也来了，快来叫欢欢妹妹。若是娶回来，我哄着她，自己将来行事不是更方便？况且这般美貌也是极有面子的事儿。欢欢妹妹，秦欢看都没看，便踏步进了寺庙。咱们先进去拜菩萨吧，今儿正好15，来了就给菩萨上一炷香。应该的。这菩萨相看，更是好姻缘呐！你瞧这俩人，周兄弟高大俊俏，秦姑娘娇小可人，将来入了门啊，一定是个疼媳妇儿的。秦欢抬头看着满脸慈悲的菩萨，微微点头，好似打了个招呼似的，不，更像是上级视察下级一般。跪那是不可能的，1000年前他就是众神之首，这膝盖还没跪过谁呢。施主，求支签吧。罢了，今儿啊，先求姻缘，我那女儿和这位周家兄弟合个姻缘，看看成不成。啪嗒，两人各掉出来1支签。小沙弥捡起2支签，低头瞥了一眼。师傅，这俩人是不是天作之合？这俩人若是成了亲呢，一定能和和美美。今儿要是得空，便请师傅赐个日子，这俩人也好办亲事儿啊。这亲事一定假，只怕喜事变丧事啊！天作之合哪是什么天作之合，这是下签，2支都是下签。两人若是成了，轻则家中丢财丢名，甚至祖祖辈辈都出不了读书人，吃不上皇粮；重则啊，这家中3日死头猪，7日死个人，都是有可能的。这两人怎么能成婚呢？真是胡闹！这两人若成了，第一个便死娘。周氏王氏面如锅底，吓得脸色惨白。媒婆张着嘴，半晌没回过神来。我说成10几对，每对都来求了姻缘，这怎么就不一样了？还一来就死娘，这老头不会糊弄人吧？不如再求1支，这一定是求差了。对，再求1支。两人双手合十，诚心地拜了拜菩萨，又抱着签筒摇，2支签文又出来了。师傅摸了摸，施主
好运气呀！这临安寺800年都求不出来的下下签全出来了，这还是下下签中的王者。这2支签若是成了一对，估计，也就灭个门吧。你们再求一个，再求一个。这谁说的亲呢？什么仇什么恨呢？啊，说成了就灭门。去，凑什么热闹？这老和尚算得不准。老和尚，你算的这般准，那你给我算个命。我生于……周成不大欢喜，上前报了生辰8字，有意为难和尚。那和尚却是摇着头：今日不算了。这骗钱的东西，在本大爷面前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得现形。待到周成冷哼一声离开时，和尚才道：不给死人算卦。秦欢被众人挡在身后，待到几人离开了，秦欢那张小脸才露了出来。瞎子刚一抬头，瞎了不知多少年，眼前永远都是黑漆漆的，此刻大放光芒，膝盖重重的朝着秦欢跪去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太刺眼了，闪瞎了。惊叹了一句，便慌忙爬了起来。师傅，你不是都瞎了几10年了吗？您不是施主，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老师傅诚惶诚恐，转头看了眼菩萨。啊呸！活像能看见似的。不对呀，菩萨怎么下来了？不对呀，这怎么下来了？不对，不是菩萨，但是满身香火，却又金光闪闪。不是菩萨是什么？您怎么来了？您可是有什么困难？香火吃吗？问出口又觉得自己魔怔了。怎么会觉得菩萨下来了呢？可是这明明就跟供奉菩萨时一样的气息呀，而且比那气息更浓厚。管他是不是啊，反正是惹不起的人。吃饱了，饿了再来。你这双眼倒是瞎得好，下次我给你带个佛子来，天生吃这碗饭的。他怎么这么说师傅呀？什么就瞎得好呀？说的是，施主慢走。眼睁睁看着他晃晃悠悠的出去了，快扶我进禅房。娘，我要吃糖。等你好好拜了菩萨，治了病我就给你买外糖人啊。这大师怎么突然不看了？大师，求求你帮帮我这个老太太呀！我这儿子不知被什么邪祟缠身，整天疯疯癫癫的。我给你说哦，你吃过蜜糖吗？甜吗？欢姐不会又要整人了吧？我想吃糖啊！秦欢眉头一挑，蜜糖就是蜜蜂拉的屎，从屁股拉出来的。你可以抓几只尝尝，蜜蜂长得越大，蜜越多。不甜你找我，别人我还不告诉他呢。你不能告诉别人哦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拐角处，顾子金震惊地看着那娇俏少女哄人。哥，竟然有如此神人啊！不过这身形好像有些眼熟，脸倒是长得精致。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妹妹，我见过的话一定会记得的。就是他，给了我一块鹅卵石，叫我许个愿。哼，那个小骗子又在唬人了。他可真有意思，他跟那个傻子什么仇什么怨啊！小时候被那些姑娘欺负，要是有他这般脑子，我就不会被欺负了。此刻秦欢哄着那方傻子爬上树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伸出手朝着大蜂窝掏了一把蜜出来，那亮晶晶的蜜上还沾着几只蜜蜂。方傻子眼睛亮了亮，伸出舌头一舔，姐，好吃，我要吃蜜。说完便抱着个蜂窝从树上窜下来，身后嗡嗡嗡的蜜蜂密密麻麻，看着极其瘆人。姐，青姐，你出气出够了吧？咱们走吧，快走吧！说好的要做什么，要告诉我一声啊！拽着秦欢就跑，身后传来一阵阵的尖叫声。哪个杀千刀的诓骗我儿？你是想死吗？居然掏蜂窝！哎呦，可炸死我了！该，真是该，就是要这般好好治治。咱们去那许愿池看看吧，听说那许愿池内呀养了许多千年王八，
不少未婚男女都曾来许过愿呢。只要将这铜板扔进去，正好扔在龟背上，正面就是心想事成，反面就是一生顺遂，都是好话呢。哎，我扔中了，我中了！哎呀，正面呐，心想事成，今年我儿子一定能种秀才。这能有多难？正面反面都是好话，这要是不中，那得倒了8辈子的霉吧？这都是骗钱的。成哥也来，许愿池里淋着呢，瞧瞧你和欢姑娘多配呀！媒婆一人给拿了个铜板，心疼不已。欢欢，你也来。只给了欢欢2个铜板。我是比他缺胳膊少腿了吗？为什么要歧视我？旁人都是10个，为啥我就2个？媒婆见众人看过来，连忙又补了几个给他。还知道钱少了，这也傻得不算厉害嘛！来，咱们许愿喽！成哥和欢姑娘一定是一门好姻缘。王氏、周氏齐齐往前一扔，从龟壳上滑落，然后滚啊滚，2个铜板立在了水中央。哇，好运气呀！正面心想事成你不要，反面一生顺遂你也嫌弃，竟然给你立起来了，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福泽呀！直到周成第3个铜板下水，再次立了起来。这他妈也太邪门了吧！这都是巧合，好事多磨，好事多磨。2人又齐刷刷地扔出铜板，池子里又多了2个立起来的铜板。哎，这临安寺的大师傅也很难呐，为了让香客有个好心情，正面反面都给了好寓意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给立起来，大师们也无奈了呀。哎呀，那老师傅不会说的是真的吧？娘，我可不想死，我要死了，秦家就断根了啊！周成手中还有5、6个铜板，心里一狠，当场全部扑通扑通地扔下了水。那一个个铜板滚啊滚，散在池子各处都是，然后全都立了起来。偌大的池子里立了一堆铜板。我倒是好奇，你们求了些什么呀？连上天都看不下眼了，连菩萨都发威了，你这是为难菩萨呀！算了吧，你们换个心愿吧。此事不成，亲事作罢，这事就当提都没提过。欢，我们走。他就求个姻缘，怎么这么难呢？老天爷莫怪啊！我家可没说情，可不能连累我家祁阳啊！祁阳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将来可要保佑他做官老爷，保佑他吃皇粮啊！还官老爷呢，顶多就是个阶下囚。娘，你的祈祷老天爷只听到最后一句哦，嘿嘿，所以只能保佑他来个牢狱之灾，吃个皇粮了。说什么鬼话呢？不争气的东西，说了几门亲都不成，长这么漂亮有什么用？娘，这跟欢姐有什么关系？这老天都不看好的事情，你小心点哦。老和尚说了，第一个死娘呢。你个兔崽子！老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容易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不能忘记老娘，都是老娘的功劳。娘，你这么恶心啊！这还一把屎一把尿，你合着一天就给咱们吃这些啊？娘，我会报答你的。说完便吧嗒吧嗒跑了。大概是今儿早起喝了凉水，肚子有些疼，准备去找个茅房。正走到茅房那儿，秦欢竟然也在此处，手中还拿了个粪桶。王氏眼皮子跳了跳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去看着你的弟弟？小福丢了，小心你的皮！欢欢在等着报答娘的恩情呀，娘一把屎一把尿，养大欢欢的恩情。知道就好，将来的彩礼。哎呀，娘，你的屎尿之恩，欢欢先还你一部分喽。欠啥还啥，欢欢是懂礼的人。欢欢提起手中粪桶，唰的一下，整个倒扣在了王氏脑门上。啊，这是有味道的报恩呐！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这个小瘪三，老娘就不该对你心软，老娘就该在你爹死后将你卖到窑子里去。临安寺阁楼上，顾子金站在大哥跟前，正好瞧见了这一幕。天哪，这女子，这得什么人才能驾驭得住？她未来的相公会不会死在她手上啊？顾韶光
眼皮子微跳。天啊天啊，他竟然将粪桶盖在他娘脑袋上了！我当年要是有这魄力也就不会受欺负了。哥，你说这人要是长在京城，动不动就泼粪，会不会把那群自诩为大家小姐的人吓死啊？不过他娘怎么说话这般昏暗，竟是想要将女儿卖进窑子里去。哎呀，你这个孽障！老娘当初就不该进你家门，以后秦家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你这个孽障东西，跟你那个死老爹一个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这果然不顺呐！许愿都能立起铜板来的人，这得多被上天厌弃呀！没想到这才出门又被粪桶盖头了。娘，你不是说一把屎一把尿吗？欢欢报恩，这是好心，我哪儿错了？欠啥还啥，有啥错？娘，你可别说话了，屎尿都流进嘴里了呢。王氏还待再骂，谁知秦欢一句话愣是将他气得哇的哭出了声。瞧着他找地方去换洗，秦欢还一脸懵逼。好意提醒，怎么还气得更厉害了？哼，不识好人心，不识好歹，提醒他还哭呢，什么人啊！哎呦，欢欢，你真泼你娘那东西了？是我娘说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欢欢，要欢欢将彩礼给她报恩。可是彩礼是什么呀？欢欢没有，就想着先还她些屎尿之恩。谁知道娘还气哭了。欢欢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得亏你娘没说什么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，不然王氏今儿怕是要提刀来了。老秦家的，别的不说，当初秦老大可是过了明路的。他说了，这个孩子不人所托，不算他另给你的银子养欢欢，那孩子自己是带了50两银子来的，秦老大可全都交给你了。50两，我的乖乖，秦老大咋不放我家来呢？20两就够了呀。秦欢这丫头是大家看着长大的，统共也没花到3-5两银子吧？这钱都去哪里了？你别拿了人家的钱又嫌弃人家啊！那可是50两啊！也是了，欢欢穿的用的都是见秦真真剩的，倒是你那读书人儿子，听说在镇上动不动就饮酒作诗，1个月都得好几两啊！我如今算是看出来了，这秦欢就是不祥，绝对是个瘟神，不然秦老大怎么死了呢？他3次谋算秦欢，结果都出了意外。村长，我要把秦欢分出去。这丫头说我不是她亲娘，我也留不住她了。王氏，欢欢这孩子脑子不好，犯了错你多担待些，毕竟当初是你自己拿了钱领的人的，没道理钱花光了孩子不要了吧？况且咱村里也没这个理儿，把11、12岁的姑娘分出去，怎么的？你这是嫁来了咱们凤安村，就不把咱们村看在眼里了？我好歹还得为秦老大做个主，这孩子不能分，你要缺口吃的，让欢欢来我家吃。你们以为我容易吗？秦老大走得早，我一个人不得拉扯他4个孩子，这孩子又是个不懂事的，你们谁要谁就领回去。他不是救了你们家大名吗？你给他领回去，你给他领走。欢姐，我不让你走。村长，我想要山边那座放牛屋，你把它给欢欢吧，欢欢不住秦家了。欢欢呐，别胡说，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活呀？听你婶子的，你爹给了银子给他的，他该养你的。那地方哪里能住人？咱们村里几十年了，也没见过单独把傻姑娘给分出去的。我不跟将死之人住。王氏一听这话，又要上前挠他。众人见这相看两生厌，哪里像是母女，倒像是仇人差不多。眼见着要在他家门口寻死觅活，急忙让人将秦家二老请来了。没2个时辰，便在众位村老的协助下，秦家将欢欢单独分出去了。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秦家还亏了呢，我秦家可不欠你的。以后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等我弃养考中了，发达了，可别来攀亲戚。丧良心呐，丧良心呐！这哭着喊着没粮，不知道谁昨儿个还在镇上高价卖粮啊！这黑心，秦老大死了也不会放过有些人的，拿了人家钱还把人赶出去，这还是人吧？这大冬天的，你是想冻死人？切，死到临头不自知，你那放在掌心的儿子，迟早得要你的命。
秦欢戴上了自己的小金库，然后朝着鸡鸭使了个眼色。陈家送的几只鸭和鹅便排队跟了出去。欢姐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走，你别走，我少吃点，我不要贵重了，你跟我住，你吃我的。秦欢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眉眼一挑，这孩子竟是与自己有了一丝牵绊。只是晚上不来你家，白天你可以来找我呀。腿长在你身上，你娘还能不让你来见我？可是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一个人住在山脚多危险，又不是珍珍姐那样，大晚上出去都没人接她。你觉得有人能占我便宜吗？说来也巧，秦欢那山脚下的屋子离方家宅子不远，正好遇见方家大门口停着一辆华丽奢靡的马车。秦小姐一路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快进屋里坐坐。秦姐姐舟车劳顿，府上早已备好膳食，还请屋里坐。这是明珠妹妹的姐姐，如今太傅的嫡孙女。这是玉茹妹妹吧？听明珠提起你许多次，说是一直有你照顾她，如今看来果然明珠眼光没错。声音有几分雌雄莫辨。一行人迎进了屋。妹妹，听说方真兄弟是读书人，不如带哥哥讨教一下学问吧，正好缺几本书，在镇上买不到，不如你为我引荐一二。秦其阳笑着道：你哥啊，生在乡下，已经是咱们耽误他了。那方家带了好几车书来，你快带你哥过去。待那两人朝着方家去了，秦欢却是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回了他的茅草屋。欢啊，这屋子呀，只怕要修缮几天。你这几日在婶子家住啊，等修好了，你再搬回来。屋顶要做结实点啊，还有这墙，不然冬日要被积雪压倒的。而且下雪有野兽下来捕食，抽空啊，婶子再给你修个院门，还能种种菜，养养鸡。村子里屋顶都修缮一下吧。只说了一句，便不肯再说。村长听进了心里，干脆等把欢欢的屋子修好，都加盖一下。他点头的瞬间，秦欢黑白分明的眸子里，这些人头上的死气便淡了几分。秦欢在陈家住了7天，陈家媳妇搓了搓手，将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给他用栅栏围了个小院子。明儿啊，这些都是各家凑的。欢欢呀，冬天要是冷，就来婶子家住着，不然你一个人住这，婶子也不大放心。况且冬日里野物要下来觅食，可别伤了你，你这栅栏也防不住狼呀。这是我那老族长给的谢礼，往事让你受了那么大委屈，你都没掘我那老叔公的坟，他们一家都谢你呢。陈家媳妇笑着抓了只鸡过来。对对对，这可得好好谢谢。这老头运气可真好，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，连欢欢都不绝了。欢欢捂着心口，眼神有几分迷茫，似乎有一阵暖暖的感觉顺着心口直达4肢8脉。欢呐，这快降温了，你娘给你的粮食哪里够？到时候你记得囤一些过冬，得等到明年新粮下来才行。你若是不够，我让大明给你背20斤粗粮来。陈家嫂子快速说完，便拉着几个婶子走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呢？这是什么呢？欢姐，我来陪你用饭。秦永富生怕他那漂亮姐姐被人欺负了，端着碗粥和咸菜往这儿跑。欢姐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低头就低头。我决定等会儿去姑奶奶家一趟，你就住在她旁边，万一有个什么事也好照应你一下。秦欢还没开口呢，堂屋后便听到了一阵说话声。难道是天仙下凡？我这白日里难道是见着了仙子了？得罪，都怪祁阳看书看花了眼。秦永富是个爱八卦的，拉着秦欢便跑到了栅栏旁，与那两人只1墙之隔。毕竟我这么美，公子看错了眼也是应该的。姑娘说的是祁阳冒失了，姑娘便如那天边的明月，祁阳一时间看差了。不过姑娘想来是比那神女更耀眼的，姑娘可是来方家走亲的，方家老太太是我姑奶奶，姑娘是方家哪门的亲戚啊？屁的姑奶奶，来秦家前秦祁阳都不姓秦呢，平日里一副看不起秦姓的样子，这会儿倒是来攀亲戚了。自然是走亲，我家在京城，爹娘管得严，从未离开闺阁。
如今难得出来一趟，自然要好好看看。走之前我还将嬷嬷给甩掉了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祁阳可为姑娘做向导，也不枉咱们亲戚一场。那秦姑娘似乎极好骗，迟疑了一瞬便点头同意了。似乎听得婢女的呼声，秦祁阳这才以不能坏了她的名声为由从山上跑了。哎呀，他要是被我大哥那个不争气的骗了，可怎么办？我娘整天要找个富家小姐配他，这下可真是要让他如意了。为啥好看的小姐姐都喜欢大哥？我反倒比较同情你大哥，真的，将来得多大的阴影呀！多谢欢欢替我引荐灵安寺。灵安寺最适合你，你一定会成为名扬天下的圣僧。圣不圣僧不打紧，只要良心能安便好了。欢姐，宋家来人了，说是来赔罪的。身后跟着宋人头和秦祁阳。宋人头面上对秦欢骂得厉害，但这段时日却是日日都梦见他。今儿终是没忍住，寻了个理由来访同窗，却是背着怀孕的妻子来了凤安村寻秦欢。没眼力劲的东西，还不赶快去倒茶！宋兄大发慈悲来看你，还傻愣着。也不等秦欢反应，径直便带着宋人头进了秦欢的屋子。小傅，去煮些饭，中午我要与同窗好好聊聊学问。你咋不回自己家？陈婶婶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除非你不是个男人。况且那宋人头就不是个东西。胡说什么？我是你哥，煮饭去。欢姐一碗米，我一碗米，大哥一碗米，畜生一碗米。啊呸！给你点口水。又往宋人头的那碗米里吐了点口水。欢姐一碗水，我一碗水，大哥一碗水，畜生一碗水。行了，我真是个天才。秦永富一咕噜全下了锅，秦欢悠哉悠哉地坐在小椅子上。欢欢，我娘那人你别跟他计较，大字不是一个，做人儿子的大哥也不好跟他说什么。宋兄打小就跟你定了亲，迫于家庭原因娶了妻子，心中却是记挂你的。这不，来看看你。不跟他计较，难道跟大哥计较吗？爹爹说了，当初我带了50两银子来秦家，都给大哥念书了呀。你这孩子，一家人分什么你我？那你们为什么又说没钱了，要欢欢搬出来呀？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宋兄来看你，你瞧瞧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宋家日日大鱼大肉，宋父又是读书人，你可知道入了宋家的门，将来可是有享不尽的福气了。祁阳兄，你不如去端口茶水来，我与欢欢说会儿话。秦祁阳面色不善地点了头，这才出了门。欢欢，你可知道，从小我便怜惜你没有母亲，秦老大又是个大老粗，不知你想法，让你受了这般委屈。没想到宋哥哥也无能，竟被逼娶了那大小姐。秦欢眉头轻挑，还能有人脱了你的裤子把你按床上？哼，又不是杀猪。欢欢，咱们之间的情谊是不同的，你可知道，在这世上只有2种人会像我这般对你好，这般念念不忘，一种是你爹，另一种是相公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欢欢坐在墙角，手一伸，便单手将秦欢禁锢在墙边，深深地凝视着秦欢。这可爱的小东西，莫不是被自己撩得面红耳赤了？自己养个妾在乡下，平日里打着看秦祁阳的口号就能来约会，妻子现在怀孕分身乏术，根本察觉不了的。不懂。你爹死了，这世间最后一个疼爱你的人也走了，你真的不懂吗？宋人头慢慢低下头，朝着秦欢那鲜嫩的朱唇移去。只要跟了我，一定会像你爹活着一般，过得肆意自在的。秦欢小脸上满是茫然。爹。凤安村内，一辆马车急急地朝着山脚下行驶而来，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冲进了小院，身后还跟着一串村民。夫人，您这还怀着身孕呢，咱请县令大人来，您可别动了胎气啊。此刻宋人头离秦欢的嘴唇不过拳头远的距离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代替你爹照顾你的起居，保证比你爹活着还过得快乐。这个快乐是你爹给不了你的，这是男女之间的快乐。谁知道秦欢却是勃然大怒。你个狗东西，竟然想当我爹，竟然连我死去的爹都不放过。不是我，你听我说呀，我的意思是。宋人头愕然震惊地看着他，自己明明是要养他做小妾的意思呀。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想当我爹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干脆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。今天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秦欢怒了，这个狗东西竟然想当我爹，我
天地间最后一个神明，天生天养，上天赐予的神力，生来便有智慧，便凌驾于众神之上，谁敢当我一声爹？秦老大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不且称得上。这个狗东西竟然想当我爹！秦欢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，抓起桌上半块秦老大的牌位，便用那尖尖的一脚朝着宋人头的脑袋砸去。一丝丝温热的血顺着脑袋瓜子流下来，想象中的丈夫与容貌娇美痴傻女子滚作一团，似乎有些不同。滚倒是滚在一起了，但是那痴傻娇小的一方愣是将他那相公压在身下打，砸得满头是血。快将人拉开呀！凤安村村民这才哦两声反应过来，将秦欢拖开。都给我走开！老子今天不打死这个小畜生，竟然想当老子爹，是你能当的吗？小畜生，老子是你能养的，你能生出老子这么好的崽儿？救命！老子今天非要抽死你，还想当老子的爹？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为夫本来是与秦兄探讨学问的，谁知这位妹妹扑上来便追着为夫打，这女子一定是嫉妒为夫毁了婚约，为夫是冤枉的呀！当初明明是给了王氏100两银子来退亲的。放屁！明明你想当我欢姐的爹，也想当我的爹。明明我听的你说要养我欢姐在外，会比我爹还要好。你明明就是想当咱爹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100两，我的乖乖呀！王氏那老婆子还整天喊着没钱，将秦欢赶出来了。丧尽天良的，退婚100两都养不起个秦欢吗？这个亲戚呀！村长眼底有几分愤怒。宋公子在凤安村不受欢迎，还是莫要来了吧。咱们都是些没读过书的大老粗，这退了亲的还同处一室，像什么话？宋家家教就如此不入流吗？赶明儿咱们可要去宋家问问了。这欢欢是长得好，却没想过这些人竟是胆子如此大。有些人有娘生没娘养，自然毫无教养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叫脸，什么叫丢人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无美苟合。呵，你若是什么良家女子，会有人登堂入室对你起心思？你这丑女人，好不讲道理！你怎么不承认自己丑，管不住自己的相公呢？你竟敢说我丑！孩子不会撒谎，是什么就说什么。你本来也没欢欢长得好看，这还不许人家说真话了？叫我说，欢欢配你相公，看起来也不般配，你俩真好。村长嘀嘀咕咕道：“只是来看看秦兄罢了，秦兄可以为我作证的呀。”宋公子是读书人，以后莫要做留人画饼的事儿。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你们2位就配得很。走吧啊！来人家家里要做人家爹，你脸咋那么大呢？不要脸的东西！也不看看自己那丑样，你配得起这么好看的欢欢吗？自己愿意吃屎，还真以为人人跟你一样想吃了？那宋夫人便是有嘴也说不清，瞪了眼宋人头，便上了马车，一路往县城去了。宋人头心里发慌，只匆匆给秦七阳告辞，便急忙追去了。待那一行人走远，七阳，你跟我来一趟。秦欢谢过了几位婶子，便一块儿出了门。出来时正巧遇到王氏拉着车粮往外运，似乎是卖了高价。欢姐，你看隔壁那个骚包又来了，每次那个什么姐姐一出来，咱们村里那些男的都不下地，在家门口守着呢。秦永富指了指方家门前那身姿窈窕的姐姐，贺婶子见天的骂呢，没见过那家大小姐走路这般摇摇晃悠，像个狐狸精似的，软得像没长骨头似的。秦欢却是看着那人过来了。小妮子，可是看我看得呆了去，姐姐这容貌是不是比你更胜一筹？姐姐，馒头掉了。女子神情缓缓僵硬，秦怀宁条件反射般捂着心口，然后往上提了一提。你个杀千刀的东西，老娘跟你成婚10几年，你都没流过鼻血，哈哈，你居然就蹲在门口看一个狐狸精，看得鼻血直流。老娘今天不打死你，你看今天老娘打不打死你？你瞧瞧，
这下完不完美？还冲着秦欢抛了个媚眼儿。秦欢脸上一抽，只感觉辣眼睛，扭头就走。好似在哪里见过，怎么这般眼熟呢？也没深想，只让人牵了马车往镇上去了。好兄弟顾韶光在青山镇，听说他被雷劈了，听得此话，二话不说就追了过来。这种事不当面嘲笑，枉为人。路上遇见那瘦瘦小小的秦欢，又忍不住将他换上了车。我啊，自小就喜欢美人儿，你呀，算是入了我的眼了。秦姑娘，秦姑娘，且等等祁阳。秦姑娘，祁阳有个同庄家中出事了，于情于理都该去探望一二。谁知一抬头，便见他那傻妹妹正端坐车上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也不怕冲撞了贵人，赶紧给我下来！佳妹不懂事，秦姑娘莫要跟她计较。不知秦姑娘能否捎祁阳一程？祁阳虽说家中贫寒，但同窗如今更是艰难，总要去支援一二。是那个得了马上疯死在床上的男人吗？原来大哥你竟然还有这等好友呀！马上疯是什么？骑马的时候疯的吗？这俩姐弟怕不是来搞事儿的，尺度可真大。这乡下小家伙们都懂这么多吗？哎，真是苦了我家明珠了。小姑姑唯一的女儿，在乡下生活那般久，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呢。行了，上来吧，男女有别，你坐车夫旁吧。若是自己略施小计，再引得他芳心暗许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也是娘家要计较，也舍不得女儿们。女子失了名声，那是灭顶之灾啊！秦祁阳眼底闪着一抹阴暗的光芒。秦妹妹，你家中可有兄弟姐妹？你这一人出来行走，不多带几个侍卫，当心登徒子啊！若是不嫌弃，下次若有需要，可来书院寻祁阳，祁阳愿尽绵薄之力。什么叫登徒子啊？我知道，就是我哥这样，大男人对女子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秦祁阳脸都黑了，只是他书院近，在半路就下了，那恋恋不舍的样子，活像这车上坐着他的钱罐子。方才那人是你哥，可真不像是一家人。对了，你们可听说这镇上有人被雷劈的？秦欢猛地坐直了身子，小脸绷紧。没听过，没见过，只听过镇上有一处富人家别院有只狗被劈了，听说劈的头发又卷又黑，只剩一口牙是白的。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随口一句话，怎么还能被雷劈呢？京城都闹翻了。哎，这又是克妻，又是被雷劈的，将来可怎么娶得上媳妇儿啊？你自己花钱求的，谁知道竟然有憨憨求这个？我是无辜的，我天地良心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任何人。前段时日山林异动，据说还有人被山林野兽追着跑，可听过？哎，罢了，你们哪里会听过？我那兄弟就是这般倒霉呀。秦欢面无表情，他已经无话可说。到了顾家门前，早有门房禀报了顾家人。关姐，我想尿尿。奴家让人带秦小公子去如厕吧。秦怀宁身后的婢女站了出来，秦怀宁点了点头，干脆便一同去了。秦欢跟着进了正门，站在围墙下，耳边仿佛响起一阵低语：许你一生欢乐无忧，这愁苦之情我便替你收着了，只愿你能开心喜乐，不再为情爱牵绊。声音渐行渐远。关姐，吓死了，吓死小妇了。那秦姐姐比我的还大，竟然比我的还大。我造了什么孽啊！吓死我了！明明她穿着裙子的，明明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姐姐了。哎呀，忘了告诉弟弟，秦姐姐得叫秦哥哥了呀！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怎么可能是个公子呢？啊，吓死欢欢了！你面无表情地说这话，我总觉得你知道点什么。秦欢心下狂笑，面上却不敢表露分毫。太欺负人了，他太欺负人了。村子里那些叔伯看着他都流鼻血了，要知道他是男儿身，不得气坏了。
了。哎，我哥竟然还要娶她呢！不行不行，这事不能只坑我一个人，不能只吓我一个人。欢姐，你可不准把他是个男儿身的事说出去，让我哥也见见，让他也看看，吓不死他。什么仇什么怨呀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！你哥那起了色心的东西，等要把人哄到了床上，啊哈哈哈的，怕是得疯。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嘛，买糖葫芦吃去吧，别怕啊，以后找媳妇儿看清楚，只要下面没那2两肉，还是能娶的。那我才不娶呢，我准备嫁出去。我想了想，女人嫁来我家，生了孩子吧，我还得养孩子养媳妇，还得跟着我抢吃的。我要是嫁去别人家，又不用彩礼，又不用起新房子，多好啊！欢姐，你说我聪不聪明？再说了，我娘太霸道，将来铁定得打架，不信你看着吧。反正他喜欢大哥，他说了以后要跟着大哥的，我要把自己嫁出去。我真是一个聪明的宝贝蛋。好在你爹只立了个衣冠冢，尸体都没找着，不然我还得给他加2块大青石镇着才行。小妇一脸不解。哎呀，你掘遍了村里的坟也就算了，你连自家的坟也不放过了。我怕你爹棺材板都盖不住，出来削死你这个东西呢。这家伙竟然想把自己嫁出去，你可真是牛逼坏了呀！拐角处，穿着一身桃红裙装的顾子金捂着唇笑得直不起腰。他爹一定要笑死他，一定会笑死他。怎么还能有比我哥更憨的人呢？竟然还有人靠掘坟报仇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啊？子不教父之过，老祖宗更有过啊！亏了，原来还有这等操作。你们可是怀宁的朋友，这位妹妹，你看着有些眼熟啊，不知你年方几何，可有定亲啊？我觉得你长得像我嫂子。哎呀，竟然没认出我这个送雷劈的神呀！这位妹妹相貌可真出众，在京城都没见过你这等容貌之人。不知妹妹平日里可有什么爱好啊？什么叫爱好？就是你最常做的事儿啊。我知道，就是挖坟呀。我欢姐挖过的坟绝对比你见过的都多，谁家惹了他，老祖宗都得出来说道，再不然就得请德高望重的来评理。这爱好咱们怕不是在2个世界。不过妹妹这不受欺负的性子可真棒，一定很解气。我若是有你3分便好了。找我姐姐呀，我欢姐专治不服。那便要先谢谢妹妹你了。方才听得怀宁说秦欢妹妹，只怕你便是欢欢了吧？这名字可真欢乐，听着就觉得嘴角上扬。等会儿我带你去见见什么叫道貌岸然。哼，那什么明珠暗头，什么明珠蒙尘，欢妹你都比他配这个名字。这颗明珠站在跟前儿就发光耀眼，若是有入京的一天，那秦明珠可不得气死。想想2人都姓秦，还真是巧。喏，瞧，那里便是那人设立的施粥棚，说是感念上天庇佑，让他还能寻得至亲，便在这儿施粥行善。还有人说呀，他是慈悲心肠的菩萨，老天爷保佑才让他回归了自己的位置，这是上天的宠儿，得上天宠爱的。话音刚落，便见那施粥棚突地发出刺耳的断裂声，正跪在地上说吉祥话的人被砸了个半死，那群施粥的下人更是砸断了腿。人群中响起连绵不绝的尖叫声。秦欢端着个碗喝着粥，那是秦永富眼疾手快冲进去求来的。喝粥的时候我想什么了？哦对，就心里默念了一句，祝善心的你此刻心想事成。合着你丫的竟是压根没想施粥啊，只怕还心底想着饿死了就饿死了，没想到竟是出现这种效果。哇，我的嘴是不是开过光啊？呵呵，你开心就好。从秦明珠这个名字回京后，他便日日做着噩梦，梦中自己穿着一身嫁衣躺在血泊中，一个从未见过的貌美女子让人生生地抛了他的腹，取出了那血乎乎的胎儿。他在梦中吓得尖叫不已，看着地上那人比他长了几岁，想来是长大了的他。对面那貌美女子他明明没有见过，烟波流转，
泄露出丝丝杀机。梦中的他吓得寒颤不止，见到那张脸的瞬间就想起了秦明珠这个名字。你怎么没死在那场雪灾中呢？你就不该回来呀，甚至还带了他回来。你若是在雪灾前就了结自己，你怎敢将他带回来呢？不过一个痴傻儿，你不会妄想他能护住你吧？听得他浑身直哆嗦，顾子金突然打了个哆嗦，手背上起了一层层的鸡皮疙瘩，伸手抚了抚，将那巨翼压下去。他明明都不曾见过秦明珠一面，如何会听得这个名字便控制不住的恐惧呢？难道是因为他在梦中活生生抛出他腹中胎儿吗？顾子金头疼，突然一双凉悠悠的手按在了他太阳穴处。不该想的东西就不要去想，纠结于往事只会堕入无边地狱。脑海的昏沉顿时消失不见，那缠绕他的噩梦竟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让他诧异的是，他竟然在那丝记忆中窥探到了原身秦欢的存在，只是不曾有自己。毕竟他可不觉得会有人能杀了自己，最后还死相那般凄惨。是不是说，就算自己没有穿过来，秦欢也会与顾子金相识，最终两人凄惨死去？既然这一次他放弃了这身子的所属权，那这具身体就是自己的了。哇，欢欢你真厉害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。我这几日噩梦缠身，夜夜睡不好，又是惊又是怕，都不知怎么了。等吃罢了饭，我带你去看看小马驹，我哥亲自驯化出来的。小马驹？那我还没吃过马肉呢。吃完饭不要脱离侍卫的视线，这乡下很容易出事的。我上次和丫鬟走夜路，被贼人跟踪，那人竟是举着板砖跟了我好几里，再晚一些只怕性命不保了。顾姐姐长得漂亮，一定是那贼人有所企图。像我大姐出门从来都不用怕的。侍卫牵着那匹白色小马驹，小马驹看着还有几分野性，眼睛斜视着顾子金，让顾子金不敢爬上去。秦欢眼眸一扫，吧唧，小马驹膝盖一弯，温顺地跪下前肢，满是温和顺从。咦，今儿怎么不觉我了？这马驹名曰随风，是一匹神骏后代，极难驯服。我哥将他训得出了野性，但还是不服我，今儿竟然转了性了。顾子金满脸喜意，小脸笑得无比痛快。小姐你慢些，公子说了他不在这，你不许上马。欢欢你瞧，我会骑马了，等我会骑马了，我便带着你看这大好世界去。此刻一行人站在山脚下，山风呼呼地吹着，秦欢只一瞬间便感觉到了空气中淡淡的腥气。侍卫慢他一步，飞快地上前将顾子金包围起来。姑娘下马，有危险。话音刚落，耳旁便传来一阵嚎叫声，张开血盆大口的瞬间，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腐臭的血腥气。姑娘小心啊！直直地朝着顾子金扑去。顾子金坐下马驹，似乎受到了惊吓，当下便发起了怒，要将顾子金甩下去。欢姐，快走！仿佛疯了一般，朝着顾子金冲去，连背部中了一刀，插着刀也要朝他凶狠地扑去。阿欢跌跌撞撞地朝顾家别院跑去，4个侍卫当场死了1个，还有3个竟是都受了伤。几个侍卫对视一眼，纷纷从同伴眼中看出了凝重，只怕是人为控制。大哥，子金好怕，大哥。秦欢轻叹一声，都给我趴下！一股威压从天而至，死死地趴在地上。趴下的不只是那头秦永富，趴在地上惊惧的眼神对视。秦欢扫眼望去，侍卫也趴下了，丫鬟也趴下了，那匹名为随风的小马驹4肢着地地趴在地上。顾子金正死死地趴在他背上，四周所有人皆匍匐于他跟前。顾子金嘴唇微张，眼中带着震惊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欢姐威武，欢姐牛逼，欢姐霸气。
老子才不怕呢！让那些神明下属将来扒出来，丢不丢神呀？还要不要这张老脸了？顾韶光赶来时，就是瞧见这一幕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求坐下来谈谈，然后就成这样了。趴下谈？大概趴下比较有诚意吧，五体投地，四肢着地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哥，这畜生不知怎么了，只攻击我一个人，自己也没得罪过任何人啊。那声你给我趴下，真的是他说的吗？主子，只怕是被人下了药引过来的，属下立即派人去追，只怕有迹可循。哼，这些人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。不用了，直接从经理查，只怕是从经理跟过来的。先带小姐回去检查，今年紫金先不要回京了，跟在我身边。哼，不知是谁竟会对一个深闺女子起了杀心。紫金的过往他调查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半分遗漏。到底是谁呢？欢欢，方才是不是你让他趴下的呀？一定是你救了我，你简直是我的福星啊，欢欢！我一见你就好喜欢，好像从前见过似的。我姐姐就是从小比较得动物喜爱罢了，她想吃什么，鸡鸭都能往开水里跳呢。瞧瞧人与人的对比啊，有些人可是被野兽追得满山跑，我这条命就是欢欢救的了。走，今儿可要好好谢谢欢欢，等我写了信告诉娘，将来顾家必有重谢。顾子金亲昵地拉着秦欢上了马车，顾韶光让人处理现场，便骑着马跟了上去。这马车可真软。软是软，就是车夫得有把子功夫才成。我哥第一次驾马车，还吓得一个夫人崴了脚。说来也是好笑，我哥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，竟是连马车都不会赶。那我才不要做车夫呢，我要骑马。我长大了也要骑马，像顾家大哥那般厉害。欢欢与我有恩，送你一匹马也不算什么的，你就是要小心了，那马鞭子抽人可疼。我哥上次从府城回来，路上遇见一个妇人，嘴里骂骂咧咧不干净，听着似乎还遗弃了家中妓女。我哥听着不大爽利，当场就甩了他一鞭子，估摸着得在床上躺半个月呢。你若是学，那可得小心了，鞭子抽在自己身上可疼呢。秦永富听着咋就那么耳熟呢？那不是他娘最爱干的事儿。前前后后他娘因为遗弃秦欢倒了3次大霉呢，每次都在床上躺了半个月。我娘这么倒霉，3回遇上同一个人。猛地掀开帘子，秦欢也看了过去，果然那眉宇间一丝丝牵绊竟是自己的。秦欢心里一惊，朝着顾韶光翻了个白眼儿。欢欢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，说起来我第一眼就很喜欢你，果然遇到你便是各种好事情，你一定是我转运的福星。可能你命中注定就该认识我。一行人下了马车，进了顾府。难道这就是一尿之恩？这也能有因果？现在对神明要求这么严苛了吗？快吩咐厨房去摆些好吃的糕点，我要请恩人用膳。京城古有6月飞雪，今朝有冬夜桃花盛开。瞧瞧这满京城的桃花，花开盛艳，艳丽非凡呐！好兆头，好兆头！今年北渊一定有大喜之事。诸位可有发现，这桃花盛开可都是朝着一个方向，仿佛是迎接什么人归来一般。咱们陛下英明神武，这是陛下得上天恩赐，得上天庇佑的征兆啊！听说承天殿的一群人呢，已经跟疯魔了一般，说是有圣子圣女归来。他们的圣子多年前就失踪了，如今的承天殿呀，那就是个空壳子。几个读书人眼底有些不屑。早在1000年前，古书记载，那承天殿高于皇室，甚至皇室见了承天殿圣女圣子都要退避朝拜。后来神明不再降临这片大陆，承天殿仅能在世间寻找离神最近的圣子圣女，护佑万民。此时的秦家气氛却是有些凝重。祖母，您说，原来明珠并不是那等被人唾骂无眉苟合的孩子。明珠曾经在乡下无数次猜想，该是什么人才能生下明珠，生而不养，却又抛弃。明珠一直以为自己是没人要，直到祖母你找回明珠，原来明珠有爹有娘，
娘是太傅幼女，爹他竟然是承天殿大祭司，是千年来最具神威的圣子。原来明珠不是野孩子。祖母本来不确定，但昨日你说了一句，这天气寒冷，光秃秃的没什么可赏，要是有桃花可赏该有多好啊。今儿一早便开了花，桃花开遍了整个北院，这不是神迹是什么？老太太可莫要哭了，妹妹若是知晓，九泉之下也不安心了，孩子回家就好。就是，老太太，你可别哭了，这孩子找回来是好事儿。我若是能有这么聪慧个孩子，少活几年我都甘愿。只可惜了上次天生异象，连族谱都没上。秦明珠微垂着眼，让人看不清神色。前世哪里有过什么天生异象，甚至连北渊桃花盛开都不曾有过。难道自己重来一世，让自己保留着记忆，真的得了上天的眷顾？只是顾子金到底留不得了。前世顾子金从乡下回来，带回一个被继母搓磨的脱了相的痴傻儿，谁会知道那个痴傻儿才是秦太傅亲外孙女呢？横竖是个傻子，只要死了便什么都没了。委屈我明珠了，等过段日子，老婆子亲自去找族长。只要能陪在祖母跟前，明珠上不上族谱有什么要紧？况且更要紧的还是……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哼，不过是个丫头片子，有什么可稀奇的？昨儿明珠梦见缤纷万里，四处都是一片白，千里飘雪，万里冰封，遍地死尸，那白莹莹的一片。明珠心中痛得厉害，却又不知该说不该说。明珠啊，你说的可是今年有雪灾？可秋季才说了，今年瑞雪兆丰年是个好兆头呀，而且还是那祭司亲自说的。名臣祭司本就不如大祭司，当初若不是大祭司带着我儿跑了，他都只能打个下手。我明珠是大祭司之女，知晓未来倒也不算什么。此事不管真假，我都要先带明珠去承天殿走一趟。今年参加院试的方秀才在哪里？中了暗手。方少爷，报喜的来了，你家中了暗手，秀才第1名呢。哥，你中暗手了，我要去给明珠妹妹写信，告诉明珠妹妹，我哥呀在给她攒彩礼，要给她争状元夫人回来呢。衙役报了喜，又往秦家去了。这些人难道不知道我儿中秀才了？都没来个人恭贺，都去隔壁了呢。方少爷可是暗手，整场考试中第1名，这会儿方家正散喜糖呢。他是暗手，可不是？听说你们2家还是亲戚，这还真是有趣。一个暗手，一个最后1名。衙役说了一声，便笑着走了。啥？我外孙考上暗手，考中头名了！老婆子，快去抓几只鸡！方家那孩子考上秀才了，还是头名。考上秀才这么好，全都往他家送鸡。你说我要是也考上状元，将来会不会吃不完的鸡鸭猪鱼啊？我劝你别走这条路，你就是考到老也考不中的。文曲星他老人家就跟你无缘，大雪要封山了，也说要下山觅食了，又要死人了。欢姐，你说真的吗？咱们去告诉村长吧，让大家不要单独出门，万一被野兽攻击可怎么办？那又如何呢？与我何干？天下人人都求神明的庇护，救了谁不救谁都不公平。施主，您有早夭之命，多行善事即可化解。早夭之命，小和尚眼神倒是挺准，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人早已夭折呢？我可不信这天下还有人敢早夭我的命。施主多行善事，来世可投好胎，将来可往生极乐。往生极乐，我去了极乐，恐怕你们佛祖要慌呢，小佛子啊。至于投胎，我是没有来世的人。随即便错身而过，村民们都喜气洋洋地领了糖和鸡蛋回去。秦欢经过时，妮妹妹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可是风大进了沙子，可要祁阳帮你吹吹。祁阳今儿中了秀才，本想送个小礼物给姑娘，可瞧着似乎姑娘并不大需
需要。怀宁瞧瞧，祁阳知道怀宁你见多了名贵之物，祁阳一直觉得金钱是最为俗气的东西，便亲手为你做了根簪子。说完便将簪子递了过来。第一次看不够精致，怀宁你若是看不上，那我便……若是京城男儿对我说这番话，怀宁还以为是那人既舍不得钱，又想讨好怀宁呢。不过祁阳你不是这样的，你视金钱如粪土，你是清高的读书人，对不对？方家要摆流水席，你说我哥要成了个断袖，我娘会不会一根绳子吊死啊？断袖你就给他缝好呗，这个还值得吊死呀？再说了，断袖就换一件喽。昨日我可听见大哥说要和怀宁姐、怀宁哥哥聊聊京城的见闻。他说自己考了秀才，将要迟早要上京城考取功名的。他想聊就聊呗，跟女孩子聊那不是更要坏了名声，长个教训也好。走，出去醒醒酒。方兄你文章做得好，没想到酒量也是极好。祁兄莫要走错了，那边是女眷的屋子。来人啊，去扶着点祁阳兄。玉荣妹妹，我肚子有些疼，恐怕是来月事了。方玉荣抿着笑，便拉着他去了房内，只独留秦怀宁一人半卧在长椅上。秦祁阳心跳的咚咚的，又快又慌。怀宁等急了吧？想到你一个人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，我这心便疼。来，快来屋里坐坐，女子受了凉，将来肚子疼。秦欢拽着秦永富趴在窗户口，眼神直直地看着屋内。他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扒拉他衣裳？大概在生孩子。我娘说了，想跟人生个孩子就得扒拉他的衣服。不过两个小脑袋趴在窗沿边，看着秦祁阳一双手不安分地在秦怀宁手上捏来捏去。等久了吧？怎么穿得这么少？手心这般凉，女子可不能受冻啊，不然将来子嗣艰难，且身子也难受。我爹娘说不可与异性独居一室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掏出什么来。门外两双小眼睛又圆又亮，刺激。年，祁阳哥哥答应你，此生一定给你荣华富贵，只要你相信我。秦祁阳摸了摸他的脸颊，你幸好遇见了我，若是在外被拐子带走，你可要哭了。你爹娘也真放心，若是祁阳，只怕担心的食不下咽，又无法安睡了。我爹娘最不放心的是那些对我怀有二心的人啊。这秦怀宁可真是个好人啊，我哥咋就听不出来呢？好了，别说什么混话了。怀你醉了，小姑娘家喝那么多酒做什么？酒能坏事啊。伸出手想要将他抱上去，却发现他颇有些重量，自己竟然抱不动。祁阳哥哥，你我独处闺房之中，那怀宁可是坏了名声，怀宁不依的。爹爹说只有夫妻才可如此呢。秦祁阳伸手细细地摸着他的脸，摸到了他的喉咙处，微微怔了一下，另一只手却是急不可耐地解他裙带。此刻两人微醺，秦祁阳脑子里迷迷糊糊的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，却又抓不住，只将其放到一边。怎么解不开？你的裙子怎么解不开？解开干啥呀？秦怀宁慵懒地将裙带一扯，便任他摆布。怀宁，我的好怀宁，将来我一定会功成名就，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我生来就在富贵之家，享尽这人间繁华，你竟是以这般承诺便想哄骗我，哼！看着他急匆匆地脱下自己的衣裳，秦祁阳迷茫的眼神有片刻震惊地眨眨眼，然后眉头紧蹙，又哆哆嗦嗦看去。小哥哥，你是在掏什么呀？我也有哦，你看看是不是跟你的一样啊？秦祁阳低头一看，我操！裤子都脱了，你给我看这个！你竟然是男的！你是男的！哼，我觉得你该自卑。更是气得秦祁阳一个倒仰，差点生生死在当场。老天呀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！秦永富飞快地伸出手捂住欢姐眼睛，正看到心头上呢，你敢捂老子的眼？秦永富，你死定了！为了我那可怜的姐夫，秦祁阳逃了，慌不择路地逃了，整个人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似的。
眼神恍惚，身形晃悠，时不时脑海里还能想起那一幕。那个人眼神轻蔑地看着他，然后说了一句：你没我大，你该自卑。哼，真是胆大包天的东西。我爹娘可从不担心我，只担心你们这些色胆包天的登徒子。待他穿戴整齐，嘴角轻勾，可看够了。没看够，只看到你们在那掏呀掏。你掏什么呀？把那秦启阳吓得都哭了。我也想要。我捂住了他的眼睛，你放心，他啥也没看见。哎，合着自己的最小，那我是不是也该和大哥一样自卑一下下？不对，我又没脱裤子，谁都不知道我小。那我要不要像秦淮宁似的掉一块石头在里边？可是那得多累呀，断了可咋整？那你可不行，你出生的时候忘了带，你只能下次投胎的时候记得揣上。你说，我去拿回来。我忘带什么了？我能拿。你说，只要你说，我就能要回来。唉，谁管投胎来的？竟然敢缺我东西，怕不是想灰飞烟灭，踢出神谷了？你要说别的，我可能没法子。你若说是忘了带，让人还回来就成啊。他曾经还去过一次地府。那老头带着所有鬼差归隐我来着，记不清了，手上太多神了，谁是谁都分不清。我还能说什么呀？无话可说啊，大姐。他以为秦欢在说笑，哪里知道秦欢是正儿八经的，且极其认真的在探讨。你就别拿了，小姑娘家的，你想要，我还不想要呢。姑娘家多好，画上最精致的妆容，点上最艳的唇，穿漂亮的流纱裙，戴最华丽的首饰，简直是上天的宠儿啊！要不是我秦家大房，就我一个子儿。秦启阳抑郁了。祁阳啊，虽说你将来是要考上状元去城里的，但分安村以后就是咱们的根。这些父老乡亲，那你休息着。你现在是秀才老爷，跟那些泥腿子也没什么说的。是娘想差了，将来啊，等你有了出息，娶个官家女子，也像宋家娶个县令闺女一般。秦启阳一听官家女子，眼前又浮现出那不堪的一幕。娶什么娶？不娶！大哥，你怎么不去方家吃席呀？方才怀宁姐姐还唤你过去吃酒呢，说你怎么突然就跑了？儿啊，你跟那京城来的秦姑娘看上了？我儿这么优秀，那姑娘有眼光，什么时候娶回来？娘可得提前给她树规矩。听说那大小姐规矩可大了，进了咱秦家大门可由不得她。还好我儿不是秦家人，不然这同姓之间还不好配婚呢。给我出去！凭啥就我一个人受到惊吓？亲兄弟什么都有一份的，将来他死了，棺材都可以分一份给他。你哥现在是秀才老爷了，别去惹他，我去给他炖个鸡汤，你不准给那小傻子送去啊！这几日欢姐大鱼大肉吃多了，吃得流鼻血呢，他现在要吃的清淡。娘，听说外面到处都在抢粮，真的假的呀？那个什么京城的那个珍珠蚌说今年有雪灾，大家都在买粮呢，都翻倍了。咱家粮还够吗？村长这几日都带着人在村头巡逻，怕有土匪出来抢粮食。什么珍珠蚌？那叫明珠。小孩子家的问这做什么？吃都堵不住你的嘴。这场雪来得又大又快，不过1个月，整个凤安村都被大雪封住了。哎呦，这不得了了！活了几十年也没瞧见这么大的雪。老婆子，去把粮仓钥匙拿来，看看粮还够不够啊！这地里的粮食和菜全都冻死了。也就家中还有几只鸡，每日还能得2个蛋。没多时，满脸惊慌地冲进王氏屋内。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把粮送哪里去了？我明明记得你还留了过冬的粮食，粮食哪去了？老太太脸上满是惊恐。你这杀千刀的东西，娶了你真是我秦家倒霉呀！你要饿死我秦家人呀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你也得自己一家人活下来呀！秦老太太直接坐在地上哭嚎，这家里的粮食还没捂热，就被这贼婆娘往娘家搬去了，这是拿自己人命换王家人命啊！
你不冷吗？我需要冷吗？欢姐，你都会烧炉子了。坏了，刚刚进门时没点炉子吧？怎么突然又燃起来了？一定是我看差了，好像比我家还暖和点。怎么会呢？一定是我冻糊涂了。欢姐，你这样可容易风寒，快些穿上厚衣裳。欢姐，你是不是长高了呀？这些衣服都有些小了。我这当弟弟的操碎了些。还好欢姐你爱吃，吃得多，粮食也换得多，还全是精米，可以天天吃大米饭喽。欢姐，我不会做馒头，便没买面粉，家里都快断粮了，粮食被娘卖了，大哥花得干干净净，这也就罢了。外婆家又来借了粮，这雪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。奶奶怕咱们一家饿死，一天就一顿先撑着。还好我机灵，先来欢姐家吃着，所以我给家里留了信，我来欢姐家过日子了。你瞧，我连衣裳都带上了。你一来，我这都不方便了，得自己关门，自己扫地，自己烧炉子。哎，每家有青壮年的，出个青壮年来巡逻，以后村子里呀，日夜留守，谨防有人来偷粮和匪徒来袭击。还有各大山头也要设陷阱，预防野兽下来攻击人。没2日，便听说王家来秦家借的粮，路上回去时让人给抢了。该，就是该。防了没几日，隔壁村子便听说出事了，大批狼群深夜下山，趁着夜色袭击村落，死了好几个。欢欢，你来婶子家住吧，你跟小妞一块睡。你这孩子呀，长得细皮嫩肉的，狼最喜欢你这样的。你俩白白嫩嫩的，这就跟2块大肥肉似的。这几日铲了雪，小夫又大摇大摆的在村子里走了好几次。我家小妮儿啊，不吵人，你来我家住吧。你是没瞧见隔壁村子死的都是女人跟孩子，肠子都给拖出来了，连头发都给嚼来吃了。凤安村今年没卖粮，按理来说不会饿死人，那只能是被野兽袭击村子了。上次瞧见的小鸭浑身死气缠绕，婶子看好你的小鸭，孩子身上有奶香味儿，狼群聪明，会挑好欺负的下手。哦不要带丫丫出来了。秦欢只说了这一句，便不肯再说。今是丫丫1岁生辰，他爹还给他宰了鸡。那丫丫明明是活不过1岁的，难道是今天？秦欢脸色突变，站起身便拖着陈婶子往外跑。哎，欢欢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丫丫平常在哪里溜达？大明平常带她去哪里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狼脚印？是狼下山了？是谁巡逻这一片啊？是小赖子呀！这个畜生不看着村子跑哪里去了？他爹，丫丫他爹，快来人呐！大明跟丫丫被狼叼走了，狼进村子了呀！秦欢却是攥着秦永富便上了山，地上没雪，只怕狼群还未吃人。秦欢仿佛知道那狼群往哪里去了，一路直的朝着山的北面而去。突的，山里传来孩子的哭声，秦欢脚步一顿，便快步走了上去。好臭，有狼的味道。2人站在树后，秦永富眼睛都瞪大了。怎么办？是狼，全是狼。大明身上还有血，丫丫呢？多疼，娘娘。别怕，丫丫别怕，大明哥哥保护你，你别怕，哥哥不疼。陈大明强忍慌张，手中的木棍捏得指骨发白，浑身瑟瑟发抖。丫丫，哥哥等会儿爬树，把你放到树梢上，你抱着树梢好不好？哥哥要是被狼叼走了，你不准下来，你就使劲的哭，娘娘会找到你的，知道吗？哥哥以后再也不偷偷骂你小哭包了，你要抱紧树梢，知道吗？怎么救他？大明要被狼吃了，丫丫才1岁，一口就能咬断骨头。秦欢
呆呆地看着前方，微微捂着心口，里面充斥着几丝淡淡的酸涩，还有一股愤怒，脑海里依稀响起一句怒骂：你生而为神，你何曾有心？你身负强大能力，可移山填海，可从来不曾体会过人间百态，从未不曾有过七情六欲。天地间最无情的便是你，便是天地间数之不尽的人命在你面前消失，你也不会为他们落一滴泪，也不会为他们伸出手。你可懂什么叫心痛？你可懂什么叫做骨肉分离？你可懂什么叫做心软？你高高在上，你哪里会懂？求求你下来看一看，求求你看一看吧。这就是心软，就是难受吗？多多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还不来啊？为什么还不来啊？狼要吃人了，要吃大明了！狼群步步逼近，陈大明一退再退，他甚至不敢转身将丫丫抱上树杈。他不敢想，他一转身自己会不会被扑倒。干娘，求求你救救丫丫，大明认了您当您的干儿子，干儿子没别的什么心愿，只求您能让丫丫好好活着。大明已经享受了好几年了，大明不怕，大明不委屈。狼群身子微微压低，这是即将要攻击的架势。陈大明当即咬牙，将棍子一横，便将整个后背露出来，抱着他的丫丫，垫着脚就往树枝上爬。只见陈大明转身的瞬间，那几头狼便疯了一般朝他的后背扑去。跪下！清脆的一声交翅，啪叽，4头狼落了地，前膝弯曲，老老实实被按在了地上。他这条命早就被我保了，想拿走，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秦永富震惊地张大了嘴。我操，这是什么鬼？我欢姐牛逼大发了！陈大明转身时便是瞧见这一幕，秦欢踩着雪咯吱咯吱地走来，陈大明抱着妹妹从树上滑下来，匍匐在地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就感觉自己该跪拜于他。他的命尔等也配取。那几头威风凛凛的狼顿时瑟瑟发抖。风水轮流转啊，牛逼坏了呀！4头狼如同家犬一般温顺地跪在地上。去，给老子叼2只兔子来，要公的不吃母的，不好吃。秦欢瞥了一眼，那4头狼竟是跪在地上一点点地挪开了。秦永富和陈大明直接看懵了。你的娘的，这是开了挂呀！我觉得他们在发抖。陈丫丫却是扒拉着秦欢的腿不松开。秦欢将他一把抱起来，陈丫丫抱着秦欢的脖子，吧唧便亲了一口，笑着露出几颗漂亮的小牙。婶婶，这不是婶婶，这是欢姐姐。婶婶，婶婶，是婶婶，笨蛋，是婶婶，你瞎呀！山脚下的村民拿着木棍，拿着锄头，拿着菜刀，一边喊着陈大明的名字，一边找人。陈大明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试探着喊了一声：“干娘！”老子还是黄瓜大闺女呢！啊呸，黄花！这些狼群见了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就是不知道他是什么神。听说神仙吹风引路，不食人间五谷，常以先知灵参为食，或以琼浆玉液为饮。但瞧着他平时爱吃肉啊，这是什么神仙？陈大明突然觉得他娘做错事儿了，整天给干娘上供素菜小菜的，人家估计嫌弃的要死，回去就该烤鸡烤鸭。陈家人找到几人时，陈家媳妇已经哭疯了。你这俩家伙福大命大呀，隔壁村子那几个焦的头发都不剩，你们居然逃回来了。我们被狼追的掉进了陷阱里，是欢姐拉我们出来然后逃回来的。2次了，欢欢，你就是我陈家的大恩人呐，恩人呐！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呀，他们俩没了，我也活不了了。当夜，
那群狼又来了，围在秦欢门前，恭恭敬敬地将兔子放在他门前，然后引入山林，再也不肯出来。他们为什么给你送兔子？为什么他们都听你的？上次在镇上也是，你是不是妖怪呀？我怀疑你在侮辱我，我有证据。你是不是妖怪呀？那你吃孩子吗？秦永富眼巴巴地看着他，有点怕又舍不得兔子。你都懒得隐藏了吗？你打了个响指，火它就燃了。你是不是准备吃了我啊？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有兔子香，你有兔子嫩，你那一身油谁稀罕呀？不吃人就行。欢姐，听说方家那丫鬟为了保护方玉柔，都被狼叼走了。与我何干？她的命该如此。因果，对她有因才有果。你们这屋子里倒是暖和。穿着一身裙装的秦怀宁推门而入，身后丫鬟还提着个食盒。本以为这俩姐弟要饿肚子了，没曾想人家正啃着金黄的兔子肉呢。骚包，这大冬天的穿裙子，怎么没冻死你？你懂什么？美不分严寒酷暑，你们越是臃肿，显得我越是美貌逼人。说起来，你这丫头倒是比我家明珠还要出众几分。若是有机会进京，她一定不会喜欢你。唉，这若是真的，本该是天之娇女的她，却屈居在这茅房内，甚至比不得秦家最末等下人的生活。欢丫头，听村里人说你是被秦老大收养的，若是有朝一日寻到了你的亲生爹娘，你该如何？若是那家人非富即贵，极有权势，衣食不愁，更是拥有极高的身份，你可会去寻他们？我为什么要学？既然是他们放弃了我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放弃了我，我又为什么要回去求着他们收下我呢？这不是受虐狂吗？再说了，我不觉得是我求着他们收下，向来只有旁人跪拜着求我的份儿。哎，这孩子太小了，哪里懂呢？哪里懂秦家的意义呢？当朝文官之首，振臂一挥，全朝文官都为之响应。这就是个傻孩子啊！待这场雪过了，我定要查一查。其实秦怀宁在乡下打听过一阵子了，秦欢极有可能是他姑姑流落在外的女儿，已经信了7、8成。京城里那个容貌是娇美，天资出众，像极了秦家人，但唯独相貌与姑姑有几分不同。下个月我祖母生辰，我想请你帮我挑一件称心的礼物。你毕竟是女孩子，想来也比较懂老人的心意。你祖母生辰关我欢姐屁事？你自己送不成吗？好啊，你倒是来取，不过是个寿辰，又没什么难的。秦怀宁低低地笑了一声，留下一个漂亮的锦盒便出去了。穿着一身白衣的少年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往凤安村来了，马背上还拖着口小箱子。这么大老远送什么炭啊？哎，欢欢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合情合理都该去看看他的。反正我哥也缺个媳妇儿，只要有点机会都不能放过啊。虽说欢欢还小了些，但养个2、3年，这不正好吗？对了，我哥可带了厚实漂亮的衣裳，带了精致可口的点心，带了珠宝首饰，这些可都是最讨女子欢心的东西。对了，上次见欢欢爱吃肉，各色肉类也该带一些，他带什么了？公子爷他送了一箱上好的银丝炭。您不是说雪中送炭吗？顾韶光，他这个脑子，我就不该指望他，他早就娶上媳妇儿了。他没说什么夸欢欢的话吧？没夸他什么吧？前面7个未婚妻都夸没了，这想法才冒出来，何必又胡说八道？没呢，这次可什么也没说，就准备了一箱子炭。我若是让他准备些京城的土特产，他是不是还得给人拉一车土去，给人埋了吗？快，备马车，上好的马车，装一车子肉过去，什么绫罗绸缎都备一些，也让我哥被打出来了，好歹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啊。虽说也存了点心思给我哥拉姻缘线，但没防住我哥他居然带了把大刀，这线还没拉起来他就给斩断了。
只怕紫金担心的不假，他那小救命恩人恐怕日子不好过啊。之前便听说他是被继母单独分出来令过的，若是落了单，便是被狼群攻击的首要人选啊。谁知到了凤安村外，顾韶光却是有些吃惊，这村子周围半点没有被攻击过的痕迹，牵着一匹白马站在雪地里，犹如神旨降临。方玉荣只远远地看了一眼，便深深地沦陷进去。大意了，大意了！以为在乡下都是些泥腿子，都没好好梳妆打扮，早知道该穿那身粉色，必定衬得我人比桃花娇。姑娘，你可知道秦欢家中往哪里走？就在方家左侧。公子可是要寻秦欢？秦欢是我妹妹，我奶奶与她爷爷是亲兄妹。多谢姑娘了。公子就这般走了？姑娘真是乐于助人，这大冬天的，有了姑娘的指引，韶光少走了许多弯路，多谢。说完，这才扭头朝着秦欢府上去。那般光彩照人的姑娘，竟是住在此处。她那样子完全配得上这世间最繁华奢侈的宫殿了。秦欢姑娘可在？我是来替紫金送谢礼的，怕你们冬日里不好过，来送些需要的东西，雪中送炭。紫金说她应该会很开心的。欢姐，顾公子来了，是替金姐姐来送礼的。大雪封山，你们进出不易，这是给你们送来的谢礼。紫金很喜欢你，等化了雪，只怕还要来找你呢。瞧瞧那小箱子就值钱，金银珠宝，难不成是银票或是金子、银锭子？哇，一定是值钱又金贵的东西。看看那小箱子，很有些分量呢。天寒地冻的，想来你们一定缺少银丝炭，这一箱子炭也能烧一段时日了。秦永富满脑袋问号。我要你的银丝炭干啥？小气巴拉的男人。千里迢迢，雪中送炭。紫金说的果然没错，这是很珍贵的情谊。瞧瞧这屋子里都闻见鸡汤味了，但是那小姑娘为啥老用阴恻恻的眼神看着我，倒是怪瘆人的。上次多亏了你，不然紫金只怕是要吃大苦头了。就是不知姑娘你是从小便能御兽？以前知道邻国有御兽师，北渊竟是也出现了。他还不配让我御，我以前御的都是什么瑞兽、麒麟、凤凰之类的。姑娘幼时可测过与神明的亲和力？咱们这小乡村测什么亲和力呀？神明的庙宇都进不去。秦永富端着那犹如清水一般的骨头粥进来，上面还撒了几片菜叶，一点儿也不像他们平日里的生活水准。秦欢一脸控诉，秦永富给他使了个眼色，等面前这个憨憨走了再吃。公子爷，您走得急，这马车还在后头呢。这给秦姑娘的谢礼是直接搬进屋吗？幸好跑得快，不然公子爷被打出来就丢人了。哇，秦欢这是遇上什么大财主？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，上面竟然还盖了2扇猪肉，挂了一只收拾妥当的乳羊。秦永富默默收回了碗，进了厨房，端出了鸡汤。抬进来吧。这小山村竟是能养出这般眼光、这般心性的姑娘，倒是奇了。远处秦怀宁却是眉头轻皱，那丫头竟是与顾韶光有救。旁人不懂，我可是明白啊。顾韶光在京城拥有多大的势力啊！但凡他跺跺脚，这京城都得抖3抖啊！哼，这下可有意思了。若欢欢真是那命苦的小妹妹，京城那位又算什么？鸠占鹊巢。此刻秦欢屋子内都被堆满了，甚至村长还亲自过来帮忙应酬，拿出家中陈年好酒与顾韶光对饮。秦欢也是好心有好报了，这孩子命苦，是秦老大收养的。后来秦老大一死，就被继母赶到这个小山村来了。您瞧瞧，欢欢这相貌，咱们这小村庄哪里护得住他呀？就是这通天财富，也是他的催命符。难怪这一屋子珠光宝气，村长却只叹息，并不欢喜。他呀，也没个长辈帮的，有个未婚夫也抛弃他另娶了。这欢欢命苦啊！既然这孩子与你们有恩，若是你们不嫌弃，这孩子不如暂且就先托付给你们，你们护着他2年吧。哎，公子啊，你如今府上可成婚了？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？虽说我克了7个未婚妻，也没见过这么快的。
担了20来年的老光棍，此刻竟是有些心跳如雷。我是不是太禽兽了？这还是个孩子呢，虽说14、15岁便可成婚，可自己已经是个20岁的老光棍了。公子啊，您家府上应该也不缺吃穿，欢欢呀也不求什么报恩，你们若是能帮着护他一二便好了呀。我那死了的老爹死前都不放心这孩子呀。是，这孩子是可怜了一些。老实说，虽然一亲好几回，可像这么快的还一次没有过。哎呀，糟了，这到底是娶还是不娶呢？我只是来帮妹妹雪中送炭啊。秦欢正抓着根鸡腿吃得很起劲儿。不知公子您可成婚了？膝下可有了儿女呀？您若是不嫌弃，不如将这孩子收个一女吧。您一没成婚，府上妻子也不会有意见。这收个一女养在膝下，将来妻子进门，这孩子也该出嫁了。您说是不是？您呐，一看就是个好爹爹，一定能做好这个爹的。这一刻，小屋中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哎呀，神他妈一女，神他妈出嫁呀！远在镇上的顾子金打了个喷嚏，也不知我哥这一回顺不顺利。欢欢是小了一些，不过现在也有12了，养2年正好。这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简直亲上加亲了。我哥这辈子姻缘线浅薄，这一丁点机会也是不能放过的。感情嘛，订了婚慢慢培养也成，都这般年纪了还挑啥？爹娘的想法已经简单到只要是个女的都成了。此刻的小茅草屋内，顾韶光脸上的激动都僵硬了。难道我已经老到可以做他的爹了吗？欢啊，来，你们若是没意见，就叫声爹，给顾公子叫声爹来听听，你便认了她做个女儿吧。将来他一定会报答你，给你养老送终的。欢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？会的，我会好好给你披麻戴孝，给你养老送终的。我知道还要给你摔盆，捧着你的灵位送你上山。你不用叙述的如此详尽。顾公子不用客气，这丫头虽说小时候伤了脑子，但是机灵着呢。不如你们这就叫声爹。哎，修罗场，这绝对是修罗场啊！秦欢抬起头，张了张口，那声爹还未出口，顾韶光便猛地伸手捂住了他的嘴，又缩了回来。哎，里面那人谁啊？我爹还专门让我穿上过年的新衣裳，那酒还是萍萍姐出生时候窖藏的女儿红，她自己都宝贝的不得了，今儿可全拿出来喝了。他在给欢姐认爹。啥？那是我干爷爷。秦永富狐疑地看着他。什么干爷爷？你哪里来的干爷爷？我胡说八道呢，我哪来什么干爷爷？欢欢是我干娘，若是认了干亲，那可不就是我干爷爷吗？顾韶光死也想不到，他就来送了一趟银丝炭，连孙子都有了。干爷爷请慢用。说完便出去了。顾韶光一脑袋问号。村长，认干亲暂且作罢，倒不如我替欢欢寻一寻他真正的亲人，毕竟是亲生的孩子，总比认一房干亲的好。欢欢既然与我妹妹有恩，将来若是那家人轻视他，我顾韶光自然不会饶了他。他们若容不下欢欢，我顾家自然会将欢欢8抬大轿迎入府中，必定不会让他受丝毫委屈的。至于怎么迎，当女儿还是当媳妇，那他可没说。那成，有亲生家人竟然是好的。这么漂亮的孩子流落在外，得多心疼啊！咱欢欢将来也是有家人的了。欢欢呐，多吃点肉，我就吃根萝卜吧。哎呀，小父这小子不会做饭呢，这婴儿手背大的萝卜也不说削一下，整根就给扔下去了。村长喝得迷迷瞪瞪，这萝卜怕是放坏了吧，都蔫哒哒的，没啥水分了，还涩口。顾韶光眼皮子微微一跳，看向那白萝卜，神一样的白萝卜，
至少价值500两，可以修一座大宅院的白萝卜，就这么一顿吃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顾少光忍不住捏了捏秦欢的小脸蛋儿，果然不是错觉。1个月不见，这妮子长肉了，脸色红润，细腻光泽，滑腻腻的。捏了一下，竟是让他有些舍不得放开。白萝卜，大冬天的萝卜都干了没水分，我和欢姐找不到炖鸡炖兔子的东西，就用这萝卜炖了1个月的汤。那里还有剩的2个萝卜呢，这萝卜有大有小，小的就跟手指头大小，懒得洗就拿来喂鸡了。大概是这萝卜蒸放久了，那几只可怜的老母鸡吃了直接滴血了，那滴着一长串的血可吓人了。还有只公鸡大半夜的起来打鸣，打了1天1夜，把自己给打死了。你用人参喂鸡，给鸡补的滴血，怪鸡了。这些东西你们哪里来的？这山上很多吗？嘿，什么叫他们村贫穷的揭不开锅了？老子在京城都没瞧见用人参喂鸡的，就你嘴巴里嚼的那根，满脸嫌弃的那根。在京城富户人家也就切1、2片炖鸡，那参须都是熬汤补身子用的。这个我们倒没见过，是别人送的，大概是长在深山里的。正说着呢，门外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叩门。顾韶光见小胖子脸色紧张，眉头一挑，看着村长喝得东倒西歪，已经失去了意识，干脆便走了过去开门。那威风凛凛的雪狼正匍匐在地上，2只爪子极其像人一般，抓着2只胖乎乎的人参，小心翼翼地推到门里，头都不敢抬，浑身哆嗦着就那么爬出去了。果然是得野兽喜爱的，甚至还带着惧意，只怕神明亲和力不低啊。这些东西都是值钱物件，你们都收起来吧。别当大萝卜炖了。这一根这一根至少300两，你锅里的那根500两没跑了。对，就是你喂鸡的那萝卜，就算小人参，约莫也有几十两银子的。你那些鸡不是被毒死的，是被金钱撑死的啊！我的钱啊！嗖的一下捡起墙角那备受嫌弃的大萝卜，跑了出门。我是怕他浪费了这大好的补药。你们若是找不到人收购，我可以替你代卖，也不怕被人哄骗了。秦欢目光清澈，偏着脑袋看着这个男人。瞧瞧你一脸的油，我帮你擦擦。顾韶光拿了毛巾，一身贵气的男人弯下腰，轻轻地给他擦拭了脸颊上的油脂，又拉着他那双小手擦洗干净。顾韶光握着那小手轻轻摩挲，原来姑娘家的手竟是这般舒服，那张脸吹弹可破，肌肤似雪，软嫩又滑腻。我觉得你在占我便宜。顾韶光一听这话，嗖的一下收回手，耳根子羞得通红，心跳如雷。他竟是看着他便失神了。挑夫说了，女孩子不能被人占便宜，既然你占了我的便宜，那我也不能吃亏，要占回来才能扯平。然后踮起小脚，那双白皙的手便触上了顾韶光的脸颊，轻轻摸了摸。我这是被非礼了，我确定这是我吃亏了。你们方才在做什么啊？一定是在报复自己刚才不给他喝鸡汤，一定是报复我可怜的人参。不行，不能想，一想就心疼的抽抽。我当然是在占便宜了。你欢姐有吃亏的时候吗？就是没我的白皙娇嫩。咱们这些东西只怕要藏起来才行。我娘这会儿带着爷爷奶奶过来了，到时候他们又要以你的年纪小给你收起来，将来就是给大哥花了。欢欢啊，娘来看你了。你这孩子，娘跟你置气，你还当真？天哪，比我在镇上见过的还要贵气3分。这死丫头什么时候认识了如此达官显贵的，竟一句话都没说过。娘，你又没生欢姐，又没养欢姐，顶多就是我爹拿了钱给你，让你给欢姐吃晚饭，至多就是搭个伙，怎么还当真了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这死小子怎么说话呢？会不会说话啊？欢欢没爹没娘的，我不给他算计这些，将来他不得吃亏啊？这么些东西堆在这儿，万一让人劫了可怎么办？
村长喝得迷迷糊糊，此刻被吵醒。这当初是你要死要活将秦欢分出来，今儿又厚着脸来拉谢礼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贱皮子的娘们儿！要是我家媳妇儿，一锄头砸你脑门上！咋的了？欢欢还是我秦家养大的，你一个外人，说是不是对我家欢欢这满屋子东西上了心？听说你家大儿子要说亲了，怕不是想贪污点儿？顾韶光却是听着他那声音有些耳熟。这就是那位公子吧？公子，你这一瞧就是好心人啊！我含辛茹苦的将欢欢养大，哪里会贪他的银子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娘，你竟然认识这位公子啊？是啊，我与你娘有3面之缘，很有缘分呢。就是不知道这位慈祥的夫人可有空与我去府衙一趟？那府衙县令正好是我属下，我们的缘分一定能更深几分。你说呢？这位夫人3次谋害妓女都被他撞见，没想到那可怜巴巴的小姑娘竟然是秦欢。顾韶光勃然大怒。哎，等等，落水。娘，您跟这位公子既然如此有缘啊，不如请公子去咱家坐坐，也好尽尽地主之谊，带女儿。去个屁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怎么这么惨呢？方家老太太便是这个时候来的。来人可是顾公子，老身方知府的母亲，给您见礼了。起来吧，不过是来给秦欢姑娘送谢礼，这是我顾家恩人，若不是下雪封山，紫金要亲自过来陪她的，只等化了雪接她去顾家。是啊，我已经将欢欢托付给顾公子了。这村子里没个人给欢欢做主，正好他对顾家有恩，将来啊，欢欢也有个靠山了。这个傻子可知那顾家何等风光吗？好似半点也不在意似的。这是欢欢丫头的荣幸啊，能得顾家照顾。这丫头是转运了。不，这是我顾家的荣幸，你说呢，秦姑娘？当然了，这是你的荣幸，天大的荣幸。我觉得你该谢谢你家老祖宗，肯定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何止是冒青烟了呀，你家祖坟恐怕都烧起来了。欢欢啊，你这孩子怎么将顾公子请到这里来了？你可知道人家顾公子是什么人？这也太寒酸了些。咱们2家本是亲戚，若是不嫌弃，顾公子便来老身家吃顿便饭吧。咱们都是亲戚，不见外，是不是啊，欢欢？不去，咱不去他家吃便饭，多脏呀！什么大便也能吃啊？哼，欢欢不喜欢便不去了，况且没什么寒酸的，是我顾家欠了欢欢，还有什么立场挑剔呢？哼，我顾韶光送出去的礼，还从未有人敢动，谁想来试试，大可试试。当一声，众人被关在了外面。我允许你来我家吃鸡肉喝鸡汤，你勉强算个好人了，不算计我欢姐。外面那些人要么是欺负欢姐，要么是想占欢姐的便宜，还有的对欢姐起坏心思。你是个好人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你下次来的时候帮我带件寿衣吧，要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种，是京城贵夫人穿的那种。可是家中老人是个老人。顾韶光又摸了摸他的头顶。那过几日我便让人给你送来，你别太难过了啊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。过寿有什么难过的？再说了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别人说是吹牛是瞎扯淡，而我说那是事实。顾韶光走了，走之前他还滴了2滴鼻血。明日我便要随同商队一块儿回京。欢欢，你可想去京城看一眼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爹娘是什么人？你的亲人姐妹呢？女子这张脸呀，生得好要护住了，便是一生顺遂；若是护不住你这张脸，便是祸端啊。这件贺礼可是你送给他的第一个生辰礼物，只是不知他会不会开心了。秦怀宁也没看，便递给身后丫鬟收拾起来。才没走多远，那小佛子便赤着脚踩在雪地里出来了。不要离开村子，你会死的。我死不死不重要，我看你得先冻死了。小和尚，你的脚都快冻伤了，你不是搬出方家去临安寺了吗？我欠了债，我要出来还债的，此生唯有债还清了才可圆满。
小小年纪怎么欠这么多钱？你个小和尚居然也会欠钱？你不会被别人诓骗了吧？我欠的比钱难还，还不清，生生世世都消不了。唉，阿弥陀佛。秦欢却是微眯着眼睛看向他，总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似的。阿弥陀佛。大雪已经整整下了2个月，大家伙都勤快些啊！这外边都乱了套了，隔壁村子钱也被人抢了，血流满地。这冬天啊，能不能熬过去还不一定呢。谁家有粮食，都给我捂紧了，不准往外运。要是惹了那贪心的山匪来，第一个就将你们家送出去。咱们村啊，已经是鸿福齐天了。那雪狼、那熊瞎子在咱们村子里绕了多少圈？见天的就在咱们村子外溜达，也没进村。咱们该谢谢菩萨保佑了。现在起，家家户户青壮年不用盯着山上，就盯着咱家村口，别将山匪引了来。咱们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村，谁来咱们村啊？除非咱村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人的。咱们村有啥吸引人的？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东西？能有啥呀？咱们村可有个姿色过人的胚子，就他那张脸就能引得山匪不惜代价来咱们村了。瞧瞧那张祸水脸，就是个祸害。小婆子恨得咬牙，他早问了儿子，那日是被那秦欢挂在了树上通宵。肖老婆子，你若是再阴阳怪气的说话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把你赶出村子去？一饮一啄皆为定数，到底哪里出了岔子？明明补出尸横遍野，竟是变成生机勃勃、蒸蒸日上了。范阴百思不得其解。现在四周都大雪封山，周围好几个村子都被野兽围攻过好几次了。咱们村子运气好，躲过一劫。唉，躲过这一劫又有什么用？地里的庄稼全都冻死了。今年雪灾，明年只怕要饿死无数人了。那秦家可没闹了，不许他去欢欢那里打秋风啊！那顾公子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人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一团黑乎乎的。哎呦，那是个人！村长，那是个人呢！有个人浑身是血的朝咱们村爬来了。哎呀，那是隔壁李武村的村长啊！众人急忙将人抬进屋内，灌了好几口热水，这才睁开眼睛。咱们村要完了，要完了呀！现在村子里粮食不够，快活不下去了呀，老兄弟！大雪封山，这衙门又去不了，就算去了，借粮恐怕也借不出来呀。老兄弟啊，前村人跪在地上求我啊！他们求我来借些粮，开了春我一定还。你们村也是得了上天的大庇护啊！没有劫匪，也没有狼群，咱们村真是没一件顺心事了。不是我说啊，这个灾年借粮哪有那么大的脸？自己家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救济别人呢？谁同意谁借去，反正我家没粮。不如这样吧，往年灾年都是要祭天告慰神明，求上天饶恕的。今年我凤安村出一头猪祭祀，几个村子都求一求，不管有用没用，暂且都试一试。那头猪便当我陈家单独借给你。只是回去的路上颇有些担忧，生怕被狼群追赶。谁知让人惊讶的是，这头猪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抬过去，愣是连野狼的影子都没瞧见过。外面正在祭祀，正在杀鸡宰羊，想要求上天停雪。那丫丫却是拽着秦欢大腿不松。你倒是个聪明的，蛋蛋。现在周围几个村子都在祭祀，这雪要是再不停啊，该乱套了。求上天恩赐。隐约间能听得一片悲痛的哭嚎。您若是有眼，便驱散这乌云，停了这暴雪，让光芒重新照耀大地吧。秦欢站在房檐底下，眼神眺望天阙。这些都是村子里德高望重，从来没有做过坏事的老人，他们准备长跪不起。若是要死，他们说想要死在前头；若是有罪，便让上天降临给他们，饶恕年轻人。3天前，丁爷爷去世了，是跪在村口的祠堂，浑身笔直。村里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冻僵了，眉毛、睫毛都冻硬了。
连爷爷说，远古的时候便是要以人为祭，以自己的生命为野，求上天垂怜。秦永富听的这话，早就眼泪哗哗的了。人不是自私又善变的吗？但是也有想要保护的人啊，就像小福要保护欢姐一样。欢姐，你是女子，又比较弱，我是男儿，当然要保护你了。但是小福就不想保护肖赖子，当然我就自私了。那肖赖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甚至死有余辜。但是小福也不会因为肖赖子那等不相干的人而连累欢姐啊。是啊，总有无辜的。摸了摸秦永富的脑袋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便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。该有光了。一抹强光降落人间，陈大明扑通一声便跪在地上。神明显灵了，神明听到我们的祈求了。地下传来一阵阵的呼声，人们跪在地上扑通扑通的磕头。雪停了，雪真的停了呀！2个多月了，雪终于停了。欢姐，你说这世上真的有神吗？神每天还吃你做的饭呢，神每天还拿衣服给你洗呢，神还扶你脑袋呢。有神无神有什么区别呢？在神的眼里，一切皆如蝼蚁。举头3尺有神明，无愧于良心，便无愧于天地。便是神明也不会伤害你。秦欢转了个身子，引入房中。老陈，你觉不觉得最近几次咱们村子祭祀格外灵验？你也这么觉得？大胆点，自信点，我真觉得这2次求的灵验。我好像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话，说要有光。此事千万别说出去，不然你相公这脑袋可就危险了。不管是不是咱们求来的，都将嘴巴闭紧喽。大明翻了个白眼，自信点儿，大胆点儿，把那箱子去了吧，就是我干娘啊。此刻只默默去抓了2鸡蛋，用柴火灶烘熟了，带着几分焦香给秦欢送去。欢姐，你尝尝咸不咸？有点淡了。放了些盐巴，又抄起筷子。那我再尝尝盐够不够？还不大熟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在小胖子期待的眼神下加了个鹅腿儿。还不大熟，有点塞牙，火再大些，你加把劲儿。过一会儿又尝一块。熟了，火候够了。我今儿胃口不好，中午就不吃了，都留给你吧，你都瘦了。说完便飞快地跑了。欢姐长大了，踩上小板凳，揭开锅盖。陈大明站在门外都能听到他凄惨的哭声。欢姐，你再来帮我尝尝辣不辣？你快来尝尝。锅里空空如也，说好的爱护幼弟呢？雪停了没多久，新年也快到了，顾家早早便派了马车来接秦欢。秦欢上了马车，秦永富却是委屈巴拉的站在王氏跟前。你吃了什么回来要告诉我，回来形容一下味道。秦欢点了头，这才坐在马车上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走到当铺门口，那老板却是忽地冲了出来，将他拦下。秦姑娘，你可是秦老大的姑娘，秦欢姑娘。上次你爹爹曾经带你来过一次，还是几岁的时候。爹还给了我1张单据。秦欢下了马车。今年冬天我一直在街上等你，当初你爹也没留地址，只说你出了嫁会拿单据来取，但你如今我记得才12吧。你爹说你的生辰在大年初6，12岁，离成婚也还有几年。哎，我这店面只怕不能帮你寄存了。京城主家不知怎么回事，说是要将天下当铺统一管理，这些死当活当的物品都要收归库房，报上名字去。这是你爹当初托付给我，是我个人收的，便不曾报上去，干脆寻了你，将东西还给你了。说完便取出一个小盒子。你爹说这是你生母留给你的信物，将来这东西能助你寻回亲人，你可要收好了。秦欢了一声，谢过了掌柜，便将单据给他，银货2器。秦欢刚要出门，便见门口来了个人。掌柜的，当铺那东西可清点出来了，必不可有一丝遗漏，都不要写清楚，特别是什么名贵之物、金银玉石什么的。店里所有都在这儿，都有单据的。可有什么人临终托付，这些东西
若是代管，也要入库的。临终托付给当铺做什么？有儿有女的不留给孩子，留给当铺，怕不是疯了？小的都没见过这种人呢。秦欢眨巴眨巴眼睛，将小盒子放进袖子里，便爬上马车往顾家去了。那华服男子扫了一眼，方才那女子来当铺做什么？天刚化雪，小姑娘出来闲逛，方才来问这镇上可有什么成衣铺子，瞧着是顾家马车，约莫是那顾家姑娘吧。男子这才没多看，秦欢上了马车，便吧嗒一声开了小锁，里面一块碧绿通透的玉佩，握在手中还有淡淡的凉意。秦欢将其系在脖颈上，掩入衣裳内。好似很多人找你呢，你想要，我偏不给。到了顾家时，顾子金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快，给欢欢备上热茶，别冻坏了身子。欢欢，若不是这天下大雪，我都要去村子找你了。听说许多村子被狼群袭击，你可有事？顾子金将他扶下来，见他身上并没有多少凉意，这才放了心。瞧我，那些东西哪赶上你？欢欢，我哥给你送的东西可好用？很好烧，烧了2天2夜才烧完呢。我哥担心你受冻，便急忙将炭送来了。欢欢，这几日化了雪，我过2日便要回京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好不好？听哥哥说你没有爹娘，村长又将你托付给我哥了，不如你跟我去京城。听说秦家寻回来个明珠，年后初6要办生辰礼，咱们正好一块儿去瞧瞧。如今秦家可就有2个名满天下的女儿了，天下第一美人还是对双生胎，如今又回来个明珠，这文臣之手更是坐稳了。天下第一美人你可瞧见了，便是上次来的怀宁姐姐，便是我这个女子见了她都心动呢。她上次还来问我女子来月事带怎么用，我还教她了。秦家也真是，这么大个姑娘不来月事，竟然不请大夫号脉的。就是我哥对她有偏见，我哥寻常不许我私下见她，我俩都是偷偷见面的。你怎么教她的？她脱裤子啦？当然不是，怀宁姐姐可害羞了，况且那等闺女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从小受礼仪教导的，也就是我小时候长在乡下，少了些规矩。说着说着，顾子金微红了脸，当然是他自己做的示范。难怪你哥不让你们见面，你哥这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抽死他。怀宁姐姐才是真正的女人，我在她面前都自惭形秽。说起来，怀宁姐姐也是厉害了。当初秦家大夫人怀了龙凤胎，根本无人知晓，直到怀宁姐姐3岁时，扎着2个小髻，头上绑着漂亮的红丝带，从秦家溜出来，才知道原来秦家长房竟然生的是一对龙凤胎。秦欢面色更古怪，你哥知道会亲手杀了他的。欢欢，你能不能接受未来相公比你大太多啊？年龄不是问题，但我相信他绝对活不赢我。您这是咒我哥比您老，死得早？欢欢，等会儿午膳后你陪我去底下庄子巡视好吗？我顾家在青山镇不少田地，这次冰灾厉害，只怕地里全都冻死了。秦欢自然点头。今年认识了欢妹可真好，我在京城都没什么朋友，那些人接近我都是馋我哥的身子和财富。你可别告诉我哥啊，我哥老是说我是什么豺狼虎豹，说话如此粗鄙不堪，将来绝对嫁不出去。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事实。顾子金轻哼一声，挽着秦欢的胳膊上了马车。马车从顾家出去时，候在门外的华服男人这才点了头。那掌柜果然没骗人，竟然是顾家那丫头。只是不知明珠所寻之物到底流落到了哪里。这青山镇当铺全都收到了秦家名下，也没加形容的玉佩呀。倒是秦欢多了几分笑意。你笑得好似一只小狐狸，可是有什么愉快的事？嘿嘿，我呀在玩藏宝的游戏呢。快看，到我顾家庄子了，这里连绵几座山都是顾家的，周围村民都是租了我家的田。唉，果然啊，全都冻死了。顾子金下了马车，沿路走来，竟是遇到不少流民，据说都是压垮了房子，亦或是村子被劫匪洗劫一空，成了流浪儿。
没长眼的东西，没眼色的东西，什么东西都到我身上了。夫人，求夫人饶恕，我家那妻儿早产，孩子跟小猫似的，这是我辛苦讨来的一碗米粥，那孩子都没了呼吸了，只靠这碗米粥救命了，夫人饶命啊！小乞丐趴在地上祈求，身边还有半碗泛着热气的粥，却被那中年女人一脚踢翻。都是些穷酸东西，你这碗粥还不够赔我这件衣裳的。你知道我儿子是谁？我儿子是秀才，我儿媳妇是县令之女。哎呦，冤家路窄呀！你这老妇竟是如此恶毒，人家不过是心中焦急，那米粥滴了一些在你身上，况且我明明瞧着是你撞了他的，若是你儿媳在外出事，我看你怎么着。你这小蹄子放屁！我儿媳乃是县令之女，身边奴仆成群，丫鬟伺候着，出什么事儿？呸呸呸！大过年的，嘴巴不吉利。我这件料子是儿媳送的，脏了我的衣裳，你赔不起。你那妻儿便是难产死了，也是命苦。该伸手时就伸手，种善因得善果，一时的善，谁又能断定将来不是自己的果呢？顾子金却是看不过眼，让人拿了2两碎银给那小乞丐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，姑娘好心有好报，姑娘好心有好报啊！都说穷乡僻壤出刁民，我看他还不如人家小叫花子心善呢。善恶在他一念间，是哭是笑，等会儿便知。唉，这底下的粮食全都冻坏了，回去便告诉哥哥，今年顾家名下所有租田地的农户租金都免1年吧，不然天灾加赋税，再给一部分租金，这绝对要饿死人啊！你们都是心善的，一切善心都有回报。秦欢看着远处，当然一切罪恶也都有报应，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欢欢，你说话像那庙里和尚似的，老是想要引人向善，但你哪里知道人性本善，但许多人却是对不起这句话的。两人往回走时，便瞧见方才还趾高气昂的老妇，此刻嚎啕大哭。看来你是选错了呢。天哪，老天爷你不开眼呀！我儿怎么会被那些劫匪盯上呀？我儿媳妇可还好，她肚子里可是我宋家的命根子呀！老天爷不长眼呀，怎么就盯上我宋家了？老太太，您可别哭了，县令大人已经派人赶过去，只怕是路上太过招摇，被那劫匪给盯上了，这才遭了难。这会师爷已经沿途带人查了去，查到往那破庙的方向滴了不少血，只怕是夫人肚子动了胎气。你说什么？来报案的是几个小乞丐，他们是在破庙避雪，结果见得有人在雪地求救，便将人拖到了破庙。只是夫人动了胎气，引发早产，孩子生下来就像个小猫似的，发不出声音，他们又没什么软布，便一人脱了件里衣，将孩子裹了起来，说是只怕活不长，便让小乞丐出来要浓米汤，看能不能暖暖身子，喘口气。作孽呀，作孽呀！那是老婆子乖孙子呀，是我宋家命根子呀！老太太尖叫一声，便疯了一般朝破庙跑去。这可真是巧了，这报应来得太快了吧？欢欢，你说的那句话现在想起还真有些道理，种善因得善果，他若当时选择帮那小乞丐，现在是不是救的就是他自己孙子了？哎呀，走去看看。不关我的事儿啊，遇到了一个恶毒老妇，那米汤滴了一些在他身上，他便一脚砸碎了碗，踢到了我。这孩子本就早产，一口热奶都没吃上，活生生冻死了。各位夫人老爷，你们去找那老妇吧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妈的孩子见面死了活该的，将他碗米汤踢翻，就是那个恶妇。破庙里厮打了起来，宋人头被劫匪伤了下半身，这辈子别说考取功名，只怕连站起来都难。年轻的宋夫人拖着刚生产完的身子，直接扑到婆婆身上打了起来。哎，真是狗咬狗。欢欢，你可别同情他们，我方才可是打听过了，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呢。据说那秀才原本说了门亲事，且那女方家还对他们有恩，结果就因为女方父亲死了，男方攀上了高枝，擅自将那亲事退了。那可怜的姑娘据说哭瞎了眼睛，亲眼看着心上人娶了这县令闺女，这些人活该遭报应。欢欢，你听说过这事吗？我是当事人。
这么巧啊！竟然这么巧啊！欢欢，你别伤心，将来我给你寻个天下独一无二的夫君。你看，他们都遭报应了，这是上天惩罚他们呢。欢欢，这世间真正的爱并不是这样的，真正的爱是相识、相知、相守，不离不弃。将来你也一定会遇到这样一个人的。我哥啊！秦欢蹙着眉，似有顿悟。你的相公如此贫寒，便是要饭你都陪着他，为什么你不离开他呢？我陪他要饭要了10年，这10年他都不曾发家。我若是现在离开他，倘若他突然暴富，那我不是亏了？所以我要一直跟着他，陪着他要饭，要到地老天荒。说完继续走了。秦欢若有所思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顾小姐，你懂得真多。欢欢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爱不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呸！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这都教了些欢欢啥了？听我哥说，那县令做不长了，朝廷拨下来的救灾款，县令中饱私囊，我哥可以先斩后奏。那贪官若是不肯将银子吐出来，我哥估计能砍了他的脑袋。顾子金和秦欢上了马车。既然那家人与欢欢退了亲，那是他们没福气。既然喜欢县令之女，只希望他父亲不是县令了，他们依然会善待他。欢欢，你回去准备准备，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京城好吗？横竖你没了爹娘，继母又不要你，不如我们去寻一寻你的爹娘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有我在一天，必定护你一天的。而且我们顾家寻了1000年的先祖陵墓终于找到了，这次顾家所有人都要赶回去祭祖，可有意思啦。据说先祖是个极有眼光之人，将陵墓建在了楼脉上，陵墓修建的极其华丽，那棺木都是千古墨玉打造，若是躺进去，尸身可千年不腐。若不是前些年寻回来时顾家还算得势，不然连陵墓都保不住呢。咱们祖籍上有记载，陵墓中躺的是个男人，咱们顾家的开山祖师，祖籍上还说是个极其俊美的男人，结果进去没多久，吓得屁滚尿流的出来了，说啊，里面躺了个极其貌美的女子，那女子睫毛还会动，穿着一身男人的衣裳，看着还极其不合身。最可笑的是，那女子竟然还会说话，说什么1000年了，终于有人给他送祭品了。当时顾家人本就不愿让人入陵墓，瞧得此事全都欢喜坏了。至此先帝再没提过让顾家挪祖坟，也不知是不是受了惊吓，没多久先帝便在睡梦中大喊大叫而死。你们也没说9把猫在吃熟的呀。欢欢，你到时一同随我进京，到时一同瞻仰先祖陵墓。进去过的长辈说是里面极其华丽奢靡呢。前阵子爹爹来信说，陵墓外还发现了一身金丝银线所制造的长袍，族中一群长辈猜测大概是守陵人，只是尸体不知去哪儿了，连骨头都没瞧见，只得一身衣裳。1000年前我顾家得多得势啊，连守陵人都穿得如此奢靡。华不华丽先不说，但咱们之间果然很有缘。当然我若是告诉你我掘了你先祖的陵墓，还自己躺了进去，哈哈，可能更有缘。正主既然被认成了看门的，对，你们顾家一定是个传承1000年之久的名门望族，差的我也看不上呀。顾子金重重的点头，笑得眉宇弯弯。呵呵，那正好，我还没去过京城呢，正好去瞧瞧你们的陵墓。这叫啥呢？这就像干了坏事儿还得潜伏回去，冒充吃瓜群众，看看后人的反应。顾子金让马车送欢欢回乡，走到村口时，鼻翼间突然闻见一丝浓浓的血腥气。秦欢猛地一凛，坐直了身子。那车夫是顾家护卫。秦姑娘，只怕村子里有变，不如您先回去避避。你一个姑娘家的，莫要……声音还未落，秦欢却是直接跳下了马车。耳边似乎听到秦永富一声低吼，秦欢直接变了脸色，拔腿便往村子里跑。越往里走，耳边的哀嚎和哭声越发明显。谁干的？秦欢站在山脚下，几头威风的雪狼战战兢兢，几乎站不起来，匍匐在地，嗷呜嗷呜的像只小狗似的乖顺。既然不是你，那便滚吧。秦欢脚步踩在地面上，
仿佛整个村庄都静得只剩他一个人。转身朝着自己的茅草屋看去，里面空无一人，顾家拉来的一车谢礼早已没了。秦欢顺着村子里众人的脚步跟了上去，远远的便听见了压抑的哭声和哀求，还有嚣张的怒斥：乖乖的将家中的传家宝贝都交出来，咱们兄弟只为财不为命，你们若是识趣，交出来便走。老大，这村子里好几个姑娘养的花容月貌，本会一定要给兄弟快活。差点将你们的村子遗忘了，若不是隔壁那什么王婆子供出你们，还来你们村子借过粮，差点就让你们逃过一劫了。没想到还有你们这等富裕的村子。金永富满嘴是血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，风将他的呢喃声吹进了秦欢的耳朵。欢姐不要回来，菩萨保佑欢姐不要回来。小胖子语气惊恐：各位好汉，村子里值钱的东西都拿给你们了呀，这粮食也给了，银钱都搜出来了，全都被你们搜出来了呀。咱们村里都是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子，哪里还有什么传家宝啊？陈家媳妇脸上糊了黑煤灰，脸都不敢抬。方才肖赖子媳妇愣是被这些畜生给糟蹋了。你们这些心眼子多的，真当老子没洗劫过村子吗？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。没想到这穷乡僻野的还有这般好东西。掏出一块金子来，村长眼皮子跳了跳。这是镇上顾家那个当官的给咱们村送来的谢礼，咱们这些泥腿子哪里来的这般好东西呀？各位好汉，你要什么就拿去吧，放了这一村子的老小吧，求各位好汉了。村长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，那头头站起身来，一鞭子抽在村长身上，直接抽得皮开肉绽。相公！陈家媳妇心痛的尖叫一声，便要冲上前去。回去，你给我回去！你这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！哟，这还没瞧见呢，看这背影是个老妇，没想到这眉清目秀的倒是个好脸盘儿。大哥，这娘们儿不如赏给兄弟们吧，刚才那个娘们儿太弱性，这不禁玩呀。村长挣扎着爬起来跪下。好汉，你放过我媳妇儿吧，我媳妇儿已经是生了3个孩子的人老珠黄了呀。好汉，你要我的命拿去，你放了我媳妇儿啊！村长咬着一口血，挣扎着将媳妇抱得死紧，任凭拳打脚踢，任凭媳妇尖叫的哭嚎，咬着牙不松手。老大，这里还有个漂亮娘们儿，嘿，这村子里竟然不少姑娘，这回可赚了。隔壁村饿得面黄肌瘦，玩着都没劲儿，这里还是水灵灵的哈。那尖嘴猴腮的男人直接将秦真真拎了出来。救命啊！拖到一边去，吵什么吵？我妹妹更好看，你们为什么不找她？我妹妹是全镇上都挑不出第2个好看的美人，你们没玩过这般好看的是不是？她比宫中的娘娘还貌美啊！真的，全村人都知道，我妹妹比天上的神仙还好看。你放屁！小胖子挨了一巴掌，秦欢站在暗处，面上已经失了笑意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双打了秦永富的手。我没骗你，我那妹妹生得跟天仙似的，她今儿去镇上了，你们要是去村头等，一定能等到她。不信你们问村里人。还说是你妹妹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仇人呢。这女人家的姊妹情深呐，就是恨不得对方死啊！这丫头，你胡说些什么东西？自己妹子也要往火坑里推吗？王氏，你可真是生了个好东西！你娘家来村里借了粮，转头就将咱们村轰了出去。等过了这一关，有你们家好受的。王氏吓得瑟缩在一起，连秦真真唤着他都不敢吭声。快来2个人去村头守着，老子倒要尝尝那天仙的滋味。别说天仙了，就是神也得在老子身子底下尖叫。等你们尝过那滋味，就知道什么叫销魂。秦真真自以为逃过一劫，那尖嘴猴腮的男人却是一弯腰，直
直接将他抱起往一旁院子扛去。这他娘的还真是邪门，怎么好像脖子凉凉的？得了，哭哭啼啼的做什么？老子今儿发了横财，心情好，快将家中的家传宝贝拿出来。老大，村子里的四处我都找遍了，没有。放火！好汉，好汉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你是要我们的命啊！你要什么钱财你拿去，你放过我们吧。欢姐，不要回来，千万不要回来啊！得了，都收拾干净了吧，将男人拖到那边绑着，女人想留下就留下吧，早些收拾妥当了，当心官兵来。众人尖叫出声，那陈丫丫还是个孩子，此刻也被人强行分开，扯着喉咙大哭，声音凄厉又刺耳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放开我女儿！你们放开我女儿！她才10岁！你们放开她！你们这些畜生啊！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却是被人一榔头下去，倒在地上。丫丫，丫丫，我的丫丫才1岁，你们不能抱走她！你们不能抱走她！求干娘救命啊！求干娘救命啊！我儿子是知府，你们胆敢伤我一分，我儿必定缴了你们的老巢。知府算什么东西？你可知道咱们主子？那头头啐了一声，他的主子虽说不曾留下姓名，但在京城也是有些势力的。知府又如何？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臭老娘们儿，端着个架子给谁看呢？啪的一巴掌就打得方家老太太眼泪直流。秦欢听着耳旁的哭天抢地，见着那些人嚣张的模样，气急反笑，从那劫匪身后走出来。你回来做什么？走啊，欢姐，你走啊！嘿，那小娘们果然没骗人，这美的跟天仙似的，光是看一眼都销魂儿，哈哈哈，美，太美了！老大，这娘们儿留给你如何？老大享受天仙的待遇。老大玩够之后，可否供咱们兄弟？你们滚开！这是我欢姐，你们滚开！金永富上前推那头头，却被那头头一脚踢开。好汉，这孩子没爹没娘的，哭了一辈子了，你放过他吧。这孩子还小啊，12都还有2个月呢。欢欢呐，你这傻孩子，你回来做什么呀？欢姐，你快跑吧！欢姐，小姑娘，今儿遇上我，可是你幸运。若是旁人，可没我这般怜香惜玉。那头头推着秦欢便入了旁边小院。秦欢只默默地看了他一眼，隔壁秦真真还在惨叫，秦欢却心如止水。那头头扔下大刀，伸手就要去抓秦欢，刚一拨开衣领，便瞧见他脖子间那块晶莹剔透的碧玉，衬得他肌肤美得惊人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竟是在你这儿，找到了！不枉老子一路劫了10多个村庄啊！小妮子，你哪儿来的这东西？你哪里来的？这东西对你很重要，就为了这么个东西，洗劫村庄，无视人命，哼，可笑呀！快乐，你不是要给我快乐吗？那头头就要来抓他，只是这一动，才发现自己竟然半点儿也动不了了，仿佛被人禁锢了全身。你做了什么？你为何要逼我染血呢？你可知这是何等的灾难？秦欢提刀砍下了他的头颅，血迹喷洒而出，天地间平地一声惊雷，天边划过一丝血气。欢姐，却眼见着他手中大刀滴血，满脸血迹，浑身被一阵淡漠又恐怖的气息包围。欢姐，我带你回家，咱们回家。只见他闭上了眼。好，他们都该死，全都该死。咱们回家了，欢姐，咱回家。怎么回事？我大哥呢？你这臭娘们儿，我大哥呢？你们都该死。小娘们儿，你将我大哥如何了？那男人刚一开口，便被林子里冲出的血狼一口咬上了脖颈，不过瞬间便死了。
狼！兄弟们快撤！有狼！遇上狼群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狼？大哥呢？大哥哪里去了？大哥让那臭婊子给杀了，他把大哥的脑袋都砍下来了。有个兄弟怒吼一声，红着眼眶就要上前杀秦欢，秦欢却是站在原地动都没动。狼王匍匐在他脚下。哎，快去给村里老爷们松绑啊！村子里燃起了熊熊大火，秦欢就站在大火前头，四处都是惨叫声、哭嚎声。秦永富缩在欢姐身后，吞了吞口水，抬头看了眼欢姐，看着面前那些劫匪被咬得支离破碎，连个完整尸首都没留下，却也没敢开口。漫天的火光，悲泣的哭声，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血腥。那些狼群更疯了一般攻击劫匪，不过瞬间竟是全部都倒下了。欢姐，这是你的东西吗？秦欢没睁眼，捏在手里，紧紧地捏着那块玉，几乎快要融进肉里去了。哒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仿佛有人带着兵马朝着村子来了。村子里众人伤的伤，死的死。作孽呀，作孽呀！我凤安村百姓从未做过一件坏事，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啊！为何要遭受这般灭顶之灾呀？村长跪在地上，四处都烧了起来。都是你这个贱人！若不是你娘家供出我们村子，我们凤安村哪里会遭受这般磨难？都是你这个贱人啊！你害了我们村子，害了全村人啊！贺婶子疯了一般的朝着王氏扑去，王氏左右躲藏，神色惊恐。你这个丧门星，你就是个丧门星啊！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害了咱们全村呐！村子里哀嚎遍野，狼群只默默地退回了山林。秦欢依然毫无笑意，一张脸冷得骇人。我一生不与人结仇，为何还不放过我？为何这世间诸多磨难，还是不曾放过我？我从未想过要与你计较，为何你就是不肯放下这一切呢？为何你要招惹于我呢？秦欢低低的笑出了声，闭着眼睛，苍白的小脸上带着几丝笑意，微风将那低沉的笑声传了出去，众人身上都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秦永富紧紧地拉着欢姐的小手。既然你要招惹我，那我便来陪你玩这一场游戏，只是不知你能否承担得起得罪我的后果。顾韶光带着人赶来时，便见得他站在冲天火光中，神色淡漠地看着周遭一切，眼底似乎平静，却又隐藏着深深的暴力，那戾气几乎要冲破他的身躯。不知为何，顾韶光心间微微一刺。是欢欢，是欢欢，真的是欢欢哥，是欢欢。顾自金手忙脚乱地滚下马车，却见大哥直接策马向前，骑在骏马上的男人站定在小小的他面前，纵身下马，将他整个人半揽着靠在胸腔，他周身的暴力才散了几分。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要让他们影响你，这世间诸多苦难都与你无关。一双温热的大手捂住了他的双耳，那绝望的哭喊声瞬间安静。凤安村很快便重新建了起来。王氏他真不打算回来了？那小富可怎么办呢？秦永富被抛下了，秦永富竟然被抛下了。小富还有我的，我也要去京城，小富该如何是好？回了秦家，欢姐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其实我娘那晚偷偷来找我，她始终想要她的诰命夫人。这个娘不行，不如咱们换一个。其实爹娘是生下来就换不了的。其实他能来问一句，我已经满足了，至少他不是完全放弃了我。我年纪小，跟着他们还是拖累，还很娇气。我只是
我只是见不得他宁愿相信秦奇阳那头猪，也不愿相信我。跟着他迟早有一天会后悔。秦奇阳哪里能给他挣来告命，只怕会给他惹上致命的麻烦。他鼠目寸光，将来会后悔的。小妇可是个人中龙凤呢。欢姐，你要随着他们上京城吗？你真的要去京城吗？你还回不回来？你天庭饱满，父母健在，将来是极好的命格。那么你呢？你要去找他吗？你说什么？欢姐，我爹有可能没死，我爹没死。门外秦家二老听得此话，当即推门而入。大郎没死，我的大郎真的没死，可是顾家人告诉你的。算是吧，他命不该绝，只是不知现在流落到了何处。我要随你进京城，我要去找爹。奶奶，我要同欢姐进京城，找到爹爹我就回来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小弟有了，还能光明正大的带走，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顾家在京城是大族，孙儿跟着前去定然吃不了亏。况且欢姐对他们有恩，找回爹爹也多了几分胜算。等孙儿寻回父亲，便一同回家。待二老出了门，我这棵秦家的独苗只怕就要交给欢姐了。切，你这算什么独苗啊？顶多算是根狗尾巴草。秦欢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出了门。他走在冰天雪地的村子里，顾子金下了马车。欢欢，这是怀宁姐姐托我转交给你的。京中出了事，她临时赶回京城了。她让你进京后务必要去寻她。哥哥暂定3日后出发。欢欢，你可要准备好了。对了，他家老太太即将大寿，听说行了件极其珍贵的贺礼，已经送回京了。我想瞧一瞧都不肯，他说自己都没瞧，等着大寿当日要在大庭广众下给众人一个惊喜呢。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咱们得赶快些，只怕还能瞧见。对了，还记得京城的明珠？前段时日大雪突停，说是他在雪中跪了3天3夜，上天心生怜悯，才将大雪停歇。如今陛下又嘉奖了他呢。爬得高，摔得疼呢。前方到了万阴港，你们先进马车吧。若是明日再穿过乱葬岗，今晚便要露宿荒野了。若是今晚下了雨，更是不便。到底是有2个女子啊，只能趁着天刚暗，赶紧穿过去。欢欢，待会儿咱们要经过一座乱葬岗，你若是害怕，便先进马车睡着，穿过乱葬岗就有客栈了。这里被称为万阴岗，据说这里埋葬了数万战士的阴魂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反正周围百姓都将族人安葬在此，这里距京城已经只有3日路程了。万阴岗有洗食腐蚀的乌鸦，欢欢若是害怕，可捂紧双耳。等等。顾韶光骑着马，眉头轻蹙，此刻正停在万阴岗中间。快走啊！有哭声。秦欢跳下马车呀，粉堆堆呢，像是娘家的气息一般亲切呢。啊，不行，我要控制自己，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在粉堆上打滚，这会显得我一点都不淡定。将军，似乎有哭声传来。侍卫纷纷拔出刀。真可怜，连个栖身之地都无。你欢姐一直这么生猛的吗？差不了多少吧。村子里不管是老坟还是新坟，他都挖过，遇上死不瞑目的，他还帮忙合上眼睛。我欢姐说这叫做善事。哭声是从地底传来的。秦欢凝神细听。快走吧，咱们先去客栈吧。大哥，我好怕，为什么要让我遇上这么可怕的2个人？在那边2天前葬的新坟。顾子金满脑袋问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娘家兄弟，要介绍你们认识吗？顾子金吓得直摇头。老大，真的有哭声，咱们不会见鬼了吧？果然，那新坟下竟是传出了几分微弱的哭声。挖，指着那新坟。将军，是婴儿的哭声。快点挖！欢，底下怎么会有婴儿的哭声？不会有鬼吧？若是鬼也就罢了，若是人，该是何等凄惨啊！哇哇的啼哭声让众人又怕又惊，秦欢却是二话不说便掀开了那口棺材。怎么会这样？谁人如此狠心？竟是……只见那口红色棺木内四周都是斑驳的血迹，那穿着一身寿衣的女子面目狰狞，一头白发，
眼中还带着丝丝血泪往下滑落。天啊！顾子金只看了一眼，便浑身发凉，瘫倒在地。她腹中有孕，入土时即将临盆了。那女尸被血水浸泡的衣袍下微动，是个10月怀胎的妇人，不知道是假死还是如何，只怕是被埋了之后突然醒过来了。她衣衫底下在动。秦欢刚探出手，顾韶光便握住了他的手。我来。是个孩子，孩子竟然生下来了，孩子没死。这孩子福大命大，竟然如此幸运。这乱葬岗常年无人经过，深埋地底，竟是被咱们遇见。唉，说来也是命了，只可惜他娘。唉，怪了，这孩子本不该有此一劫呀。真是可怜见的，生下来便这般多难，只希望将来能平安顺遂。你说他生下来1天1夜了，这又是大冬天，还没冷死也就罢了，竟也没饿死，真是命大。他吃了，吃了。棺材里有什么？能有什么？棺材里有他娘满棺的血啊！顾子金身子抖了抖。欢欢，你不大喜欢这个孩子？没什么，无所谓喜不喜欢，这世间一切与我都是过路人。到了客栈，这孩子真是怪了，声音都哭哑了，却是个干打雷不下雨的。你瞧他一滴眼泪都无。你莫要离他近了，这孩子在极阴之地被万千阴灵围绕，又是尸体所生，命本就不好，又汇聚了一切黑暗和污浊。我差人去打听了，只看能不能将这孩子送回亲人家中，只是这大半天了，就是半点消息也没有。没多时，顾韶光回来了。3日内，这周围都无人办丧事，只怕是寻不着了。咱们急着进京拜年，便先将孩子带进京吧。底下还是托人寻摸着。寻什么寻？那家人作孽，总会倒霉的。若是这孩子死在腹中也就罢了，他若没死，定能克死7大姑8大姨，你只管带回去。到时候传出谁家又暴毙了，谁家又死人了，谁家死的最多就是谁的，死多者得，就这么简单。秦欢嗤了一声，说完就走。倒霉不倒霉呀？想害人没害绝种，留下个王炸，送回个大杀器，真是个笨蛋。你看他，还知道对我笑呢。欢欢，他居然对我笑，这孩子生得可真好，浓眉大眼的，这双眸子比天上的星星还璀璨耀眼。若是寻不到他的家人，便养在顾家吧，咱们顾家也不缺这口饭吃。顾子金抱着孩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坏了，别的孩子出生身上就带着奶香，这孩子明明已经洗过无数次了，怎么身上还是一股子血腥气？欢欢，咱们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你瞧他生来无父无母，该多可怜啊！真希望他未来被星月环抱，阳光普照，将来健康长大。叫什么呢？叫明安，未来光明安逸，或是宁平。屠戮。什么戮？还是戮？生来伴随着层层怨气，母亲又是活埋而死，更是聚集了天地间最阴毒之气，孕育出了他。屠戮，生来便是带着杀戮。秦欢缓缓伸出手，朝着那孩子的脸颊摸去。本来熟睡的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素来安静的孩子突地伸出了软绵绵的小手，抓住了秦欢的食指，咧了咧没牙的嘴，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然后颤巍巍地举起自己的手指头。秦欢更怀疑这小子是不是知道自己那一瞬间动了一丝杀机。那小子越发举起自己又软又白的手指往秦欢嘴边塞。他好像很亲欢欢，不过他把手举给你做什么？这小子平时对我可冷淡了，吃了羊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知道了，他是想把最好的给欢姐。你看他没事就嗦手指头，这手指头吃着肯定很有味儿，这是请欢姐吃呢。我竟然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就叫涂善，一善一恶，端看你如何抉择了。好好的孩子姓什么涂啊？听着就晦气，还不如你方才说的那什么路呢。这个名字能压他浑身戾气，你先叫他涂善一段日子试试。这孩子可没那么好养呢，能克的至亲祖宗18代成为棺材店常客，你以为这么好养？善儿，你看那边就是城门了。喏，那明珠姑娘还真是好心呢，连日施粥，真不拿秦家的钱财见外啊。秦欢抬眸望去，慢些，慢些，都慢些！这是明珠姑娘心善，感念自己曾经流落在外吃了苦，这才日日施粥于死。她的名声在京城极好吗？哥，
我记得那明珠姑娘可几次打听过战神顾将军呢。明珠黑珠与我何干？说完便拿了令牌去城门口。顾将军里边请，顾将军快请快请。将军上次带兵拿下3城，打得对方听到顾将军名讳便膝盖发抖臣服。顾将军是我等儿郎的偶像啊！顾韶光只淡淡的点了头，便带着顾家马车穿行而过。排队的一行百姓中，秦真真嘴皮干涩，穿着一身粗布麻衣，眼底带着几分隐晦的狠辣。在外可不准丢了你哥的脸面，背个行囊还委屈了你似的。我将来是诰命，你哥将来是状元，那个是能做这等活的？周围人一听轰然大笑。你们懂什么？我儿子跟别人可不同，那游方老道可是专门恭贺了我的。王氏一抬头，便见一道袍从眼前闪过。哎，那道人听到没？这老太太说她儿子将来是诰命呢，你快给她治这疯病，怕是哪里来的疯婆娘呢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此人刻薄小气，天生克夫命，命中本有贵人相助，若是抓住一线机缘，便有登天造化。如今却是只剩孤苦命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至于那小相公，呵，还给你正告命呢，死到临头不自知。说来贫道与你也算有缘，劝你一句，从此回头还能保命。说完，那道人袖子一挥，扬长而去。小姐，夫人一早便吩咐咱们在这候着了，说是少爷小姐肯定今个到。不是说是个乡下农女吗？这若是农女，这京城各府的嫡女那不都得羞死人了。这一大早起来，老爷便摔了一跤，今儿还是瘸着腿上朝呢。夫人被茶水烫了满嘴泡，这院里养的犬呢，那都吠不停，英格儿扑腾的掉了满身的毛。这么大阵仗，那肯定是少爷回家了呀！哇，好牛逼的样子，羡慕，想要。欢姐，你问问他家公子是不是瘟神转世，连爹娘都克啊？别胡说八道，瘟神也不克家人的。这位便是救了小姐的恩人吧？姑娘可真是生得天姿国色，乍一看奴还以为是谁家嫡小姐出来了呢。欢欢点了头，也没客气。丫鬟正要迎着几人进门。母亲怎么了？那双眸子好熟悉啊！母亲是在讲怀宁说的事吧？母亲您可别当真，怀宁不过是看着长相与小姑相似的孩子了。这明珠多优秀的孩子，连皇后娘娘都看入了眼。这要是咱们秦家再嫁入嫡女入太子东宫，咱们秦家可是要更上一层楼了。怀宁说的那个，除了相貌相似，甚至还是个痴傻儿。母亲，咱们秦家可是文臣之首，痴傻儿，这不是让秦家蒙受阴影吗？若是那孩子知趣儿，便在乡下好好待着，看在他那张脸与小女相似的份上，还能有所帮衬。若是不知趣儿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起来吧，都是自家人，今日怎么没将明珠带来？陛下昨日念叨了明珠好几次，本宫这才召她进宫来看看。劳烦娘娘记挂，明珠这孩子呀，心系百姓，今儿又去承天殿救人了。他与神明契合度高，名臣祭司少不得要多麻烦他一些。也是了，他爹就是天资卓越之人，只是可惜是个没担当的。既然心悦我秦家女，便要3叔6媒求娶她，善待她。谁知与莹儿私奔之后，又去寻那老婶子神明，害得明珠行白在外流浪11年。
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。抛下妻女，寻什么神尊？只怕是变了心吧。哼，还神尊？真要有什么神尊，我将头切下来给他剃。好在呀，寻了回来，这孩子天资聪颖，怎么就没生成个男儿身？女儿身怎么了？照样是社稷之福。皇后嘴角轻勾，因而如今也该定下太子妃了。只是想起太子，皇后脸色便有些难看。她现在只求能早些找回儿子，只求他千万别剃度。什么天生佛子，那是他北渊的储君，北渊的太子。那大祭司当真是该死，这预言害得他皇儿竟是成了个和尚。明珠是个好的，好生教导着，莫要堕了秦家名头。得空带进宫来，和寿公主一天都念着他呢。是，娘娘放心，这孩子是秦家的骄傲，太傅如今每日都教导他呢。只是这孩子呀，得名臣祭司重用，时不时要去一趟承天殿，得空了让他入宫陪陪公主。好生等着吧，这孩子的福气在后头呢。我秦家终是有个能看入眼的女子了。是二婶儿啊，2个月不见，二婶儿又苍老了。女人啊，这辈子最重要的便是那张脸，二婶儿可要好好收拾自己这张脸才是。今儿回来时，宁宁可看见二叔又带了个侍妾回来哦。二夫人脸色一滞，嘴角缓缓僵硬。二婶眉眼间起了川，想来时常皱眉，脸颊肉松弛，只怕是时常开怀大笑。额头已经有了抬头纹，二婶儿都不知吗？二婶儿用那香薰，着实有些刺鼻呀。二婶儿可试试香薰，将衣上熏出一层淡淡的香气，让男人闻了爱不释手。肌肤呢，要以牛奶花瓣为喻，肌肤光洁有弹性。宁宁每日花在这张脸上都得费1个时辰呢，这才是作为一个女子的基本哦。秦怀宁说完，便身子一扭一扭地进去了。本夫人已经这般人老珠黄了吗？啊，他竟然比我一个女人还上心。二夫人捧着脸，一脸崩溃。你呀，别老去刺激你二婶。你二叔不着调，喜欢女人，整日为了姨娘通房吵闹，像什么话儿啊？说起来呀，那姑娘的脸可真是像极了小姑姑，只可惜了，这孩子从小长在乡下，粗鄙不堪，更因幼年时受了些刺激，脑子痴傻。若真是我秦家血脉，倒是独一份的傻了。祖母可要派人去查探一二。那孩子还为祖母准备了一份生辰贺礼呢，只待3日后祖母生辰赠给祖母呢。只是不知明珠到底是否为我秦家血脉了。此事休要再提，一个傻子，我秦家舍弃便舍弃了。若是不知趣儿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可知明珠如今在京城的地位？她得陛下看重，得承天殿认可，便是名臣祭司也要敬她几分。甚至娘娘有意为她和太子赐婚，秦家如今与他的荣辱寄于一身，我秦家需要的是一个优秀又完美的子嗣。淮安呐，你是秦家世子，这秦家将来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那孩子呀，若是在乡下活得好也就罢了，若是不好，便送些银钱于他。若是他不知趣儿，扰了明珠的好事儿，那祖母该如何呀？杀了他吗？杀了小姑姑和大祭司唯一的子嗣吗？杀了你的亲外孙女吗？哼，囚禁一个小小丫头，我秦家还是能做到的。哼，看来祖母是舍弃她选明珠了。也是，一个明珠灿烂而耀眼，一个地上淤泥，两人是云泥之别。将来秦家还要仰仗着秦明珠步步高升。
而那丫头呢，却只是秦家的拖累，甚至还是秦家的笑话。哼！秦怀宁嗤笑一声，但想起他几次三番见到那秦欢，却又觉得祖母这次可要走眼了。欢欢，你真不住顾家啊？我奶奶走时给了我银子，奶奶说情是情，但要懂分寸。我爹爹以前说，出门在外要学会藏钱，万一遇上打劫的还能保命。要不让你哥收我为义女，我认你做个小姨吧。不行不行，那不乱了辈分吗？那我给你找宅子，你若是成了女儿，那我哥……顾子金面上有些心虚，到底没敢说出来。下午只用了午膳，便带着秦欢出了门。珊珊我就养在顾家了，欢欢你若是想他，便时常带他来看看你。我哥这般年纪没成婚，我娘一定很喜欢他。秦欢点头，顾家是大善之家，能压一压他的戾气。听说我哥要回家，我娘都没敢出门，我哥一回府便鸡飞狗跳的。上次我娘在外闲逛，我哥突然归家，结果我娘差点被从天而降的茶碗打破头。父母在不分家，旁人家都是几房一起住着，咱们家从我哥长大了便开始分了家，怕我哥克死他们呢。等会儿见了我娘别拘谨，我娘性子极好呢。我爹有一妻一妾，娘是三书六礼八抬大轿娶进门的，徐姨娘是前些年才进门的。若是顾家没有强盛，那什么姨娘还会嫁给你爹吗？顾子金脸色笑容微暗，只是瞧见进了门，才摇头不再说。是子金回来了吧？娘，这是欢欢，我的救命恩人，这是他的弟弟秦永富。快别多礼了，既是子金恩人，便是顾家恩人。你这孩子一看便玲珑剔透，心思纯净。子金，你倒是好眼光呀，寻了个极好的姐妹。既然来了，在顾家住下便是，与善善一同养着，咱顾家也热闹一些。多谢夫人了，只是小夫还要寻爹爹，只怕要在京城久住，便不劳夫人了。若是夫人喜欢我们常来就是了。没多时，瞧见顾夫人有些疲态了，一行人才告辞出来。出来时恰巧遇见一个穿着素净但面容温婉的俏丽妇人，身旁还牵着一个6岁孩子。徐姨娘想给顾子金行礼，顾子金看都没看一眼，扭头便走。你这徐姨娘倒有些不凡。秦欢与她错身而过，徐姨娘却总觉得浑身发紧，不敢抬头细看。欢姐，我觉得她以后肯定跟旁人不同。你也能看出来，这屠戮命，这小子竟然也懂。那当然，他是天下间唯一一个可以拍着胸口说我娘在我出生前就死了的人，独一无二。秦欢嘴角一抽，转身就走。秦欢和小妇出了顾家大门，两人不肯上马车，说是从来没见过京城的繁华，要好好看看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么大宅子是咱们的啦？天啊，咱家竟然住上大宅子了，这得多大呀？就是将爷爷奶奶接来也够住了呀。没出息的东西，一座小宅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地方立财倒是个好地方，只是这院子里这次死了人。欢欢，你若是害怕，不如先来顾家住着。我怕，老子一根脚趾头都能戳得他们魂飞魄散。这么大宅院还得请丫鬟请奴仆，多浪费钱啊。欢姐，这么大宅子咱们干脆用来养猪吧，我瞧着这京城里好像都没人养猪的，在咱们乡下都还养不起猪呢。去那边看看吧，过了这道墙便是贫民区，那边人多眼杂。欢欢，你容貌生得出众，莫要让人占了便宜才是。你可不知，上次我去城北还被人赖上了呢。那姑娘头上插着草标，卖身葬父，抓着我的裙角不让走，非要卖给我做丫鬟，想要葬了爹爹。我这人惯是心软，便赏了她一副棺材，让2个小厮亲自拉着那盖着烂席子的死尸去埋。谁知
谁知那死尸竟是跳了起来，又是闹又是骂，原来竟是诓骗我的。你是不知，差点被我哥给笑死了。欢欢，你也要小心了，这些公子哥向来是爱美色的，你这张脸可别露在外头。一行人往学子街穿行而过。这世间女子当以明珠姑娘为表率，明珠姑娘得帝后称赞，又是承天殿圣女，此乃世间第一人啊！明珠姑娘那可是最接近神的存在，想来那一次祭祀一定有她的一席之地了吧？哎，明珠哪里称得起如此谬赞？大家可别再夸奖她了。秦兄，你这可就不对了，这世间谁能比得上你啊？秦淮宁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这秦明珠又是圣女，谁能有你痛快？都是你妹妹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众人满脸羡慕。秦淮平抿唇笑了笑，你脸红了？你脸上被烫了吗？是那个男人烫了你吗？你看着看着他变脸红了。欢欢，别胡说，他是秦家二房长子，叫秦淮平，是个读书人。你心悦他？那男人似有所觉，朝着门口看来。我哪里心悦于他？不过是感激罢了。幼年在老宅乡下，那时曾得过他几次帮助罢了。哎呀，欢欢，你不许胡说！淮平公子可是有大志向、大抱负之人，此生要报答江山社稷，可不许胡说八道。而且心悦他的女子何其多，哪里轮得上我？拉着秦欢便走。轮不上便好，谁若是轮上，只怕是死无全尸。你这丫头再胡说，京城的姑娘们可要骂你了。淮平公子在京城人缘极好呢，只是命运不公罢了。他生在二房，大房秦淮安纨绔子弟，生来便能继承秦家，二房却是要自谋生路。淮平公子只得入了国子监，如今已是举人，只等年后便能参加殿试了，他一定会中状元的。真是难为怀宁妹妹了，大哥竟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。看来你对那老婶子怀平哥哥倒是颇有好感。顾子金脸色通红，却并未反驳。哼，看着就是个小白脸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。若不是换了张皮，我看着就跟肖赖子差不多。这人啊，还比不上怀宁姐姐呢。啊呸，怀宁哥哥。来，算卦了啊！本人10卦9灵，不灵不要钱呐！都是些骗人的玩意儿，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着大祭司的名头出来招摇撞骗。听说大祭司师承海外，是从一座仙山上下来的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这些都信不得，大祭司自己都疯魔了，寻神尊寻得入了魔，气儿都不要了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说说，哪有什么神啊？神明都没显过灵。也许他正陪你逛街呢。你干脆说你自己是得了。翻了个白眼儿，便上去凑热闹了。这话我还真不好接呀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杀猪匠，生来我就是在杀猪的声音里长大。你倒是说说，我上辈子做什么的？大兄弟，劝你改行啊！你这可是作孽呀！你这一回做人不义，为何要杀猪伤害生灵啊？你祖祖辈辈绝对不是杀猪的，你也绝对不是亲生的。你他妈才不是亲生的！哎，好汉，你做了8辈子的猪，好不容易投生成了人，你怎么就做了这杀猪的勾当啊？哎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！你杀的都是你兄弟，都是亲兄弟呀！这老道竟是胡言乱语，也不怕被打死吗？他说的倒也没错，那丫真是头猪。你这老头糊弄人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老子跟猪是亲兄弟，老子看你跟猪头是亲的。你回去问你爹，问你娘，我还要在此摆摊3天。你若是不对，随时来寻我。你绝对不是杀猪的。按照命理，你上辈子与青楼女子有恩，
此生该投生在他肚子里做儿子的。老头，那你给我算算，我前世是个什么东西？是猪啊、牛啊，还是羊啊？你若是算得准，这锭银子就是你的；算不准，我可要将你送到衙门去了。大祭司如今虽不在京城，你这打着他的名头，当心治罪。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那大祭司跟我同门，我老头子哪里比不过他了？哼，不信，叫他出来呀！写下你的生辰八字和名讳，算什么？你说。老头漫不经心地抓起那张纸条，便细细凝视起来。老头，你盯着我做什么？我就是算个姻缘。姑娘，你这前世，还是不算也罢。若是再所遇非人，你这一生便如同前世一般了。那老头看着他，竟然还多了几丝怜悯。老头算命几十年，就没见过你这般差的命格。姑娘，你的命格极差，前世所遇非人，出嫁当日新婚丈夫便托辞不来，却是兄弟迎亲，婚后丈夫冷漠相对，意欲不欢，便是怀了个胎儿。顾子金心头突然猛跳，这些像极了他从小到大断断续续做过的噩梦。你临盆在即，却被人剖腹取子，最后更是一尸两命啊！姑娘，你虽命格奇差，但却也是有大机缘之人。老头虽不知为何你能得上天怜惜，赐回那片刻记忆，如今只盼你好生看清眼前人。他从小便做的噩梦，从未对任何人宣之于口。顾子金唇间苍白，看着那老头，俨然已经少了几分轻视。先生，可能瞧见那人是谁？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不可说，不可说啊！快说是谁？谁那么坏？老头只能算个大概，哪能算得那么清楚啊？老头不知啊。今日之事，不管如何都要谢过先生了。紫金这边有理了，看来我在婚事上要慎重了。小姑娘，看在你这般诚心的份上，我便再送你一卦，给他算姻缘，写出你的生辰八字。咦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咦，你这不大对呀！看就看，干什么动手动脚？别以为你老，你就可以摸人家小姑娘的手。小子还挺机灵呢。先生，官宦难道跟我的命格一样？官宦难道比我的还严重？先生啊，官宦是不是也没救了啊？先生，你可得救救他。这就是跟不了我哥，也得让欢欢有个好归宿啊。先生，你一定要给个破解的法子。不行，欢欢，咱给他跪下，求老先生说个法子，好不好啊，先生？当下牵着秦欢便要跪上去。好。话音未落，顾子金便拽着秦欢，秦欢没防备，单膝跪了下去。好个屁呀！那老先生脸色巨变，啪的给了自己一巴掌。这该死的突如其来的结巴！完了，这单膝一跪，我怕是寿命都得有损了。使不得啊！快起来！给你算命都是我的福分了，哪还敢劳你下跪？这一想，又扇了自己一巴掌。为啥要来摆摊呢？这下好了，遇到个拥有累世功德之人，这一膝盖，我至少算掉了半条命啊！这不是他自己说的好。还好，只是单膝跪下，吓死老头了！你这老头，你倒是说啊！你这大喘气的，差点将人吓死！你到底算出来什么了？你咋算着还跪下了？这老头子算不出来呀，他这命太诡异了，根本不由人算呐！我师父曾言，
这世间命运都是由上天所定，所有的一切都能从五官相貌、从掌纹、从生辰看出一二。但这位姑娘，你这太过离奇了。明明看生辰，你是生来富贵，却明珠蒙尘，至死也没想到一天福。看掌纹，你却斑驳凌乱，一切都寻不到半分过去和将来。这怎么会呢？人怎么会没有过去和将来？而且姑娘你有累世功德，属于上天都极其偏爱之人，老头子哪里算得出来？没想到还给算掉了半条命，我冤不冤呐？那老头心中有些迷茫，再一用劲儿，却是心间一阵刺痛。妈呀，我到底算了个什么东西？过去的前世事都不容窥探半分，霸道至极呀！我好惨。姑娘，你的前世后世不知出了哪种差错，但必定是不在五行中的，任何人都无法窥探的。哎呀，说了半天，你倒是说说他的姻缘啊！姻缘能跟我哥凑一凑吧？这姑娘有几世功德，生平几乎都能心想事成。不如这般吧，你写个字。老头让秦欢随意写了个字，老头3两下给他拆分出来，一口定道：你将来要做天子的女人，对，就是天子，别问就是天子。老头干咳一声，只怕是要咳血了。姑娘，咱们两清了啊，算完了啊。说完便跑了。这一次差点一算归西，顾子金却是如遭雷劈，满脸哀伤。你竟然要做天子的女人，天子啊，这怎么就便宜东宫那人了呢？不可能，太子怎会认识欢欢？那我哥呢？我哥呢？难道是当今陛下？呸！太子，那小和尚见了我头都抬不起来，还嫁给他？他怕是天天都得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得把那小和尚活生生吓死了。天子，这到底是个啥意思呢？这怎么还便宜旁人了呢？那我哥呢？欢欢，你别信那老头，虽说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但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，姻缘又哪里是一贯能算准的，对吧？那你方才还哭着求他要个破解之法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抛你的腹，你的命我保了。欢欢才多大，竟然想要保我的命，这孩子可真逗。我们那小山村哪里有人测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再说了，测那东西做什么？给人端茶递水吗？看守大门？你们有钱人是不是闲得慌？有吃有喝，日子还不好过，非要给人家做下人吗？那可不一样，就像伺候皇帝的大太监，我这个顾家嫡女见了都得好生相待，伺候神明的侍女自然更不同了。和硕公主当年因为没有亲和力还哭了一场呢，她若是有亲和力，公主身份便会水涨船高，世家中出一个绅士都是极为难得的。你哥当年测了吗？测出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旁人啊。当年还是大祭司给我哥测的，都没敢往外传。我哥测那一年，太子和几个皇子争夺地位，争得日月无光，顾家不占任何一方，只尊于上帝位之人。当时没有表态，就被太子和二皇子给合击送到了狱中。当时地位争夺到的白热化，大哥拖到了7、8岁都未曾测试，娘又因着衣不解带的照顾爹爹，在狱中待了2年，病得厉害。哥哥没法子，便去了承天殿，大哥自己求到了大祭司门下。大祭司随手一算，说他与自己有几分缘分，与他方便，将来还望他能善待某人。那某人他也没说是谁，大祭司便带我哥去测试。谁知道我哥那天一测试，本来大中午的，阳光正好，他一测试，天昏地暗，不过瞬间京城便被一片黑暗笼罩。听娘说，当时不过半盏茶时间，京城便乱了，四处点起火把，先皇拖着病体，带着百官朝拜上苍，跪了一盏茶的时辰，世界才挣脱黑暗，重新恢复光明。
光明重回大地时，京城四处都乱糟糟的，太子和二皇子暴毙在府中，争夺了2年的地位，2人就这么死了，谁也不知晓缘故。我娘偷偷告诉我，她一直觉得是被盛怒之下的大哥给克死的。你可不许往外传啊，也不许说我哥是瘟神是克星。我娘说了，她怀上我哥时，整夜梦见大片金光，还有从未听过的仙乐，还梦见过一个极其俊美的男人。我哥一定不是瘟神，不是克星。我怎么觉得你大哥不喜欢的都死了呢？我虽然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我绝对不能说。京城还有一座圣宫，历年的圣子圣女都在其中学习。如今那些圣子圣女现在都以秦明珠为尊，据说她是1000年内距离神明最近的人。如今京城都知晓她是大祭司之女，将她捧得高高的。欢欢，我觉得你的亲和力一定很好，毕竟那些动物野兽全都喜欢你。你瞧，那边有个测试台，这便是平民测试的地方，将手放在上边即可。下一个。秦欢还未上前，小胖子便站到了前头。只见面前那灰扑扑的石座突然光芒大作，是财主财的亲和力，是财神，是财神的亲和力。财神，我娘眼光竟然不错，给我娶了个永父，原来我真的招财神啊！你可拉倒吧，你娘当初想给你取名狗生来着，今儿你总不能招一堆恶狗出来吧？永父，那是你爷爷奶奶对你的美好期望。财神亲和力，几百年都没遇上一个了。可是你测出了财神亲和力。大祭司，小兄弟是我顾家贵客，便由紫金陪同他们吧。一行人往承天殿侧门走去。秦欢经过秦明珠跟前时，秦明珠心间猛地一跳。怎么了，明珠？可是哪里不是？秦欢轻轻笑了一声，便随着秦永父往承天殿去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哼！这些没出息的东西，抢了10几个村子，竟是都不曾弄死他，竟让他依然来到了京城，重来一世，我怎能输给他？大祭司之女，秦家后人，这个位置只能属于我。明珠将东西落在圣宫了，回去寻一寻。转身便又朝着承天殿去了。待入了承天殿，进入了正门，正门中一股威严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顾子金扑通一声便跪了下去，几个圣子圣女也半跪在当场。这是正殿，承受不住神明残留在人间的神力，我等已是极好的了，有的甚至还会直接匍匐在地上呢。便是如此，圣宫中那些圣子圣女，如今有的连爬都爬不起来呢。圣子圣女话音刚落，便瞧见秦永父牵着她欢姐的手，直直地站在当场。为什么爬不起来？没什么感觉呀。我倒是从未见过你这般得天独厚的，随我来吧，你去测一测吧。如今明珠为9成，大祭司为9成，我为8成，财神极为难得，在民间拥有极高的声望。你若是能有3成，已是极好。等进了圣宫学习，将来一定能召唤财神降临。拥有那个财神的亲和力，便只能召唤那个神明吗？当然不是，你主财，只是你与财神极为契合，但你亲和力高，召唤别的神明降临，几率也更大。不然秦明珠9成招来的不永远是厄运，那这个女人早就该挫骨扬灰了。蹭蹭蹭的便亮起了好几层的光芒。好8成，你若是坐镇商户，那家人必定是金银满钵。8成好，等你与明珠一同进入了圣宫学习，将来学习如何请神，便能召唤神明降临了，在祭祀时也能为北渊带来幸运。我姐姐还没测呢，我姐姐不入圣宫，我也不进去。圣宫有什么好？既然你说了我得财神青睐，那我将来不是能腰缠万贯了？进不进圣宫有什么意义？什么人上人，什么请神，什么亲和力，我都得财神亲和力了，还要那些做什么？回去赚钱啊，首富，北渊首富啊！出你一个财神亲和力都已经极为难得了，这东西哪有批量出来的呀？罢了，明晨祭祀，便让欢欢试一试吧。这2人着实命苦，爹死娘改嫁也没个依靠，2人相依为命，去哪里都是一起的。欢欢没有亲和力，
也让他死心吧。将手附上去便可。圣女随意说了一句，便站到了一旁。秦欢将手附于黑曜石上方，然后没有半分反应。该死心了吧？这等东西可不是谁人都能拥有的。真以为谁都是明珠姑娘吗？她这般得天独厚之人，天下间难出一二。话音刚落，那黑曜石猛地爆发出强烈的光芒。哇，亮了，亮了，好亮！开花了，开花了！你们快来看啊！殿外的银神花开了！殿外的圣子惊呼一声：“银神花，银神花！只有神明降临，亦或是最为纯粹、最接近神明的亲和力能开花。这是哪位神明的亲和力？从未有过的神明，不符合典籍记载里的任何神明。怎么会查不到典籍？难道这世间还有不被供奉的神明？各位神明各司其职，但从来没有过这般万物复苏的现象呀！哼，你懂个屁！这叫万物生。可以瞧见，它定是与哪位神明契合的，甚至还极其契合，那气息极其纯净。能令银神花开，绝对亲和力不低，只是不知得了哪位神明的青睐。银神花开，那不是因为我来了吗？仅仅是因为我来了呀。再来测测有几成，应当是极其纯粹的。当初大祭司9成，便引得银神花半开，此人一定是有10成的。10成代表什么？代表他请神极其容易啊，只是不知主哪位神明了。将手放上去，对，放上去。明晨眼睁睁地看着他放了上去，黑色石头光芒大放，甚至还出现了丝丝裂纹。哎呀，他不是与什么野神契合了吧？这可是100%契合呀，是10成。10成？你的意思是，那个与他契合的神，他可以招之即来？不是招之即来，只是我一直在身边呀。至于别的神明没有亲和力，哼，谁敢上我的身？他们倒是敢，怕不是想神魂俱灭了。他若是与这世间知晓的任何一尊神契合也好啊，但10成又确实难得。平时你能感觉到神明不同吗？你既然与神契合，那个神明总有职位的，就像财神一般，他擅长招财。你的神明，你可能感应到他会什么吗？秦欢想都没想就摇头。我的职位不就是没事招财神呀、天神呀、门神呀、灶神呀什么的，问问话不就行了？罢了，你们先进圣宫吧，不管野神也好，真神也罢，在圣宫先学学如何能请神明附身吧。他竟然与那野神契合10成，10成啊！只要他一召唤，那神明必将为他降临。幸好只是个没什么属性的野神。哼，你没死又如何？就算你进了京城，与前世机遇不同又如何？我才是真命天女，我才是。秦明珠掩住心底的慌乱，转身而去。欢欢在看什么啊？我呀，在看一个小丑。那边就是圣宫，说是圣宫，但其实也只有10多个人罢了。有亲和力的人极其难寻，都在这里统一学习神术。你可是主才的，将来还要学习点石成金呢。撒豆成兵，点石成金，都是高深神术。现在你还得从神语学起呢。现在天赋最强的是明珠，明珠学什么都是一点即通，甚至上个月第一次念祭祀语，还招来了一场毛毛细雨。如今有了秦欢，天赋最高的便是你了。只是不知你是不是也如明珠一般聪慧了。明月，这便是能令银神花开的圣女吗？这位是主火的燕圣子，我是主月的，叫明月。燕圣子他们便交给你了。那边是神书楼，里边大多都是关于神明和祭祀的书，无事的时候可以去翻阅一二。圣宫里面的学生不多，每天只要上半天学即可。有时候老师要是外出祭祀，也许10天半个月也可能不上课，但是每堂课所学的祭祀语却不是当场就能学透并发挥出来的。就属我吧，第一次用萤火术连一丝火光都没弄出来。你们天赋比我强，不用担心。这几日新年到了，祭祀颇多，老师也受百姓相邀祭祀去了，所以下次上课可能要等到年后初6了。秦欢等人从圣宫出来时，都多了一块属于圣子圣女的玉牌。没想到出来买宅子，刚出门宅子就送上门来了，现在还成了圣宫之人，这机遇我便是下辈子也遇不到了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你的机缘可是最大的。这玉牌上的图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瞧着圣宫里面也出现过几次。
是大祭司在缺失的典籍中修复来的，说是神尊最喜欢的瑞兽，是很喜欢，喜欢到顿顿都有的地步。欢欢，我发觉你对大祭司有些不喜呢。你可知道，大祭司为了神尊几乎走火入魔，他为了寻找神尊在人间的化身，更是连妻儿都抛下了。据说曾经秦家姑姑怀孕，他还每日祈求神尊为胎儿降福，不过瞧着像是没降上。那孩子出生死了娘，没了爹，10多岁才回秦家。欢欢，明日便是秦老太太生辰，你可要来。听说秦家老太太要在明日当众承认秦明珠的身份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哎呀，你如今是圣女，只怕明儿为了给秦明珠造势，会专程请了圣宫所有圣子圣女的。你的家人可有留下什么信物？明日我便请哥哥派人去打探。欢欢的亲人也一定很想念你的。哎呀，我祖父祖母回来了。欢欢，今日我送你们在城中最好的酒楼暂住一夜吧。我们买下的宅子大概还有3日才能收拾完，住外面也好。小福还想尝尝京城的美食呢，听说京城汇聚了天下的名菜，最好吃的都在京城。随后找了个客栈，顾子金千叮咛万嘱咐，才放心离开。说起来，我也给老太太备了厚礼呢。想来今儿也要到他手里了吧？大概是觉得寿衣有些寒碜，秦欢昨儿进京又给他订了个寿材，都带寿字，等会儿便运到秦家了吧？子金啊，你便是在这京中不熟，也不该与这乡下来的丫头交好啊，免得堕了你顾家大小姐的名头。欢欢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便是顾家的上宾。顾飞燕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在顾子金面前低声道：当年还喝过尿的人，如今也能成为这京城贵女了？怎么，当年你在乡下不是还钻过我的胯喝过尿呢？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不过你若是敢告诉韶光哥哥，我便将此事宣传得天下皆知。顾飞燕满脸恶劣道：不要告诉哥哥，哥哥因着我出生就背井离乡，内疚了多年，如今好不容易熬过来了，若是再因为我大闹2房3房，哥哥的好名声又要毁了。傻，你便没想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我这一生都没人敢占我半点便宜，吃了我的都得吐出来，拿了我的都得还回来。他欺你辱你，便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呀。他让你饮尿，你就不会往他嘴里塞屎？欢欢手染鲜血后，好似不大一样了。以前从里到外都纯得跟纸一般，王氏虐他欺他，他也只是无意识地还回去。可如今却带了恶意，他变了。哎呦，老夫人，今儿寿辰，您可是寿星公啊！瞧瞧陛下都让人赐了御膳过来呢。就是，咱们这几个高明太太哪里有您享福呀？这哪里是我享福呀？陛下还不是看在明珠的面上，上个月明珠为天祈福，陛下一直记着她呢。当年大祭司和秦家姑姑私奔，那时整个秦家可是被指指点点，甚至名声还一落再落。如今呢，只怕要扬眉吐气了。明珠的娘亲当年便是京城才女，大祭司又是得天厚爱之人，如今明珠天赋高，亲和力强，在圣宫也是数一数二的能人，秦家呀可是要光宗耀祖了呢。是啊，往年圣宫里的那些圣子圣女见了陛下都拥有不用跪拜的权利，这么多高贵的人呢，今年全来给老夫人过寿，可见明珠啊当真是极其受重视的。自己反倒像凤凰面前的杂毛鸡啊呸！老夫人有福了，府上2个女儿都是如此娇艳，将来可有福气了呢。外祖母生辰快乐，明珠没什么好赠的，明珠出来京城全靠外祖母照拂。明珠这段时日亲自为您赐了9999个寿字，上边加持了明珠的祝福。圣女祭祀呀，万金难求，
这有个圣女做孙女，也就老夫人有这福气喽。秦怀宁低垂着眉，抱着小锦盒站起身来。祖母，怀宁有一至交好友，托怀宁给您送份贺礼。那孩子年岁与明珠差不多，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呢。秦怀宁将小锦盒推过去。恭祝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老太太给您拜寿了，祝您长命百岁，福寿连绵。老太太真是越活越年轻了。好好好，快给贵宾看座上茶。秦欢站在人群中，秦怀宁一眼便认出了他。欢欢，你别难受，明珠能找到家人，成为秦家掌中宝，你以后也能找到情人的。秦欢似乎笑了笑，只眼神定定地看着场中那老太太。秦老太太似有所觉，抬眸朝他看来，只一眼便感觉天旋地转，脑子发晕。祖母，您怎么了？那个站在人群中默默看着他和明珠其乐融融的孩子，才是他的外孙女儿。只一眼，他便确定那个才是外孙女儿，才是他秦家的血脉。可他是个痴傻儿啊！老夫人，您可是身子哪里不舒服？这是他送你的礼物，祖母不想看看吗？那孩子无父无母，能筹钱送祖母一份贺礼，已经是他最大的能力了。昨儿那孩子还说，他见秦家势大，只能又给祖母订了一份，待会儿便要送来了呢。那孩子也是个有孝心的，祖母打开看看吧，听说是他能买到最好的衣裳了，祖母不如穿上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哼，祖母可别嫌弃，那小山村里没什么好东西了。那孩子有心，又给祖母送了个配套的，说是要一起穿着才能用。孙女儿都有些好奇了呢。祖母今儿是寿星宫，便由孙女代劳吧，让祖母试试，看合不合身。啊！整个人疯了一样，一把将衣服抛了出去，正好抛到老夫人脑门上，一件寿衣直直地挂在老太太头上。全场寂静，秦怀宁瞪大了眼睛，我操，这丫头是不是故意的？秦家门外几个小厮抬着一口上等寿菜进了秦家大门。合不合身，你穿上进去堂堂便知晓了。老夫人，有人抬了口楠木棺材送到门口，说是让您躺进去试试，若是长了短了，他们抬回去改。我去，这还真是秦家种啊！老太太心狠，那妮子手也辣呀。祖母，孽障，该死的孽障！快扶夫人坐下。哪个畜生送的？竟是这般败坏我秦家雅兴，给母亲添堵。爹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我那小友祖母也认识，说不得今儿那孩子也来了，不如问问祖母要不要见他。不见，这便不见了吧。你那小友性子愚钝，本就痴傻，念在他痴傻不懂事儿，这事儿也就罢了。我秦家大度，何苦为难一个傻孩子？秦怀宁朝秦欢看去，却见他嘴角带笑，似乎乐见其成，甚至对此很满意。秦怀宁有些不解。罢了，母亲大度，便不追究了。这等晦气东西，赶紧扔出去。怀宁，你以后不许与那等痴傻无礼之人相处，坏了我秦家名声。我秦家是识大体人家，莫要让这等痴傻之人坏了声誉。那棺材您还是不是了？若是长了还好，那短了还得缩着脚，也不大舒坦呢。送棺材来的小厮小声问道。秦明珠似乎猜到什么，嘴角微勾，看着秦欢的方向，隐隐有几分挑衅。让人请族长上来，今日我要为明珠上族谱，正好栓洗临门。嘿，真好呀，断了那不属于我的因果，将来对方是生是死都与我无关。他若是斩断，便是背离血脉，与因果有碍。但对方自己选了旁人，弃了他，那可怪不得他了。如今大家都没意见了吧？没意见。
明珠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，如今回到秦家理应上族谱，拖了这么久，已经是委屈明珠了。明珠姑娘这般人才，谁家愿意往外推？那怕不是疯魔了吧？祖母，您确定要给这位明珠姑娘入族谱吗？哪怕是将来出现变故。我秦家儿女个顶个儿的天资聪颖，聪慧有加，明珠就该是秦家人。不管将来出现什么变故，秦家永远是她的家。我秦家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攀上来的。将来呀，谁若再说明珠不是秦家人，别怪我无礼了。明珠是我秦家子嗣，只有她，别无旁人。除了她，我谁都不认。秦欢低低地笑出了声，风突然来了，莫名多了几分寒意。哎，这天怎么突然又打雷了？看着竟是要下雨了。众人抬头望去，不知何时秦家上空多了一层黑压压的乌云，乌云密布，山雨欲来。前院穿着一身道袍的道长突然站起身，看向天际，直直地往外走，没有半点留恋。哎，这位道人，你不是说我秦家有冲天富贵，要吃碗便饭，喝碗福茶吗？秦家机缘已失，还喝个屁呀！哎，我也是倒了大霉呀！我这张嘴怕不是有毒，这茶没讨到，喝一家倒一家，以后再喝茶我就是狗。今日我秦家族长便请众位宾客做个见证，秦家明珠离家11载，今年便进入族谱，做我秦家儿孙，为了秦家的荣辱而战斗，一生必将维护秦家荣誉。我没错，我没错的。欢欢，以后啊，你便只认宁姐姐一人便是了。明珠她得天独厚，她回家那日是冬天，秦家那棵千年古树都开了花，老夫人是不可能放弃她的。秦怀宁隐隐地看着不远处那棵被围起来的郁郁葱葱的古树，那棵树让秦家几代人都受到了皇室的尊敬。秦欢看了那棵古树一眼，便移开了眸子，他感觉腹部有些绞痛。今儿这雷打得可真稀奇啊，好似在耳边炸开似的，听着还有些骇人呢。是啊，好久不曾见过了，劈得人心惊肉跳的，好像要劈到脑门上了。咔嚓一声，一道又粗又厚的闪电划破天际。那一刻，众人腿肚子控制不住的发抖，好似感受到了上天冲天的怒意。咔嚓，直直地劈在那棵象征秦家千年兴盛不衰的古树上。仅仅触碰到的瞬间，火光拔地而起，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，仿佛要毁灭证据一般，生怕被某人瞧见似的。熊熊大火经久不灭，众人惊呆了。秦老夫人一头栽倒在地。快，灭火！快让人来灭火！如今这双喜临门的时候，怎么出了这等不祥之事？难道哪里犯了神明？老太爷，这火竟然浇不灭！老太傅眉心一凛，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不要浇水了，我秦家得了上天庇护这么多年，秦家该知足了。告诉众人，秦家不救火。到底是哪里惹了上天不喜，竟然降下天火，想要灭了秦家？他甚至怀疑，这天火不只想要劈古树，甚至想要劈了秦家。到底是什么缘故让他又放弃了呢？难道是怕伤了什么人？秦家寿宴不欢而散。做人怎么这么麻烦？每个月都要出血，竟然不会死。咱们女人啊，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。这男人都是不懂怜香惜玉的，自己便要多爱自己一些，每日喝一些燕窝粥，对肌肤好，对女人好。女人？哦，咱们姑娘家。说起来，我今儿也来月事了呢。秦欢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嘴唇微张，看着他装模作样地拿着月事带走了。
哎呀，裙角上还有一丝猩红呢。我操！突然很好奇他怎么用的。欢欢，你先陪环宁姐姐，我去外边瞧瞧。我就说他怎么今儿舍得来我这儿坐会儿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哼，你别喝了，醉了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所爱面前一杯就倒，无爱之人千杯不醉。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，我很好奇，你哪里来的乐师啊？现在凡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男人都能来乐师啦！哎呀，这男人简直了，脸上嫩的跟鸡蛋似的。你懂什么？在屁股后放一个血袋，每月要来的那天便自己挤破，这不就成了？姐妹儿，谁家乐师是屁股流血的？秦欢怎么瞧都觉得与自己的地方不对呀。我还没近距离观察过女子呢，要说见过，也只见过当年还是个孩子的顾子金了。你说真的？你没骗我？那当然了，方才我可瞧过了，你要放也得放胯下呀。啊！然后便见秦怀宁整个人崩溃地奔向了内室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其实这贾姑娘还挺有意思的。秦欢离开秦家时，秦家还一团糟。我希望老夫人天天办寿宴，办到100岁去，这样我的贵重很快就能回来了。等我爹回来，一定很开心。想得美，他还活不到100岁呢。他要活100岁，怕是老天爷瞎眼了。刚出门便瞧见一顶奢华的轿子停在了秦家门前。诶，小和尚长头发了呀。小诗，欢欢姑娘，你怎么也来秦家了？这个地方能吃人，无事少来。母后将头发给我一丝丝粘回来了，你要看看吗？谁脑子有问题看个光头呀？太子殿下到了，快让人出府迎接。秦欢这才拉着秦永富离开了。欢姐，你不是说他有慧根有佛心吗？他若是做了太子，成了皇帝会怎样？会死啊！你以为佛心那么好得？他是天生佛心，天生佛子，不入佛门得佛祖照拂，他根本活不到寿终正寝啊！而且他那颗佛心与他似有不容，又不大像是他的，这倒是不知怎么回事了。求圣女为民女卜一卦，可否看出民女腹中胎儿是男是女？几个圣女眉头一挑，让我等为你占卜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眼见着他们走远了，他那夫君才急忙扶着他站起身来。你说你呀，怎么还敢去冒犯圣女了？他们那等天之娇女，都只为皇家占卜的。以前大祭司都没这般高傲呢。秦欢走上前去，摸了摸他的腹部。我欢姐也会看男女，你若是不信，以后生了可以验证，反正谁也不认识我，难不成还专门来找我？只是欢姐啥时候喜欢看人家肚子了？不如你猜一猜。除了男便是女，还能有什么？不，你只猜对了一半，你这肚子里可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了，半男半女。你咋这么嘴欠呢？小姑娘，你还真有2把刷子。什么半男半女？我媳妇怀的是双生胎，上个月大夫才看出来，没想到你只一眼便看出来了。小姑娘，你可比那什么圣女厉害多了。来，这点银锭子留着花。说完便递了银子过来，塞给秦欢，便揽着媳妇美滋滋地走了。秦欢捻着银子便递给了秦永富。我爹果然没说假话，他说外面的世界遍地是黄金，让我不要担心他。我还以为他在外面吃苦受累受委屈呢，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小胖子接下银子，一低头便瞧见那街道缝隙里有什么东西金光闪闪，一捡起来，好家伙，是个金戒指。我爹竟然不带我出去，果然是自己一个人在外过好日子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好运？哼，就你家那祖坟。秦永富将金块塞进兜里，两人回了宅子。总说挣钱难，养孩子难，哪里难了？人参雪狼送的，宅子自己送上门的，
亲自剪的。哇，大人的日子原来这么好过啊！长大的感觉真好，养家的感觉真好。我要长大，我要养家，我要闯荡。临近年关，京城的治安开始出现问题。这几日时不时便听说谁家又被盗了，谁家又遇上了采花贼，谁家孩子被拐了。秦永富听得此事，一直睡不好。紫荆姐姐给了我20个护卫，但是咱们府上这么大，到时候也没多大用处。况且以缓解你的姿色，20个护卫绝对是不够的。哎，今晚我睡在你窗户下吧，万一来了采花贼可怎么办？你可拉倒吧，采花贼就采花贼，有什么可怕的？秦欢直接将他推了出去。这要是发现我忘了呼吸，可不得出大事儿。有采花贼，有采花贼！秦欢眼睛突然一睁，小贼居然敢来偷花！秦欢站起身，小手轻轻一点，突然他梁上传来一阵咔嚓声。秦欢一抬头，便见穿着一身墨色长衫、手握利剑的顾韶光从天而降，那张坚毅的俊俏面庞上还带着几分惊异。你是如何发现我的？我是奉命追查采花贼，这才追到了这里。我刚到。哦，你说梦话我没听见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你这几日睡得惊醒一些，明日我让侍卫来顾家执勤。那采花贼颇有几分手段，能出入各府邸，犹如无人之境。甚至那些姑娘都没看清采花贼的脸，似乎有什么特异之处。从天而降的男子，天子，你脸红了。谁知就是这么一句，顾韶光嗖的一下飞升出了窗外，一转身才瞧见尖嘴猴腮的男人正端坐在他的榻前。我道谁呢？老熟人呀，踩到你老祖宗头上了呀，大兄弟。小姑娘，衣裳是你自己脱还是我给你脱？这京城说的采花贼就是你。就是我，瞧见了吧？刚才你的相好都没察觉到我的存在，我劝你老实点，赶紧脱。你确定要我脱？我看你现在胆子大得很吗？你这鼠胆鼠背的东西。我看你是找死，等会儿你就知道给爷爷跪下磕头认错了。哟，这长成个人样，就认不出你祖奶奶了是不是？给祖奶奶送了几回饭，你就飘上天了？怎么还想让我给你跪下，还磕头认错，还给你脱？你倒是能耐呀！你怎么出来了？老祖宗啊，祖奶奶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躺得好好的，你怎么就出来了？天啊，要瘦了，我死了，我完了呀！当年还是个单纯不谙世事的黄鼠狼，惹上了这祸害，给他偷青楼的饭偷了1000年，去年才解脱，自己化形成功出来，没想到一头又撞上来了。我委屈啊！这他妈是什么狗屎运？我看你是本事见长，都能当上采花大盗了。哼，当年不就吃你一口饭，让你从个毛色暗淡无光的小黄鼠狼化形成了人，你竟然还干上这鸡鸣狗盗的事了哟，竟然还偷到了我的头上。那叶无难吓得浑身发抖，你怕是青楼的饭偷多了，心思不纯了吧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顾少光还说你祸害了多少姑娘呢？那些姑娘醒来一丝不挂，你倒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我给了你做人的机会，你倒是好。冤枉啊！他们就是想赖我这么英俊潇洒的黄鼠狼。我在咱们黄鼠狼群里可是最英俊的，而且因为被神点化形，我现在可是香饽饽。我要那些女人做什么？又不会偷鸡，又不会生鼠，没用的东西。我就是喜欢那些小姑娘脖子上吊的，手上戴的玉，那可不得扒了衣裳吗？简直是污蔑我的清白。你若是哪日做了违背良心、有违天道之事，我第一个便让你神魂俱灭。祖奶奶，我不敢。您说您好端端在地宫里躺着，怎么又出来了？那群小伙伴要是知道您回来了，可不得气死！我完了，这京城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大魔王他换了个身子，又来了。也是，没有我，你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吧？毕竟有我在，还能与你们谈天说地。瞧瞧，自从我来了，你们的地宫都热闹多了。以前呀，都四下散乱着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可不是嘛！我还记得你们那时还为了争夺配偶打架，死伤无数。我来了1000年，1000年都没打过了。都是祖奶奶管教有方，祖奶奶管得好，祖奶奶威武霸气，祖奶奶真厉害。你们离了我是如何生活的？
我好歹也是被神点化的，通了几分灵性，现在有些人供养我，叫我黄大仙。你放屁那么丑，还大仙呢？您放得下，您放得下。看来离了我，你们都四分五裂了。行了吧，我也知道你们离不开我。其实过得还挺好的，每日有人送鸡送酒送凤。不必骗我了，我知道你们是不想麻烦我，但咱们有1000年的情谊在，我如何能舍弃你们？就算嫌弃你们累赘，也不会撇下你们的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你们私心里都是想跟着我的，也不用说什么过得好的话，我不怕你们给我添麻烦。唉，这些小可怜离了我，怎么过得好呀？我们很快乐，很自在，过得很好。您不嫌弃，我们嫌弃啊！好不容易翻身，又要被招回来做奴隶了。瞧瞧，这高兴成什么样了？当年为我收集露珠的小九九呢？他呀，喜当娘了，放弃了一生修为，披着个死人的皮子，非要给人家做妾呢。那家人好像姓顾，记不太清了，反正好久没见了。给人做妾？他1000年修为不要了，他修行比起别的领悟还要艰难，既然连身子都不要了，这人世间的情情爱爱有什么好？永无止境的生命，他不香吗？切，男人有什么好的？情爱有什么好的？我要是哪一日为了情情爱爱所迷，那我就是个憨憨。他就是傻。以前给祖奶奶您收集露珠时，他还时不时因为什么牛郎啊、织女啊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落泪呢。他还挺有志气的，说要熬死正气，玩死正气的一对儿女，他就能和那男的双宿双飞了。随他吧。就是那正气儿子命比较硬，他出手都好几次了，那儿子半点未伤，反倒是自己吐了好几回血。这几日回京了，说是要给他个厉害瞧瞧，实在不行，等他将来娶了妻，他媳妇儿进了门，再拿捏他媳妇儿也是成的。听了叶无难这话，秦欢突然打了个喷嚏。行了，你走吧，先去将那群小兄弟叫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去那青楼弄些菜来，我要吃些家乡菜。果然，我又沦为送饭的了。叶无难抑郁着，无力地耷拉着脑袋出了门。欢姐，小厨房那边来说，今儿第1天开火，饭还没熟呢，你哪来的饭菜？哇，好香啊！让小厮买来的，先吃吧，吃完去京城转转。正好，昨儿我睡觉的床塌了，里面好几块金元宝，至少500两呢。估计是抄家的看不起那床，漏掉了。两人用了早膳，出了门。哎呀，城外那座地宫被人挖塌了，原来是建在青楼底下的呀！那青楼都垮了半边呢。哎呦，吓死人喽！我操，谁给我老宅暴力拆迁了？哎呀，地宫是不是顾家姐姐说的？他老祖坟墓啊，他家老祖宗要暴尸荒野了。快！大家赶紧去看看！早就听说顾家寻到了仙人陵墓，没想到就在我们京城周围。欢姐，咱们也去看看。等会儿少光哥哥肯定也会来，他家老祖宗都被人扒拉出来了。你们这些孽畜，谁让你们擅自开挖的？孽障！你们这些孽障！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人封起来了吗？说是年后再开挖啊。只怕是有些人要陷害我顾家。你哥哥今日被陛下留宴，我已经差人寻他了，有他在陛下面前美言，顾家不会有事的。说起来，这地宫还真是华丽呀！这坍塌出来的地方，瞧着都是玉石铺路，顾家这是发达了呀！老子的，都是老子的棺材本，谁躺进去就是谁的。咱们顾家这是做错了什么呀？顾家世代忠良，居然老祖宗的地宫都塌了，难道是在警示某些人吗？咱们顾家也不知做错了什么，给了这么个天煞孤星，逮谁克谁。你要是害怕，将你逐出顾家族谱，二叔你看如何？毕竟我顾韶光乃是当朝大将，陛下宠臣，留下我总比留下个废物强吧。大哥何止宠臣，他现在是手握重兵的武将第一，与他平起平坐的只能是秦老太爷那种老太傅了。陛下降罪，你便知晓了。死鸭子嘴硬。哼，萧公公，劳烦你陪同咱们一块进去瞧瞧吧。这地宫当年运气好，建在龙脉上，龙脉乃是天下和帝王的，我顾家也不敢有所损坏。进去看看
也好安心啊。那便多谢顾将军了，顾将军前面带路便是。奴才看完就回去复命。顾子金不着痕迹地拉了秦欢跟在身后。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我顾家地宫了？这地宫将来可是顾家的，外人看什么？说完也不等秦欢骂回去，扭头就跟了上去，生怕顾韶光走在前头拿了什么好东西。外人，老子要是成了，将来这地宫都得跟他姓。不行，一定得让我哥赖在欢欢身边。秦欢眸子一闪，便跟着进去了。我回来了，发达了，发达了！竟然真是玉石铺路，我顾家1000年前只怕比现在还要兴盛。天啊，这得是什么人才配躺在里边啊？地面是玉石，墙上以金砖做点缀，连通道两旁都是以夜明珠照明，皇宫里都没有这里奢华。不知道躺在里面什么感觉啊？棺材个人，这上面的壁画都是以金线绣出来的，太败家了呀！地宫极大，里面甚至还有一处活水池子。这活水喝了一定能延年益寿，一定对身子有益处。这地方最开始不是我的洗澡池吗？哎，咱们一直朝这个方向走，现在是不是不在京城内了呀？这里上方是青楼。这石室可真大呀！这口棺材竟然是纯墨玉打造，真是奢侈。顾韶光一听那墨玉，额角刺疼，脑子一跳一跳的，仿佛有什么要从脑子里跳出来一般，似乎瞧见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九天玄女，似乎将她扛了起来，嘴里还碎碎念道：给你换个家，给你换换空气，给你换个更为开阔的地宫，这可是你占便宜了。顾韶光心头一惊，眼底满是震惊。我操，我神魂走了后，尸体在哪来着？我在这口棺材躺了1000年，突然有一日睁开眸子，便到了富安村秦欢身上。那我的尸体，啊呸，我的身体呢？顾家先祖一生不曾娶妻，传闻是无人能配得上她的容貌和才学，连后人都是从亲弟弟族中过继来的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自然是真，我们这辈的族谱上便有记载。你瞧瞧顾家后人大多容貌出色，便是因着这个缘故。若是真从顾林渊血脉传承下来，只怕更是出彩。那就先开棺吧，开棺后咱家也好回宫复命了。我即将围观自己的尸体呢，也不知死了没。几个小厮上前推着棺盖，那盖子还挺沉重，几个小厮合力才推出一角，一打开，里面便露出几分味道来。大概是饿了，这开棺竟然还闻出了干炸小黄鱼的气息。嗨，我走之前可不还吃了一顿小黄鱼吗？是上边青楼的拿手菜。不过你们顾家这先祖品味倒是……萧公公看着那推开的一角，正好能瞧见闪着几丝光芒的裙角。子孙不孝，打扰先祖亡灵，还望先祖恕罪呀！都是子孙不孝啊，让老祖宗受委屈了，老祖宗饶恕啊！顾老爷子一边磕头一边认错，正要哭晕过去，便见那小厮突地来了一句：你家祖先是个女子。女人？神女，这哪里该是凡间能有的容貌？女子面色安稳，双手相握放于腹部，手如柔夷，肤如凝脂，即便是躺了1000年，那肌肤依然吹弹可破。完了，我要暴尸荒野了。这只怕京城第一绝色，连他发丝都比不上。我顾家先祖不是男人吗？这棺木这般
宽敞，明显便是为男人定做的呀。顾韶光心头猛地一跳，抬步便往那棺材走去，心间隐隐有几分期待，有几分抵触，不知为何还有一丝憋屈，心头狂跳，上前看了一眼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怎么回事？大哥，你别吓我啊！无事，莫要担忧，休息片刻就是了。我顾家先祖一直传下来的族谱，说好的是男人，怎么会变成个女子？难不成这女子将我顾家先祖扔出去，自己躺进去了？大活人躺进去，还死得这般安详，是人千年不腐吗？此话一出，秦欢顿时有几分心虚。欢姐，你别看，眼睛疼。胡闹！顾老爷子，你别胡说！这姑娘生得花容月貌，还能做这个无耻之事，夺人棺材，占人地宫，你怕不是疯了？你这是亵渎神女！这可咋整？这些我还真干出来了。你知道个什么？这万一是你顾家先祖的心上人呢？否则他还能容忍旁人占他的棺材？我不是。秦欢小声地念叨：怎么还给我找了个官配？都死了1000年的男人了。至于顾林渊尸骨去了哪里，总能找到的。咱家便先去禀报给陛下，你们谁都不许动这地宫一丝一毫。这女子更是要禀告陛下才可接近。有了老祖先骨，我死了可怎么下去交代呀？这会儿不少侍卫私下搜寻，都没瞧见半点尸骨。不过都是瞧见不少鸡骨头，大概是哪里进了耗子，而且里面还带着菊花楼的板块。可这里四处密封。此事回禀陛下，再好好查吧。你这没脑子的东西，听着你那意思，还能是尸体自己做起来吃吗？顾二爷兜里装的一堆东西已经吃完了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见这洞天福地长出来的，想必也不会是什么劣质货。顾二爷可别吃了，省得吃了什么东西出毛病。兜里还留了一块，回去让太医查一查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待到出了地宫门口，顾家人又在地宫外等了1个多时辰，这会儿都已经快傍晚。老爷，老太爷，周围没有任何尸骨，只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皮毛。顾家家仆也跟进去搜了一遍。要说尸骨，前段时日不是有个什么守灵人，骨头不是都给狗吃了？我顾家闯大祸了呀！顾老爷子浑身一软，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知。他们这群不孝子孙，竟然将老祖的骨骸喂狗了。谁他妈想得到，老祖宗的尸骨竟然被扔到了地宫外啊？谁干的？秦欢不住地打喷嚏，揉了揉发红的鼻尖儿，心虚地抬不起头来。欢姐，你今天话少的不像你啊，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欢姐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神女跟欢姐有点像啊？虽然只瞧见了一眼，但是欢姐，你长大了说不定跟她很相似啊。别胡说，人家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之貌呢。不过他们将这尸体运回去想做什么啊？为什么不将它葬在这里啊？运回去又如何？即便是尸体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。第2日便让人将女尸运回了皇宫。对了，萧公公，这是昨儿您拿给我师傅验的吧？小药童将保护极好的锦盒递给萧公公。嗨，是从地宫中得来的。瞧见那顾二叔吃了好些，便让人送进太医署看看是什么。吃了呀，公公，您没吃吧？萧公公摇了摇头，他也就昨晚切了2块泡枣。还好你没吃。师傅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有一点很确定，这东西只怕是什么动物排泄出来的，亦或是蜕了皮，经过时间的沉淀混合到了一块，才成了这般模样。本质上说，还是
小药童瞧见萧公公面色不好，这才将那个屎字吞了回去。你托人去告诉顾二爷一声吧，免得顾二爷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东西。必须让顾二爷知道自己吃了什么，不能我一个人憋屈。唉，这几日祖母和祖父都气病了，欢欢你别怕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，都起不来床呢。我顾二叔也不知怎么了，今儿一大早就在吐，半年都不敢来。顾二叔为啥吐？秦欢心知肚明，让他最近。今儿不少人打着半年的幌子要来府上看神女呢。我大哥直接闭门不见客。也是了，这可是顾家老祖宗的心上人，不是我说，男人心啊都是污浊不堪的。我哥打算将那神女尸体处置了，你是不知道，宫里那位跟入了魔一样，昨日就看了一眼，非说是上天送给他的10年登基贺礼，从进宫便开始不吃不喝，俨然入了魔，一双眼睛看得落泪红肿，都隐隐滴血也不肯离开。皇后娘娘发了狠，这才招了哥哥和爹爹进宫。好在太子明里说是见过霸占妻儿的，也没见过霸占谁家老祖宗媳妇儿的尸体。若是不将神女还给顾家，他便出家去，也不做这等丢人现眼的事儿。大哥便说这神女尸体只怕留不得了，要将它烧了。所以你请我来，委屈，好委屈，千万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不要啊！当然是来看烧尸体啊，这般美丽的人儿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烧了，多可惜，得趁此机会多看两眼。你要请我来看烧我自己，还要我写个观后感吗？今儿正好初一，你们姐弟出来京城也没个熟悉之人，便请你来府上坐坐。你们过几日便要去圣宫上课了，哪里还有时间？这大喜修罗场呀，这难道就是我的报应啊？看着那举起火把沉默的顾韶光，仿佛瞧见了当年作死的自己。哥，开始烧了吗？顾韶光沉默着，只觉心口沉甸甸的，但又有一种大仇得报的幸福。见过这张脸这容貌之人，都是茶饭不思，日夜无眠，甚至多看一眼还会流泪滴血。男人为他沉迷，女人为他落泪，男默女泪，还没少，给他看个及时吧，好歹也是林渊老祖宗的心上人。你们还挺诗情画意的，周围还给他摆上了花。欢姐，你说他烧的时候知道疼吗？毕竟1000年了，尸生都不腐化。他肉疼不疼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心疼。果然天道好轮回，1000年了，报应来了，来就来吧。问题是还拉着我自己一起围观，这是嫌我死得不够痛快，还请2个人来欢呼鼓掌。放心吧，烧了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如今京城不少人都想来看看，我想他也不愿这些凡人亵渎他。世子爷，吉时已到，该点火了。看着顾韶光手一挥，火把扔向中央，扑哧一声，火苗瞬间蹿起1丈高，四周火花四溅，火蛇将那尸体团团围住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，陛下宣您进宫，宣您立刻进宫，陛下让您将神女带进宫去。话音刚落，便看得躺在火光中的神女正一寸寸化为灰烬。将军啊，没想到还是迟来一步。顾家后人烧自家祖宗，请问犯了哪条律法吗？你明知道陛下他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那里我自会解释，公公还是回去复命吧。我会抱着骨灰盒进宫面见圣上，陛下若是喜欢，骨灰盒我可以留给他。反正神明之身是随神魂，神明有躯体也没躯体，随着心念而动。这张脸大概会与之前差不了多少。顾韶光进宫了，还抓了一把骨灰。原来再美的人烧出的骨灰都是一样的。这是紫檀木盒子，放进去骨灰都能带着几分香气。老祖宗这等大美人一定是很爱漂亮很爱美的，希望她能住得开心，
顾子金见骨灰已经全部收好，这才捧着盒子往顾家宗祠去了。只可惜了林渊老祖的尸骨，也不知能不能找回来几根，到时候可以和他放在一起，不然也太孤苦了。这两人活着没能双宿双栖，连死了也没带一个棺材，也不知谁那么缺德，竟是将林渊老祖的尸骨扔出去了，死了也不让他们在一起，又抢了个地宫，到头来有了生不能同床死不能同穴的苦命相公，还得人家后人供奉。其实想想还是没怎么亏。将骨灰盒放好，今儿就一起吃顿团年饭吧，等过了年我便让人去许你和小夫的父亲，你们啊也该有个依靠了。等会儿许姨娘也要带着孩子用膳，你若是膈应便别理她，这女人让着父亲宠爱她，颇为嚣张。我爹娘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，明明共患难的夫妻，如今却形同陌路。若不是有我和大哥，只怕他们两人交际更少。赶紧将这茶盏换了，谁不知道老爷最喜欢藏青色？老爷最喜欢的武夷山大红袍可泡上了，这府上没了我可真是不行，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徐姨娘牵着个小男孩，小男孩吃得胖乎乎的，但比起秦永富多了几分骄纵。你又是在这儿胡闹什么？嬷嬷是一直伺候母亲的，岂容你欺辱？瞧瞧，将来你可不许娶紫荆姐姐这般的女孩子，女子要温柔贤淑，这般女子可不得宠，过不好这一生呢。走了走了，今儿是初一，我带你去承天殿祈福。大年初一，京城各世家都可以去承天殿祈福，圣子圣女会为大家解惑，若是运气好，还会遇到授课的老师，那些可都是大能之人。要说厉害，还是大祭司厉害。虽说我不喜欢秦明珠，不过她的天赋当真是遗传到了大祭司。顾子金难怪与京城女子不和，这丫头不喜欢谁，半点不肯伪装。承天殿有主姻缘的，可准了，许多大户人家都是来这边合八字，等你以后成婚啊，我也来这里给你合八字。这几日地宫出了9瓣金莲，满城莺声花开，陛下肯定是为此事而来的。看，那边是秦明珠，那里人是最多的，等欢欢你进了那殿学习，将来一定比他还厉害。你给我算一下，我能活多少岁？死因为何？这么年轻就算寿数，小公子你想什么呢？这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你呀，是长命百岁儿孙满堂的寿数呢。咦，他明明是早死的命格呀，而且他的死会死在吃上。小姑娘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明珠圣女可是大祭司的传人，早死还死在吃上，你看我能被糕点噎死吗？哼，笑死人了！别什么都成想，也不看看是不是你能插话的。嫉妒人，你也是嫉妒错了，也要看自己配不配。罢了，不过是个见不得明珠受称赞的丫头。众位可莫要说了，省得将小姑娘气哭了，还说明珠容不下人呢。今儿你就别乱吃了，你会死。说完便扭头而去。我还能把自己毒死了？小爷还偏不信了。来人啊！不行，小爷亲自出去吃。小爷要是没死，非要你死不可。哼，小小年纪如此恶毒，这般妒忌明珠姑娘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说完，那男人便大踏步出了承天殿。秦欢低叹一声，周围人纷纷指责他。谁知不过片刻，快来人呐！我家公子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我家公子快不行了！啊！你家少爷真噎死了！我家少爷最喜欢城北的糕点铺子，方才出来便说要去买点糕点。买糕点的路上，突然一匹老马发了疯一样，将马车拖着疾行，我家公子跌下护城河了呀！那是死于老马发疯了？那不对，他明明是买吃的，就是因为吃死的，死在吃上的，说起来也没差呀。一本正经，严肃不已。说完便拖着顾子金从众人震惊的眼光中走了出去。啪的一声，秦明珠感觉自己的脸被人当众扇了一掌。明明那个人是长寿的命啊，前世还见过他娶了好几房妻妾呢，
儿女成群，妻妾环绕，怎么就不一样了呢？他为什么比起前世更早发掘了天赋？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自己？不行，这个丫头留不得了。此刻秦欢几人出了承天殿。欢欢，好欢欢，你可真厉害！你没瞧见秦明珠的脸都变了，方才还帮他的人这会儿全都转向你了。欢欢，我发现你简直是个克星啊，专克世间不平事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你克人的命，反正是夸你的。顾子金笑得畅快。你不去承天殿了？已经不是原来我熟悉的承天殿了，众生皆是如此。秦欢眼底有几分失望，若信奉他的人都是这等货色，他大概会遗弃他们第二次。莫名的，顾子金感觉他很失望。顾子金心下有些不安。欢欢，你以后一定能改变大家的。外人都说大祭司算无一策，但我觉得你一定能超越他的。欢欢，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秦明珠算不了什么，不能代表众生。直觉，这是顾子金莫名的直觉。很快便到了初六，承天殿圣子学习的日子。欢姐，爹爹每年都告诉我你的生辰是初六，以前他在家还给你煮长寿面，今天就由我给你煮了。秦永富踩在凳子上，手中举着小锅铲，脸上灰扑扑的，锅里咕噜咕噜正翻滚着。你今年12，虚岁13，我给你煮了12个鸡蛋，这是鸡汤煮的，又鲜又香。今天是欢姐和我一块儿上学的日子，小福真的好开心。这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生辰。吃完，肚子有点撑。好奇怪呀，今日一早起来，咱们府上的花全开了，连铁树都开花了。你可别说了，后厨那几个鸡都下了双黄蛋，全是双黄的，这是什么大喜日子？两人出了门，门口竟堆了2口箱子，上面写了个贺字，哇，里面好多小箱子，似乎是很多人送的。欢姐，你在京城竟然还有朋友？秦欢一猜便知是叶无南和九九那些人，当年得了他好处化形的可有不少。让人抬进去吧，都是些小东西，小夫喜欢什么拿便是了。府上离承天殿不远，便一同走了过去。就是明珠姑娘的生辰，明珠姑娘流落乡下多年，今年还是她第一次回京过生辰呢。明珠蒙尘也是挡不住光的。那明珠竟然和欢姐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我说呢，难怪前段时间秦老太太四处搜罗夜明珠，竟然用这小夜明珠给明珠做了条裙子。这若是到了夜晚，明珠啊，你便是天边最亮的星了。欢姐，我有好多金子，我也给你送礼物，你别委屈。秦永富生怕欢姐受委屈，同样都是过生辰，差距太大了。他呀，一定没有给他煮12个鸡蛋的弟弟，他有的我才不羡慕呢。秦欢和小富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。明珠姐姐，上次的赵神课你好厉害呀，风铃都动了，要是再勤加练习，一定能成功。就是，难怪天赋顶尖。你们勤加练习也是可以的，若是有何不懂，随时可以来问我。若是能照神，那明珠姐姐就可以在神明记上大放光彩啦。上一个照神的还是大祭司呢，明珠姐姐只怕是希望最大的一个了吧。秦永富翻了个白眼儿，哼，总有一天我给你照个财神出来。说起来也是愁啊，自从他得财神关照的消息传出去，他那府邸门前每天来磕头的人无数，甚至还有人抠墙角的泥带走。就这么几日，他的衣裳、鞋子、裤袜，甚至连平日里梳下来掉落的头发都有人安生收捡，据说还能卖出高价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门口有个童儿喊了一声，众人便急忙回了位置坐好。咱们圣殿来了新学生，一个主才，一个属性不明。
希望你们将来能为黎民苍生而努力。你们后来等下课后去藏书阁看看寄语，熟背寄语才能发挥出效果。另外，大家多跟明珠学习，明珠天赋强悍，聪慧也是1等1的，如今能引动天气灵气，求来一丝雨露的便只有明珠了。不过一次，明珠就引出水滴，将来干旱，明珠便能为天祈福。你们当中有些人虽说天赋顶尖，但是却是契合不知名的野神。我只想说，在这里一切都不作数。神官扫了秦欢一眼，显而易见，对他契合不知名野神极其不悦。神官念了一串寄语，众人便微眯着眼睛一同念叨。果然，所有人都颓然叹气，唯有秦明珠面前雨滴落下。秦欢嘴里嘀嘀咕咕，面前什么也没有。秦永富嘀嘀咕咕，好歹一滴滴落了2丝细雨，倒惹得那神官多看了2眼。欢姐，你要集中注意力，你这都念的什么啊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？秦永富凝神听了2句，顿时惊呆了。秦欢无辜地看着他，这神语就是这意思呀。再说了，祈雨就祈雨，喊一声雨来便是了，为什么要念经呢？好玩吗？随即秦永富眼睁睁地看着他，雨来。声音刚落，平地一声惊雷，大雨便倾盆而至。秦永富内心震惊不已，方才这2人在角落也无人瞧见，那神官也只嘀咕了一声，明明方才还光芒万丈，怎么顷刻间便下起了大雨呢？明珠啊，你是最有天赋的，下次若是遇上天旱，我便请封由你来祭祀。春雨贵如油，去年开始便有些天旱，这开了年要是再不下雨，只怕地都要开裂了，只怕你立功的时刻便到了。为黎民苍生祈福，乃是明珠本分和职责。明珠姐姐心地真好，难怪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到神明亲和。大家谬赞了，明珠不过是心里一直念着百姓，自然就成功了。就这么2滴马尿就想祈雨，怕不是想要万千面前丢脸？切，哼，有些人呀，就是亲和力高又怎么样？跟了野鸡神的亲和力有什么用？你不是亲和力满分吗？来啊，借助神明的力量来打我呀！来啊！哼，不过是个乡下来的东西，也敢与明珠比较？什么秦家算术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就恰好信了情罢了。明珠，你就是心好。也是了，你是秦太傅孙女，世家之女，外人的评断算什么？要我说呀，他跟了野神的亲和力本身就不被神明所认可，这等人也配进咱们圣殿，侮辱啊！话音未落，一抹翠绿飞快地闪过，朝着他唇边飞去。不过瞬间，喋喋不休的嘴皮便被人削掉一块肉，上嘴皮竟是直接没了。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仙人贱婢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好痛！放肆！圣殿中不可带武器进殿，你将规矩视作耳旁风吗？在圣殿中，若是有何不服，只可以切磋神力，断不可动刀动枪。快给他道歉！小小年纪，怎可如此恶毒？那我还是个孩子呢，我可以抽你2巴掌吗？我也是好心呀，只是管不住手，我还是个孩子呀。再说了，你这女人好没道理，明明是因为你和欢姐起了冲突，你不早早劝解，现在是脱了裤子放屁，难怪比我欢姐丑，你这是面丑心也丑。众人转头一看，一片翠绿的树叶。哎呀，就是这株小月季啊！它竟是可以让一片绿叶为它所用。秦明珠心头微惊，面上不动声色。你到底信奉了什么神明？第一次动用亲和力便见了血。明珠第1日学习寄语时，便听神官说过，咱们要为黎民求福祉，万万不可拿来伤人。谁还不是个孩子了？老子还是个几千岁的孩子呢。再说了，谁说我拿来伤人了呀？他那张嘴没人管教，将来一定会吃亏呀。我这是为他好，你若是想为他讨公道，那
那我允许你跟我切磋。你怎可如此欺负明珠？明珠乃是秦家大家闺秀，真以为是你这等乡下毫无礼数、毫无教养的女子吗？哟，不就是会投胎吗？再说了，秦明珠也是乡下长大的，说不定我欢姐也是流落在外的明珠呢。秦明珠却是被这句话刺得心尖一跳，连忙退了2步，扶着方才那女子出门就医去了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引动树叶的呀？我们下一课是遗物，我学了好久都不会。咦，这孩子倒是与我有些缘法。你叫什么？我叫荣玉。正说着，女神官便进了门，手中抱着一本书，似乎极其珍贵。今日我们学习《山海经》，《山海经》中有无数上古神物，白泽、葵、凤凰、麒麟、虫鸣鸟等等，如今都已经没了踪迹，但书上皆有记载，想来必定是存在过的。咱们藏书楼乃是世间最完整的了，今日借了来，大家要珍惜。你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代表了什么吗？我知道，《山海经》物种丰富，是神明从上古便收集来的，其中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地上走的应有尽有。女神官满脸期待，此刻在她期盼的眼神下，秦欢大声吐出2个字：食谱。这一定是食谱，就是食谱。《山海经》就是一本食谱。你给我说的是食谱？是呀，虫鸣鸟不好吃有点腥，凤凰肉老，麒麟脚好吃，又糯又软，就是费柴火。神官，他流口水了，他想吃。见笑了，好久没吃了。你个孽障，居然还当众流口水了！你给我站到门口听课去！我哪里说错了？《山海经》就是记录各种珍稀食材的呀。我当初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给那些神厨研究菜式的。秦欢站在门外，秦明珠正好送了那姑娘见衣回来。你真以为自己进了圣殿就能改变命运吧？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你。秦明珠眼底满是杀意。明珠回来了，正好这一堂课是遗物，也叫御物，便是操控物品能为我们所用。想想你若是躺在床上想喝水，水可以自己飞过来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这得是天赋极其变态之人才能做到，咱们能做的便是从一点一滴练起。欢姐她早就会呀。首先要御物，必定要心智极其坚毅。你们都是上天的宠儿，是能感受到神明的存在，神明的力量便一定能为你们所用。集中注意力，面前的羽毛可瞧见了？对，就是像明珠这般。果然，秦明珠面前那只羽毛颤巍巍地晃着，正摇摇晃晃地升到半空中，随后又有几个操控着羽毛浮起，但很快又坠落。我为什么就操控不起来呢？你给我起来，给我起来！秦欢，让你好好练习，你在做什么？瞧瞧明珠姑娘，今日生辰都不曾歇息，你还如此懈怠，你这等人便是个败类，将来从圣殿毕业也无法为百姓带来祥和。秦欢揉了揉眼睛，打了个哈欠。御什么？让你御神官呢。御跟羽毛都已是极限，你还御大活人，除了大祭司没人能办到。你若是行，你就来啊。起。神官猛地低头，便见自己整个人晃晃悠悠地升了起来，一直升，直直地抵到了殿上顶端。我的天啊，他居然把神官升上去了！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！老师，你只教了如何御物，却不曾教我如何放下来呀。那女神官又气又怒，不停地念着寄语，谁知下沉的寄语竟是没有丝毫效果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没效果？能有个屁用！
他的神力凌驾于所有神明之上。就在女神官崩溃之际，有人急忙出门寻了大祭司，好在明晨祭司尚在殿中，才及时将他解救下来。女神官一落地便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。谁做的？是神官自己叫我做的。随我来前殿。说完便出了门。你在此处等我，好好上课。那欢欢是不是天赋绝顶啊？他可是第一次来上课，竟然能将神官玩飞了。哎，人比人气死人，我第一次的时候连羽毛都没动一下。天赋绝顶有什么用？他的亲和力不与任何神明亲和，咱们学习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招神降临。他的亲和力注定不会招出神明，说不定招来什么野鸡神，到时候反倒是为北渊带来祸患呢。这样的人你敢让他招神吗？众人兴奋的语气稍微淡了一些。你是如何引动神力将神官升起来的？我想他就起来了。你说那个神明会以你的想法为主？我觉得你脑壳有包。罢了罢了，再有一段时日，大祭司便回来了，问问他便是。这段时日你暂且不去圣殿学习，跟在我身边吧。大祭司到底去哪里了？抛妻弃子，他还有脸回来？秦明珠如今是圣殿看重之人，他回来只会给秦明珠加重筹码。秦家女儿已经死了，秦家就算追究，但为了大祭司和秦明珠以及秦家的未来，也只会拉拢巴结他。甚至呢，此事传出去，他们只会对秦明珠越发宠爱。至于他所追寻的乃是神明之手，妻儿算得了什么？以后就跟在我跟前吧，后殿那只凶兽便由你去喂了。今日的课已经结束了，明日上午你依旧来前殿，以后便不与他们学习。明晨说完便进宫了。辛苦了辛苦了，师妹，你是犯了什么错？竟然要来喂凶兽？我第一次来喂凶兽的时候，可是吐了3天3夜，一米未进呢。那圣子引着他去了后殿门口。这只凶兽叫魁牛，还是只幼兽，是当年大祭司抱回来的，一直以生肉投食。师妹，你要不我来帮你吧？魁牛吃肉？是啊，而且喜欢吃活物。大祭司说，受了太过委屈上古凶兽，便以活人投食，这些都是京中死囚。秦欢脸色瞬间冷了几分。活物？人？牛不是吃草吗？去他妈的吃人！我给魁牛喂了1000年的草，每次吃的摇尾巴，也没见饿死呀。喏，你瞧，就在那边，有老有小。你若是害怕，直接将人推进去，便推出来，不看便是。你可得好好伺候着，这祖宗脾气可大着呢。2任大祭司都是极其重视，哪日要是吃的少了，都是要问罪的。哼，待遇都降低了，还学会吃人了。秦欢一抬头便看见个少年，双手双腿紧捆，正跪在地上一下一下磕头，身后站着个眼泪哗哗的小姑娘，似乎很害怕。你别看了，看了你就心软。那些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都是被抄家的。这家人估计是户部尚书的家眷，本来是流放，结果数额实在是巨大，判了斩首。如今拉过来喂魁牛，也算是他们功德一件了。圣子说完便顺手打开大铁门，一脚踢上那少年的背，将人直接踢进去。啊，哥哥！那小姑娘尖叫一声便冲了进去。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他吃荤的？他此刻隐隐动怒。他生来就吃荤的呀，典籍上就有记载，魁牛生性凶狠，乃是上古凶兽，以肉为食。我倒要看看到底吃什么。哥哥，我喂它，它吃饱了就不要哥哥了，吃我，不要吃我哥哥。我不怕你。你瞧，这家伙口水都滴下来了，你还说他不吃肉？圣子此话一出，倒是引得那魁牛多看了一眼。这一转头，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魁牛乃是上古神兽，它自出生起就一直兢兢业业好好吃草，直到遇上大祭司，后来它总是日日以肉投食。小魁牛实际是坚持过的，坚持了半个月，但那大祭司简直不是个东西，开始投食鸡鸭鱼羊。那美味大餐在他面前晃悠，让他心性饱受煎熬，然后他就妥协了，
秦欢双手环抱，眼底满是漠然。你怎么了？你吃啊，平时你不是最爱吃嫩肉了吗？将骨头嚼得嘎嘣响，还把骨头留下来当零嘴的。你要吃我妹妹还小，你吃我，求你放过我妹妹。奎牛的獠牙没出现，舌头出现了，脸上湿漉漉的，好像被什么亲了一下。只见方才还凶狠至极，满脸凶杀之意的奎牛，此刻一脸憨厚地看着他，正一下一下地亲他脸颊。他甚至从他眸子里看到了讨好。哥哥，爹爹说亲脸是喜欢，奎牛是不是想讨你做媳妇啊？没听说过奎牛还有这等嗜好啊？难道大祭司没有研究清楚？跨越种族的夫妻，这啊！你他妈还是直接吃了我吧！士可杀不可辱，你要吃便吃，我绝不委曲求全，我绝不干，我绝不会给他做媳妇儿。你总不能让奎牛嫁给你吧？他是公还是母啊？小姑娘，你的关注点也很清奇嘛。绝不可能！你还是吃了我吧！你还是吃了我吧！你这凶手，你这畜生，老子宁死不屈，宁死不屈！说着，竟是将脑袋偏着使劲儿往凶手嘴里放。那奎牛让他吓得魂飞魄散，还想在大佬面前讨个好印象呢，当即一步步后退，那眼睛里甚至还多了几分恐慌。你吃啊，你吃啊！奎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今日不想吃生食，想吃熟食了吗？这话一喊出口，那奎牛猛地转头，鼻子对着他重重地哼了一声。别说老子吃肉！那眼神委屈至极，一副你冤枉老子的模样。曾经大祭司私奔离京，外人遣人喂你，这笼子里就有些青菜，你倒是绝食了3天不肯吃一口，后来等人喂了肉你才恢复了食欲。你今儿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今儿下午便没课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奎牛我替你照顾着，明日你再来给他投食。他喜吃素，不要给他吃肉了，我不喜欢吃肉的宠物。直到秦欢出了门，店门关上，屋中才传来一阵阵呜呜呜委屈的哭嚎声。你说你到底怕他什么呀？就是个小姑娘罢了，看着软绵绵的，说话带笑，多软的姑娘，你怕她做什么呀？嘿，这可见流连哦，你可是上古凶手，拿出你当初私人的勇气来，这哭得多凄惨啊！不懂，我作威作福的日子到头了，到头了。秦欢出了承天殿大门，此刻秦永富已经下了课，在门外等着了。方才有人送信来，说是叶无难捎来的，他被顾将军抓住了，说是他犯了盗窃罪。盗窃罪？他腿脚好，我不是让他去给京城各府邸各街道送信跑腿吗？以他的能力，应该能包揽全京城的送信差事呀。是送信啊，但是主人不在家，他也将信送到了人家桌上。顾将军说他严重超出了业务范畴。我就是顺手把门开了，也没想那么多。是那门那锁他自己不中用，我就随手一拧，他就开了。那现在京城送信业务竞争这么大，我不得想点出挑的吗？更引人注目的方式。你瞧瞧，别人只能送到门口，我能给送进房间，能送到桌子上，这不就引起注意，就能抢占先机了吗？是呀，你抢占先机到把自己送进监狱了都。你偷人家姑娘的玉，没被人当作采花贼也就罢了，居然因为送信给进去了，这蠢逼。没什么大事，报案人只是觉得不大安全，到底没损害什么财物，交了银钱就能出来。叶公子喜欢什么类型的姑娘？头发一定要黄，嘴巴一定要尖，牙齿一定要长，浑身的毛一定要比我的顺滑。行了，出狱吧，以后可别逾越了，这京城贵人众多，别给你朋友带来麻烦。待出了狱，叶无难谢过秦欢，这才大摇大摆地走了。欢欢，你现在年纪小，切莫被那些年纪大的老男人给骗了。你瞧，方才那男人贼眉鼠眼的，一双眼珠子跟老鼠似的转来转去，尖嘴猴腮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你可莫要被那些人给骗了，你出来京城定要擦亮眼才是。那要与什么样的人结交？至少那人得有个正当职业，比如为朝廷做事，毕竟陛下不会信任一个品行有问题之人。比如
品行端庄，面容正直，从不与女子牵扯，洁身自好之人。比如那人能文能武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为国为民，心中有天下有百姓，这样的人才是欢欢该多结交之人。顾韶光耳根子微红，瞥了眼秦欢，极其期待地看着他。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明晨那个老东西吧？毕竟他为国效力，一生未娶，才华横溢，武功超群，说起来他优点竟然这么多。顾韶光面上的期待缓缓凝固。明晨毕竟年纪还是大了些，而且年纪越大，多年未娶的男人说不定是有什么疾病。欢欢，你可莫要看错了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欢姐，你不懂，顾将军是过来人，他有经验。我有那么老吗？差不多吧，你和明晨应该差不多吧。反正都没他活得久，都没他老。这是嫌弃我老的意思？20多跟30没区别，30跟40也没什么区别。你这么想想，是不是你跟明晨祭司也没区别？秦欢认真的点了点头，在他眼里，活50年和100年都是弹指一挥间，没区别的。顾韶光脸都僵了。你这说的，我现在半只脚都入土了，真可怜一男的。听紫金说，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我为你备了一份礼物，晚些给你送过来。小富的父亲已经有些着落了，反倒是欢欢，你的没有半点消息。上次也忘了问你，你身上可有什么信物？亲生爹娘留下的信物？皇后娘娘想为秦明珠赐婚了吧？已经开始议婚了，大概下个月便有消息。太子可愿意？身在皇家，不是他愿不愿意就能决定的，只要帝后愿意，他又能如何呢？他呀，还能做和尚呢。信物我有呀，那我想一定很有意思。顾韶光拿在手中，有种温润的感觉，只觉这不是凡物。顾韶光将玉佩收下，仔细摩挲一下，厚着脸皮想到：这倒是秦欢第一次送礼物给我，虽说只是为了让我寻找亲人，但全北院那么多人，别的人不寻，偏偏寻我，这不就是代表我有些不同？今日便谢谢顾大哥，劳烦顾大哥将咱们送回家了。哎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欢欢太过客气，不过是顺路送你一程，怎么还请我进府吃饭呢？哎，罢了罢了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韶光也不跟你们客气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府上今日没有准备，都是些家常便饭。顾大哥你……哎，欢欢，你就是太客气了，竟然还想准备什么山珍海味啊？哎，家常便饭就可以了，顾大哥便听你的，用了膳再走。说完，扭头就朝着府内去了。我真的没想请他吃饭呀。两姐弟一脸无辜地跟了上去。今儿是欢欢生辰，就算没人庆贺，咱们总要热热闹闹的，让欢欢开心些。原来是他定下的饭菜。父亲说过，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你花钱，不一定是喜欢你，但一个男人不愿意为你花钱，那肯定是不喜欢你。多谢顾叔叔了，顾叔叔年纪大，想的也周全，还好村长将欢姐托付给了你。顾韶光听得那声顾叔叔，脸皮微抽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此刻见天色已晚，这才准备告辞。走到门口时，他一回头，没留你，咱们都没吭声呢。顾韶光满脸尴尬。我的意思是，生辰贺礼晚些给你送来。说完，才急匆匆地出了大门。吓得我心里一紧，我都没吭声呢，谁留你了？这会儿门外吹吹打打，秦欢两姐弟站在门口看了一眼，原来是秦明珠第一次回家过生辰，秦家大办了一回，但凡说句吉祥话便能领银子。秦永富兴奋的不行，拽着秦欢便跟了上去。欢姐，说起来可真巧，你俩都姓秦，竟然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上天总有他的安排，我的出现就是死死按住他，绝不让他蹦跶。生辰快乐，祝明珠姑娘青春永驻，才华横溢。祝明珠姑娘貌若天仙，祝明珠姑娘天光天彩天吉祥。咱们的好词全被他们用掉了。我会的词儿可多了，当初黄鼠狼他们教的呢。祝明珠姑娘含笑九泉，笑到九泉，这得多开心呀！闹哄哄的场面忽然一滞，
难道记错了？那祝明珠姑娘白头偕老，祝她驾鹤西去。秦欢一脸自信，这些可都是祥瑞之物。你是哪家派来嘲弄我们姑娘的？你是哪里来的东西，竟然这般诅咒我们姑娘？你给我报上名来！秦永富瞧得苗头不对，立马拉着秦欢扭头就跑，转了好几条街才停了下来。欢姐，你是不是故意整他的？我可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罢了，反正咱们也不靠他在这京城立足。欢姐，想骂就骂吧。欢姐，想骂一定是有道理的，就是没道理，小福也没意见，反正他又不是我姐。你说我爹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他会不会像说书先生讲的那样，骑着高头大马，穿着一身戎装来接我啊？我都3年没见爹爹了，我已经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。多行善事，也许会回报到你爹爹身上。秦永富重重地了一声，然后捡起地上的一粒金瓜子儿，走向桥下流浪汉，叮铃一声放在了他的碗里。我爹爹将来会骑着大马来找我，我一定会等到爹爹的，这银子赏你了。说完便转身走了。那流浪汉听得他的声音，却是身形巨震，抬头震惊地看着他走远的身影，张了张口，一句话没说出口。秦永富倒是欢天喜地的蹦蹦跳跳的回去了，秦欢却是轻轻笑了一声。欢姐，你别笑啊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你这么一笑，我总感觉秦家要倒霉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最难做选择吗？自然是你倾注了所有心血，所有关爱，给足了他所有的身份地位，让全北渊都将他看中，然后突然发现不是那个人，让全北渊都发现他是个冒牌货，而且明明对方是不想要的，突然有朝一日却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大众眼前，让你不得不将他认回来。你说抑郁不抑郁？那进了门成了一家人，可不得气死啊！待清静了几分，秦永富才回了隔壁屋子。秦欢躺回床上，此刻才从宫中复命出来的顾韶光抱着个匣子狂奔。此刻已经深夜，只差半个时辰便是初七，秦欢的生辰即将过去。一路踩着房顶疾驰而过，顾韶光才轻轻松了口气，还差1炷香的时间赶上了。顾韶光轻轻开了房门，翻身而入。顾韶光将盒子放在一边，他想将最适合欢欢的送给他，不如量一下哪条合适。这般想着，下意识便伸出双手朝着秦欢的脖子去了。这一凑近，突然发现秦欢气息浅浅，甚至感觉不到呼吸。还来不及细想，他的手已经量上了秦欢的脖子。瞬间，床上那人眸子清醒，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他。一瞬间，顾韶光警铃大作，整个人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。就这么片刻，他的脑子里出现了自己的千百种死法。顾韶光噌的一声收回手，将双手背在身后，一脸惊恐地看着他。我可以解释。完了，此刻连他脖子粗细都想不起来了，直接将那紫檀木盒子扔过去，也没看仔细，直接从另一侧跳窗而出。哎，你等等啊！秦欢扑哧一声忘了给你说，这窗户后面我新挖了口鱼塘。听着水声，似乎那人偷偷摸摸潜水跑了。秦欢眼里盛满星光，心口突然有几分满足。打开那小盒子，里面静静地躺着3条项链，原来是给我量尺寸呀。难的是两人脑回路竟然诡异地重合了，他竟然猜准了，恐怖如斯。顾韶光从池子里游出来时已经初7了。哎呀，笨得要死，怎么这么笨？早知道用条绳子在脖子上比划也好啊，总比被他抓住用手掐他好，到时候结局肯定就不是这样了。这几日只怕要出去躲躲了。